开始读信了啊！七夕故事专场，我信呢，啊这儿呢。后续，哦，我的同事说有2封故事是后续，咱们先把这个连续剧续上，先把后续讲了，再读今天的专场故事，好吧？第一封是红茶拿铁的后续，大家还记得红茶拿铁的故事吗？还记得红茶拿铁的故事吗？还有多少人记得红茶拿铁？记得不记得？可能有新来的朋友不知道红茶拿铁是啥故事，我给你们先讲一下红茶拿铁是啥故事。我大概念一下当年那个信，你才能感受到那种，是吧？我最近超级困扰，这好早以前了。红茶拿铁应该是我们小卖部刚开张的时候刚来的信啊，2个月至少了。就是呢，我感觉一个同事喜欢我啊，他时不时给我带自己做的咖啡、酸奶、水果、零食，但他总是说，因为他也要喝，顺便给你做，巴拉巴拉巴拉，他就老给他带这些好吃的。然后呢，说了一大堆。然后今天正好是我们公司组织春游，他说他做个红茶拿铁拿给我喝。当时我读到这儿，我就说这哥们儿是直的吗？就是有点，就是说我当时就说，就是哪有这个是吧？当时就问哪有直男朋友在家能做红茶拿铁的呀？我在家我给自己冲一个这个茉莉茶咖，我就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了。他能给自己做红茶拿铁，还给你做，完了后面说还做了4份。他这个姑娘来信说也不知道另外2份是给谁的。我们当时小卖部就有了这个疑惑，想起来了吗？然后他就又开始说，不知道该不该表白，都是同事，以后见面尴尬，怎么样的。好了，现在来后续了啊！来后续了。红茶拿铁后续来了，没想到半夜听直播，还能有这么多朋友记得红茶拿铁。我来讲一下后面的故事。当时听直播自己的信被念出来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真的很可笑，一厢情愿。加上我又仔细想了想，平时拿铁哥真的喷香水，爱健身。我就更怀疑，可能真相就是大家猜的那样，但我还是有点控制不住的喜欢他。我也买了牛脆脆、奶脆脆、超干条给他吃。对了，他说牛脆脆真的很惊艳，很好吃。啊，那就说明是吧？说明不了啥啊，说明不了啥啊。接着往后看看，好长呀，这真的有后续了，看看是。其实后来我跟他基本每周5上下班都会一起逛超市，上班空的时候会聊聊天，他依然给我带吃喝喝的，我都有回他的，也有主动给他。哦，我想起来了，朋友们，当时我读这封信，我们不光是说推断这个做红茶拿铁这个兄弟不一定是直的，还说这个姑娘你别老吃人家的，你也给人家带点。咋那么馋呢？天天吃人家的，还说人家为啥不来找你？你带点吃的，人家不来找你了吗？想起来了吧？所以他特意括弧跟我说，我都有回他的，也有主动给他啊。好，行，听进去了啊，谢谢。好的。端午的时候，他说家里粽子太多了，给了我1箱，还让我给我舍友也带1箱。我们都是外地的，在公司住宿舍啊。我舍友拿到后就问你们俩什么情况，说他之前就看出来他喜欢我。哎呀，搞得我又有点动摇了。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我们公司一起出去外地搞活动期间，有一次他上车突然拿出一个刚买的布丁递给我。有直男买布丁吗？有直男买布丁吗，朋友们？我不知道，肯定有是吧？肯定是有，但是咱没那么绝对。我这么问你，可不是说直男就不买布丁，但是
据我观察比较少，好吧？据我观察比较少啊。那肯定有嘛，那有肯定是有嘛，但是，是吧？去外地搞活动，上车他突然拿出一个刚买的布丁给我，哎呀，我总是会为这种独一份的事情心动。他上次就是因为这个男孩做了4份红茶拿铁，他有点不高兴了，这回是单独给他买了1份布丁，他又高兴了啊。晚上我们还一起出去逛个街散个步，很开心啊。上个月我工作有些调动，要去分公司上班了，他知道后就喊我一起吃了顿饭，但也没说什么特别的。周五最后一天在那边上班，他给我带了酒，说是送行酒。下午照常去逛个超市，回去之后我真的鼓足勇气给他发了一句我会想你的。我感觉这句话暗示的很明显了吧？未必啊。结果得到的回复是，这话怎么说的我好像要死了一样。确定了，我确定了，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你们呢，姐妹们？心里有答案了吗，姐妹们？哎，这是吧？这还不确定？这确定了呀？这肯定确定了呀。女孩说我会想你的，男孩回了一句，这话怎么说的我好像要死了一样。我刚刚加了一点点演绎，确定了吗？行了，咱们就算不确定，他肯定也已经拒绝了，是吧？就算没确定，他肯定也已经拒绝了，是吧？这拒绝的很明显了。哎，但是我这个月以来还是控制不住的想他。我走之后我们就没联系了，但我好像真的陷进去了。我总期待他会不会给我发消息，周五会不会等我回去叫我去逛超市。哇，你们一直在一起逛超市，结果什么都没有等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了，好难受。哎，祝小卖部生意红红火火，能一直开下去，陪伴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这还走不出来了，姐妹儿，你就直接问他行不行？我会想你的，不行啊，你得问他你会想我吗？你看看咋回。然后你再问他是哪种想，说兄弟，你到底是兄弟还是姐妹？咱们现在也不在一个地儿了，咱俩也不一起逛超市了，你给我句明话，兄弟还是姐妹？你到底是谁？欢迎大家，打个呼，打个呼。哇，这个薏米，这个薏米水怎么回事？这个薏米水卖太好了。我觉得问一下吧啊，咱们既然有后续了，你就问一下吧，你也没啥尴尬的，你俩现在又不在一起了，你去分公司上班了嘛，对吧？问问他啊。哇，我们 U Smile 刚刚我们讲了半天的这个电动牙刷很大方啊，加赠3个人送冲牙器，所有买了我们这个电动牙刷的还有机会抽奖中冲牙器啊，感谢。薏米水很好喝，对，而我们这个薏米水是加个五指毛桃的，就有一股奶香的味儿。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好多了？
他就是快散了，已经好多了。我已经懒得给他上什么手段了，就这样吧。也不是外人，我今天还想了一会儿，我又想了一会儿，想想算了，就这样吧。我今天要是折了，你们肯定会说，哎，好那么快吗？怎么没了呢？然后我一会儿再喝点薏米水给它冲淡了，我全完了，得被你们笑话死。还有一封有后续的。牛板筋怎么了？今天牛板筋没了吗？今天牛板筋应该有吧？牛板筋怎么了？刚刚我看到有一个人在大喊牛板筋，有牛板筋吧？啥意思？今天牛板筋卖光了，板筋上一下啊！板筋在那个放在那个销冠里哈。还有20分钟发券。这个前情提要是这样的。有个姐们儿，这个很近啊，发生在上次直播吧。有个姐们儿说她在这个，我看是她吧，对，就是那个健身房暗恋一个帅哥，完了呢，回自己的住处发现帅哥就紧挨着她住，就住对面，然后能通过窗户看到帅哥那个光膀子洗碗，记得吧？他推开窗户还说我在这边会看到你，你要不要把衣服穿上？有印象吧？然后我给他出主意，我说你在这个，他说他也马上要离开这个城市了，这姐们儿说怎么跟这个帅哥表白？怎么的？我说咱就是你就是在你不是挨着吗？你在你这边的这个，哎，我咋说的？我说你先在健身房带点吃的，带点牛脆的，带点超干条啊，带点这个蛋白棒，他不健身嘛，不光光健身嘛，你给他带点蛋白棒，然后先把微信加上。然后呢，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办公，他是工作室窗户上贴上过生日啊什么的，弄个小 party， 他不是在对面就能看着吗？然后你给他发个微信，你说我们今天什么什么同事过生日，要不要一起来玩？记得吧？我出个这么个主意，我看看他怎么的。他有个前情，他又来信了。但我用你的建议方法追求健身房帅哥后，我成功当上了小丑。上次投稿问你如何追他，你说首先至少要联系方式，并建议我在窗户上做文章。对呀，我画了一张卡通涂鸦，并配文嗨贴在了窗边，等了2日没有回应，也没看见他。你完全执行了我的 brief 了吗？我的 brief 下的不清晰吗？姐妹儿，你这不能怪我 brief 下的很清晰啊！你看你自己都说了。上次投稿问你如何追他，你说首先至少要联系方式，然后再在窗户上做文章。你可倒好，这 brief 下的这么清晰，你一执行就给我干成了。我画了一张卡通涂鸦，并配文嗨贴在窗边，等了2日没有回应，那怪谁？怪我 brief 下的不好。先要联系方式，你嗨什么呢？你跟谁嗨呢？嗨，你还嗨。还变成个小丑，那肯定呀！你就说说这个职场，你就说这个上班头晕不头晕？上班，我这 brief 我不是说下的清不清晰，他自己都复述了一遍，他自己都复述一遍，完了他执行的时候就给变成这样，真的很头晕。为啥不爱上班呢？就一个人开个小卖部真挺好。你说说这头晕不头晕？哎。后面还有这么长，后面肯定小丑呀！看看后面是怎么丑的。我今天突然壮起个胆子，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我又画了一张卡通涂鸦，并写了联系方式，飞进了他的窗户啊！折成纸飞机飞进了他的窗户，折成纸飞机飞进了他的窗户。你给我搁这演电影呢是吧？你是太猛了吧！他意思把联系方式又画成涂鸦，然后弄了个纸飞机丢人窗户里去了。你们离得有这么近吗？就在我不安的期待中，我在凌晨收到了一条好友请求，
粉红色的小熊小兔情侣头像，配文他有对象勿扰。活该。真不能怪我啊，这就是 brief 理解不清晰的下场，瞎执行乱执行，活该啊！先要联系方式根本不会这么尴尬啊，先要联系方式不会到这一步，你要联系方式那会儿不就知道人家有女朋友了吗？你看这会儿多尴尬，还是女朋友回的，他有对象勿扰。多尴尬呀！哎呀。你出个教程吧，你这纸飞机咋叠的？我叠纸飞机我都每次都没法那么这么精确吗？有点厉害了啊，这有点佩服你了。这纸飞机这是个技术啊。是的小黄花，出生那年就飘着。这首歌里有纸飞机吗？当当的荡秋千，记忆一曲一直蔓延，一首首诗歌。这首歌里有没有纸飞机？为啥我想起了这首歌？这首歌里有没有纸飞机？有纸飞机的是哪首歌？没有吗？有一个有纸飞机啊。就是这首吧，那是咋着？故事的纸飞机，走出那年就飘着，不对呀、年的纸飞机，随记忆一起一直不对呀、押不上韵啊，这平仄都不合啊。放一下，放不起啊，没有这么贵的东西啊。放一下，我这小卖部今年都白干了，赔不起啊！唱一唱无所谓了。没完呢，他这封信，这后面还那什么呢？我今年25，他还要介绍一下自己，上次意思都没介绍清楚自己是干啥的。我今年25，是个创业公司的小老板。我犹豫片刻，通过了这个女孩，女孩立刻给我发信息说：“你好，不好意思，她有对象了。”人家没生气，还是很有礼貌的，并配上了我最正的照片，我的纸飞机。我再一看这女孩的朋友圈，她讲话的方式、拍照的方式，我突然意识到，他俩可能才刚刚成年。就是这俩孩子年龄加起来可能没有我鞋码大。我没有回复女孩，但主要是想和你反馈一下。我朋友说，这建议确实可以，搞脱口秀的建议确实可以，搞出了一些喜剧效果，搞出了一些喜剧效果。不搞脱口秀了，不搞脱口秀了，也有喜剧效果了。我们小卖部也有喜剧效果。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在这个故事里，男主角起到了一个健身教练的作用。因为前阵子为了见他，我1周7练，现在我的身材已经达到了人生巅峰。他还给我附了2张照片，给我看那个纸飞机的。他是有点绘画功底的，我给你们看一眼。他还给我看了一点。这画成这样也好意思往窗户上贴吗？画成这样，姐们儿，我是你这个画工这样，咱就别往窗户上贴了呗。我寻你画多好呢，你还给我搁这，你这画的跟我也差不多呀，就这还往窗户上贴呢。还有10分钟发券啊，还有10分钟发券，行，挺可爱。这个没事儿，他有对象吧。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好，3位幸运观众已经收到了加赠的冲牙器。今天大家呢可以接着买我们这个 USmile 的电动牙刷，看看客户后面还会不会给安排点奖品，一个粉色，一个蓝色。这个就上次不就有人问嘛，说不知道给男朋友送点啥，给男生送的你就送点这个实用的、吃的、喝的，要不就送个这个电动牙刷，你要不就送个这个凉感的小薄被儿。哦，我们今天这个凉感的这个小薄被儿、小薄垫呢，它又出了一个东西，凉感的枕套，这刚才没讲，这个枕套也是凉的。这个男生啊，这个男的脑袋都热啊，容易出汗。整个这个枕套凉一凉，头能不长那么多痘。陈皮水不甜啊，陈皮水不甜。我们的这3个东西我觉得都不咋甜，可能这3个里头就桂圆水比较甜，陈皮水和薏米水我喝着是完全不甜，可能桂圆水有一点点甜吧。哎，我这水是不是喝的有点多啊？慢点。我们那个枕套嘛，就是我天哪，这个薏米水卖的好好，这个薏米水咋回事啊？我的妈！枕套嘛，就是男的就是容易出油热。我为啥老剃秃头呢？我头发稍微长一点就容易有那个毛囊炎，我就剃了就干净一点，就不会那么老痒，老起那个红的那种。它毛囊炎就会起一个红的包，然后特别疼。我就这样吧，舒服一点，清凉一点，干净一点。可以买一个这个枕套啊，凉感的，也来自他们家 Smiley 他们家，就是我后面这个小薄被儿，上面那个小薄垫儿都是一家的。今天这个小薄被儿又给了50条，50条比较便宜的版本，凉感被儿 ，Smiley World 微笑的世界，还有8分钟发券。甘草山楂会不会甜？齁甜啊！你甘草山楂不对，我们这是蜂蜜山楂，这还行啊，这个是甜啊。你说甘草是不是说这个呀？是说我们这山楂桶是吗？我们这山楂桶也没有甘草山楂呀，你从哪儿看着的？哦，它是甘草蜂蜜山楂，嗨，甜啊，老甜了，这个不敢多吃，好吃。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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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这个有后续的念光了，咱们看看今天的七夕投稿有啥。投稿。多年前的七夕，我一个人下班回家，出地铁口遇见一个长得很帅的小哥哥，他手里拿着一朵玫瑰花向我走来。他一边走，我一边想是不是认错人了。环顾四周，没错，他就是在看我，面带微笑，慢慢走来，心想不会要有人对我搭讪了吧？正想着，小哥哥也正好走到我面前，礼貌地送出了他的花，并说你好。他说：“这么漂亮的鞋，小姐姐买束漂亮的玫瑰花吧。”哼，他竟然是卖花的，搞笑女的一天。这没啥，这怎么了呢？这不挺好的吗？你看你这么多年还记得，美好的回忆啊，美好的回忆啊。但是我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长这么大，我没见过卖花的帅哥。我街上卖花的不是小姑娘就是老奶奶。就是特小的小女孩和特老的老奶奶，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小帅哥。你们见过帅哥卖花吗？我跟
这个上海的朋友们，巨富场一带有一个卖花的大姐，她现在看到我都不卖给我。我在上海，我在巨富场喝了，少说10年吧，我在巨富场喝了这么多年，她已经就是她都不好意思再卖给我了。她看到我就是哎，你又在喝，我说哎又在卖花，然后就加油，他已经不好意思了。他每次看到我就你又在喝，他已经帅哥都不想叫了。又是你啊！我说对，又是你啊！那大姐每次就是帅哥给美女买个花吧，大家都知道吧？就拿一包，他们的套路是这样的，帅哥给美女买个花吧。然后你说不用不买，说你们这给美女送一束吧，这么好，说我俩是朋友，不送，说那我送美女一束吧，拿着不收钱，知道吧？见过吧？都这套路，说拿着不收钱，然后那女孩也说不用那个大姐我们不用，你拿着送给你，今天七夕节送给你啊，送给你，你拿着不收钱，见过这套路吧？最后就只能给他点钱。我经常喝多了，我已经发生好几次，我经常喝多了就把他我说你今天还剩多少，他就都给我，然后我就都买了，然后就在酒吧就随便就在那就一丢。后来他见到我，他再也不好意思了，又是你，我说又是你。那玩意儿喝多了，你根本控制不住，人家一劝你，你也确实觉得大半夜挺不容易的。有时候现在没有小朋友了，早几年在上海还有小女孩，那你看着更可怜，那你更受不了。还有2分钟发券哦，我们这个，哎呀，我今天没有把这个我的空气炸锅拿过来，这怎么办？这空气炸锅因为我确实一直在用这个空气炸锅，它在厨房，我就没拿过来。我把它的内胆拿过来给大家看看吧。它也不叫内胆，它的仓，咱们放一罐锅巴镇场，我去拿一下。就不展示完全体了哈。优点就是可以这样看到食物在加热的过程啊。这个空气炸锅还是很好用的，我确实一直在用，我就不给你们那个嗷嗷展示了。好吧，这个不用会做饭，这个就是它的使用率，就是你只要能摁按钮就能用，能插电就能用，你不用会做饭啊。还有1分钟发券，还有1分钟发券，还有1分钟发券，咱们发券接着读信。欢迎各位发券喽！
抢到了吗？我就准备接着读信了，朋友们。我天哪！哦，我说怎么人突然多了？因为我本来预告的是8点，是吧？啊，怎么突然人一下这么多？其实已经播1个小时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其实已经播1个小时了哈。没想到吧？没想到吧？这还好吧？开始。我的这个悲伤的先不念了，咱们念点开心的。想追一个又帅又高，但是又矮又懒又直的健身教练。啥又高又帅又高又矮又懒又直的健身教练？蛋总，我最近沉迷健身，沉迷于看我的教练，朋友都劝我清醒，教练只为了卖课，但他是真的一点都不卖课，也不出卖自己那蓝色资本，全靠他的专业和笑起来贼好看的脸让我花了钱。我也时刻提醒自己清醒，可是每次上课看到他真的好开心，健身都有动力了。但我变得不满足于此，我想直接拥有它。毕竟很多个下课的夜晚，送我走去地铁站，并笑着跟我挥手告别的氛围实在是太让我心动。但是帅哥油盐不进，撩不动，且极其宅，课太多太累了，以至于每周1天的休息日说只想在家躺着。好不容易约他出来吃饭，他却说多带一个学员一起吃吧。他说连100万女网红约他都懒得出来。抱着这样的怀疑，我依旧没有放弃。每天上课他说他怀疑这个男孩的那个值不值。每天上课都盯着他的脸看，他应该有看出我的好感，但是假装不知道吧？还是真的不知道呀？我应该怎么做呢？你还要怎么做？没戏啊！你还要怎么做？没什么可做的了，你已经没什么可做的，能做的不多。买点蛋白棒吧，你看买点蛋白棒有用吗？跟他多点话题。反正出来吃饭也带学员，你买点蛋白棒，俩人一起在那个健身房啃点蛋白棒，不也挺好吗？
是不是？怀疑你是添油加醋，这他能这么聊天吗？这么聊天的太讨人厌了吧？连百万女网红约他都懒得出来。他要真是这么聊天，不是你添油加醋的话，如果是这个男的真的就这么说话的，他说，哎，连百万女网红约我都懒得出来，那你就更不要理他了，太吓人了。但我怀疑是你自己说了。但又是一年七夕到，我是一个老阿姨，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七夕故事。和男友是同事，互联网公司技术部，我35，他小我5岁，交往半年，正好赶上七夕，也正是我们热恋期。我想了好多天送他什么礼物，最终选了2种，香水和刻录一首歌。刻录一首歌，这个歌呢有一个小传，算是我爱的表达曲。我小时候爱看超级女声，这是周笔畅唱的陶喆的《就是爱你》。这咋唱？不会唱，就我Google广告了。从那时开始，我就很喜欢这个歌。我要是但凡知道唱咋唱，我肯定唱，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我确实不知道咋唱。每次听都有自己对爱情的向往和感觉，非常的憧憬，就一直放在心里。如果有意中人，就一定送给他。这次我有很强的感觉，我买了光驱，找个音源，买了可刻录的 CD 盘，买了包装。好狠啊！这听起来像一个16岁的男孩女孩会干的事儿啊，挺猛啊！买个光驱，买个可刻录的 CD，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感觉好奇妙，一步步完成，好像我向往的爱情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七夕那天，我把香水和 CD 都送给了他，他很惊喜。我在 CD 上也给他写了情话，他说他既感动又激动，一天都没有好好工作。他也给我准备了2个礼物，马勺的音响，说你爱听重型音乐，这个好。就是爱你是重型音乐吗？我这好奇了呀，就是爱你是重型音乐，陶喆还唱过重型音乐啊？就是爱你的歌词是啥样的？给我看看。就是爱你是重，我不相信啊！这不可能是重型音乐啊！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绿洲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哦，在一起，时间继续流逝，请记得我有多么爱你。哦，就是爱你，爱着你不离不弃。这不可能是重型音乐。我们十分可的这个，给你们展示一下。我们十分可十分可现在开始送，每小时下单十分可都会抽5个人送1包板栗烧。我推荐大家买这个，这个是卖的特别好的十分可的小土块，其实是布朗尼蛋糕条啊，像小土块一样。这个吃下去呢，就在嘴里一咬碎开，蔓延开、弥漫开、融化开，特别好吃，还没那么甜。买这个呢是每小时下单抽5个人送1包板栗烧，十分可的福利。后面是被子嘛？对呀，2杆被儿，小薄被儿啊，小薄被儿，上面是2杆垫儿，小薄垫儿啊，小薄被儿。先把这故事读完啊。他说，
没事儿，反正你仔细看看，那个没啥问题就行啊，没啥问题就行，仔细看看吧。谢谢。然后还送了喜欢的手办，还写了情话字条。那天是工作日，我们就互送了礼物，没有聚会吃饭，下班各回各家，感觉平平淡淡，实则内心汹涌。我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脑子又过了一遍，啥意思？这不是啥意思？依然觉得温馨感动。事情已经过了3年，可能以后都不会有这种认真的谈恋爱的仪式感了吧？哦，就是3年前的七夕啊，挺温暖的呀。就是3年前的七夕，给我投稿的这个女生，跟这个男生互送了礼物，她送了男生自己刻的 CD 和香水，男生给她送了一个音响，听重型音乐的音响。完了，俩人已经在一起3年了。他的落点是，可能以后都不会有这种认真谈恋爱的仪式感了吧？别这样啊，会有的。你再给他录一个不就有了吗？你再给他录个重型音乐的，你也不能是光听这个就是爱你啊。你整点那个死亡的，整点那个整点那个，你给他录点，你给他录点，你俩拿 CD 就拿你那个马勺音响一起听，肯定很浪漫，很浪漫的，太浪漫了，想想都浪漫。哎呀，哎呀，这个摇滚乐不能老唱啊。布朗尼是脆的，布朗尼蛋糕条是脆的，我一咬一个就知道咋回事了。它像小土卡卡块似的，它一咬呢就在你嘴里就塌方了，就碎开了，是一个颗粒感。你正在疑惑这个颗粒感是什么东西，它一接触到你嘴里的这个液体，它就融化开了，脆的，就是很像小土块。很好吃，很好吃。然后它就融化了，它不会有那种特别什么噎呀，特别难咽，它就化开了。它最后是融化的，变成一个液体咽下去了，非常好吃。然后我们一直有抽奖10分可的，我们还有10分可的那个道具，是我把它当道具啊，它本身不是道具。今天给展示一个这个道具吧，也是来自10分可，豆乳味蛋白夹心卷，很好吃，就是很适合当我们小卖部的道具。这吃的，这不是那个啥，看它里头是这样的，夹心的。欢迎各位啊！无醇起泡酒没有啊？我们都是有醇。无醇起泡酒就无酒精是吗？我们有酒精啊。我们呢是老朋友回归啊，这个送毯子的老朋友雷司令，老朋友带来了他的新朋友起泡酒，现在还有前400单哦，现在还剩350单了。前350单送那个香薰蜡烛，香薰蜡烛长这样，起泡酒也是甜的，虽然只有7度，但你喝的时候悠着点，贼上头，千万要冰着喝。这是个香薰蜡烛，千万要冰着喝，好喝，但是上头，因为它有气儿。好喝，就小甜水，你喝着是完全感觉不到像酒。说，哎，怎么那么好喝？差不多2、3杯吧，酒。哎，怎么回事？我怎么晕了？我怎么这么开心？怎么回事？这个就是起泡酒，起泡酒就这样。所以呢，它这一瓶750毫升，它开了呢又很难塞回去。你家里要没有那个塞子，你很难塞回去。你最好开的时候，你别一个人开，最好是2个人，是吧？最好是有至少2个人吧。你一个人喝一瓶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反正我一个人喝一瓶这个都有点费劲，喝一瓶这个就贼晕。我平生最怕的酒就这个，当然是很好喝，很开心，但是呢，就这玩意儿就是走得太快，走得太突然。摇一摇再开，别听他们的，不要摇一摇再开啊！那个是开赛车的，你要是不开赛车，你就不要摇一摇再开啊！
别听他们的，摇一摇再开那些是车手啊，他们摇一摇开车那都是拿个奖，他们才摇一摇再开，你可千万不能摇啊，这个不能摇了再开啊，这个就是一定要把它放的稳的再开啊，千万不要摇啊，太坏了！底下有人说摇一摇再开，不是摇一摇啊，这个不能摇啊，这个肯定不能摇啊，这个你拿回家从冰箱给拿出来都是就是放了一段时间拿出来冰着，然后打开。拧开这个砰一声啊，开盖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开盖的时候开这种起泡酒这种盖呢，它是个木塞子，它本身是有弹力的，你开的时候它自己有往外推的力，所以你开的时候呢，算了，我给你讲太细，你回去小红书也有教程啊，就是说怎么开香槟，怎么开起泡酒，压着点它，往上拧的时候一只手压着点，怎么都行，好几种方法，反正压着点，不然就嘣就乱飞啊，容易弹着人，危险啊！好喝是非常好喝，不能摇啊，不能摇，太坏了啊，不能摇啊！肯定不能摇啊，它是个木塞儿，它是个木塞儿，拔就行了，一拔就开了。欢迎大家接着读信啊！刚这个姐妹是一个幸福的故事，就是3年前。她跟她男朋友七夕节互相表白在一起了，她现在就说，可能以后都不会有这种认真谈恋爱的仪式感了。仪式感这东西，你给他整不就有仪式感了吗？你给他录一张这个重型音乐的 CD 啊，用你的那个嗓子唱一个，啊，都行啊，浪漫起来不难的哈。第一次见他是17岁，开头就是让人头晕，好长啊，害怕了。第一次见他是17岁，他在台上的聚光灯里弹吉他，我在台下看他，从未想过4年之后我有缘认识了他的同学，于是不动声色让他的同学组了一个局吃火锅，我特地穿了短裙，抹了口红。吃火锅可以抹口红吗？朋友，不太清楚。我时不时暗送秋波。之后我说好想打游戏啊，有没有推荐呀？他说来我家玩双人成行吧，可谓是两人各自心怀鬼胎。玩过双人成行吗？知道这游戏吗？老难了，双人成行这游戏是挺各怀鬼胎的，但这贼难。双人成行那个游戏我是跟我弟打通的，我弟带我那个手笨的，双人成行挺好玩的。双人成行我是跟我2个弟弟一起玩的，哥俩轮流带着我玩，才艰难打过的，贼难，那个操作特别难。欢迎大家哈。后来我们还玩 VR， 他帮我划定安全区域之后，手柄和眼镜给我，但我却因为身高问题够不着上面的道具，急得直跺脚。哎呦，这么有画面感吗？2个人在家玩 VR， 完了戴个 VR 眼镜在那急得直跺脚，这么有画面感吗？他站在我身后，握着我的手控制手柄，贴得太近，我身体发烫。那你跺他脚呀？你不急得直跺脚吗？你往后一跺，不就跺着他脚了吗？他从身后这不是抱着你的手吗？玩桌游。到了私聊环节，我故作镇定的先找别人私聊完之后，在混乱中找到他，小心翼翼的扯他的袖口，说我想跟你聊，然后故意凑近他的耳边讲话。他教我滑雪时，我故意朝他怀里摔。你这给我整上，这封信写的跟这个拍上电影啊，蒙太奇啊，已经换了4个场景了，朋友们，这姐们写作功底可以啊，换了4个场景，一开始是玩游戏。玩 VR， 玩桌游，又去滑雪，这是4个场景啊！这是蒙太奇，不是说一天发生的。他省略了中间那些然后叙事转场，就直接是蒙太奇。大家能想象到那种恋爱电影吧？就是2个人放着浪漫的音乐，哒哒哒，2个人一开始手柄哈哈哈哈哈，互相哈哈哈哈，一开始还比较害羞，然后后来带着 VR， 然后呢，直跺脚，后面然后他回头身体发烫。然后玩桌游，趴在他耳朵边说话。后来又突然一切，从一个白色的墙到个白色的雪山，
哇滑雪，然后跌到他的怀里，大概是一个电影效果啊，然后一直在那笑啊，扫眉大概眼的笑，配着音乐啊，就那种，你能想象吧？就是个电影那种感觉。他教我滑雪的时候，我故意朝他怀里摔，他抱了我。同时，这段时间我们高频聊天，他开朗成熟又照顾我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敏感的心。他向我袒露他的脆弱、遭遇的挫折、面临毕业的伤感。整这么半天，伤感是面临毕业的伤感。成熟又照顾我的外表下，没有啊，面临毕业的伤感的人不会有成熟的外表啊。看错了啊！面临毕业的伤感，怎么会有成熟的外表呢？不可能啊，装的啊！对我来说，眼泪是男人最好的医美。完了啊，喜欢男人哭的完了啊。危啊，危险的危先送给你。喜欢看男人流眼泪的危啊。可是他不跟我表白，我感觉不妙。于是，在下次去他家打游戏的时候，开了一挂在线算桃花。在线算桃花，卦象说是身边的人，我定定的看着他，轻笑着说：“现在我身边只有你啊！”又给我使用蒙太奇的手法了啊！他是下次去他家打游戏的时候，是吧？直接算桃花，卦象说身边的人，他直接就定定的看着他。现在我的身边只有你啊！哈哈，他的脸唰一下子红了，眨眼间就从蛋总一样的白皙长成了关公。我白皙吗？别以为突然给我这里头突然写着小作文给我整上这个拍马屁，你以为我就不吃这套啊？白吗？真的很白吗？不吃这套啊，少整这套啊。待个半晌，哎，这词儿用的，待个半晌，这前面提到了关二爷，后面就得用这个半文半白了是吗？待个半晌，说什么快毕业了，我们不谈异地，云云。还有7分钟发券哈。我藏起眼底的失落，看起来我要牡丹到大学毕业了，气氛有一些微妙。许久的沉默后，他问我：“你还好吗？”我说：“还好。”他摸摸我的头，说：“可以抱抱我。”我乖顺地钻进他的怀里。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故事真实性了。乖顺地钻进他的怀里。乖顺这个词儿不像谈过恋爱的女生能用得出来的啊。乖顺钻进他的怀里，没想到等来了他的一句：“我也喜欢你啊。”喝点薏米水分析分析啊。呀，是什么倒了？是什么？是纯爱战士应声倒地吗？不是，是我的电动牙刷应声倒地了。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电动牙刷，非常好用。于是我们抱了一夜，没有撒手，聊了一夜，没有合眼。他说：“其实第一次见面就对你印象挺好。”那天你凑到我耳边说话，我脑袋都快炸了。但我真的很害怕异地恋，可是你真的好可爱。反正我们真的在一起了。结果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我出趟远门，他要送我去高铁站，我本能的无措。这真的需要吗？我一直是一个人呢，吃螃蟹我分好的一人一半，他剥出来的肉全都喂给我，受宠若惊，但也觉得很幸福。有时我觉得他内核不稳定，但不妨碍我对他的仰慕和怜爱。仰慕和怜爱怎么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呢？仰慕和怜爱，就像他成熟又爱哭一样，是吗？仰慕又怜爱，这家伙碰着枭雄啊，仰慕又怜爱，能用到同一个人身上吗？这纯枭雄啊，这不是关公，这是曹操啊。成熟又爱哭，成熟又爱哭还不是曹操，刘备啊，爱上刘备了啊。爱上刘备会这样的啊，成熟又爱哭，对他仰慕又怜爱。对呀，诸葛亮爱上刘备以后就是这种反应啊，又觉得哇，这好成熟啊，主公又喜欢哭，对主公又仰慕又怜爱，大概是这种感觉啊。
我们三观契合，灵魂同频，他喜欢我，我喜欢他，喜欢他光芒万丈，喜欢他黯然神伤。刘备啊，妥妥刘备啊，说的是《三国演义》的刘备啊，不是历史人物刘备啊，就是《三国演义》给那个刘备。喜欢他光芒万丈，喜欢他黯然神伤，喜欢他完美主义下潜藏的空心破碎和眼泪，纯刘备啊，纯刘备。可还是分手了。去年七夕，他对我说七夕快乐，可研究生的新生活让他无心分配时间给我，最终向我提了分手，并一直不愿复合。我走不出来，决定七夕给他转账520，后续可能写信告知。这姐们纯给我搞文学创作骗礼物的啊！我算看出来了，纯是来骗礼物的。这文学创作的味道太浓了，还给我留个扣子，还后续可能写信告知，下回分解。纯来骗礼物的啊！没事，看你打字打这么认真，送他一份这个布朗尼蛋糕条吧。后续的信稍微文笔提升一下，文笔稍微提升一点，送他一份这个蛋糕条吧，人家也不容易，写都写了。看他这个文笔，感觉这姐妹也没谈过恋爱，好好吃点蛋糕条，赶紧好好谈个恋爱去啊！希望下回文笔提升，然后写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读信是会时不时发礼物的，还有3分钟发券，然后朋友们想写信就可以投稿给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我们还有3分钟发券了哈。投稿想到浪漫的故事，竟然想的都不是对方，而是觉得我自己好浪漫啊！这一般是真的，看开头就感觉是真的。分享一件事吧，2022年冬奥会我在做志愿者。当时都是闭环管理，志愿者们都关在一个酒店，集中吃饭、睡觉、活动。为了丰富我们的志愿之余的生活，学校组织晚饭过后大家一起跳广场舞，一般都是有几个跳舞好的在前面领跳，后面一大堆志愿者跟着跳。本人作为一个四肢不协调的 I 人，在后面都跟跳都不好意思，但是鬼使神差，就是那一阵正好我男朋友生日，我就提早报名说我要领跳，然后我自己在房间每天苦练3个小时，海底捞版本的生日快乐舞都给我跳崩溃了。说实话，领舞的时候我自己好像没有跳明白，当时我还专门找朋友录个像，甚至还用腾讯会议做个直播。我提前叫我男朋友进入直播间观看，但是没有告诉他。他后来跟我说，看到跳生日快乐歌的时候都懵了，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我当时也很感动，能带着100来号人给他祝寿，给他祝寿谈不到，祝寿，给他过生日，是吧？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是那个吧？这一看就是真的，这很真啊，非常真。他何德何能有我这么好的女朋友？如今我们在一起已经快3年了，也是我最持久的一份恋情。回想起来不禁感慨，真正的爱情总是能让人变得勇敢。非常好啊，这个送一份我们的这个布朗尼蛋糕条啊，非常好，这个听着很幸福。还有1分钟发券啊，还有1分钟发券。今天是七夕专场，主要是爱情故事，当然一会儿也会读一些不是爱情故事。我们先读几个爱情故事。还有1分钟发券了，大家抢到券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卖的比较好的。我也没有想到这个电动牙刷，一般来说我们电子产品不会卖的这么好啊，这个卖的挺快的，可以搞一下。有蓝色和粉色，非常好用。这个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我用的是这个，非常好用，很简单。你们看我这个牙是吧？我是电动牙刷重度用户，很早以前就开始用电动牙刷了。我刚开始用电动牙刷的时候，电动牙刷还是个挺贵的东西，是个挺少见的东西。现在呢，电动牙刷已经变得很便宜，很好用，而且我真的觉得不比当年那些贵的怎么样，这真的好用，推荐给大家。然后今天还有这个薏米水卖的非常好。欢迎你们来我们小卖部呢，想投稿可以投给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投稿给下面这个人就行了啊。
薏米水不给内蒙卖，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好多东西就是新疆、内蒙都不行，不好意思啊，这个不是说这个商家怎么回事，我就内蒙人，这个其实我都从小我都习惯了，就是物流公司它有些顺丰嘛，它不发，它不给保价，尤其是这种东西呢，这运输过程中万一出点什么问题，就是他觉得他不能赔偿，所以就是这样啊，抱歉啊，抱歉啊，我也能理解你的难受。锅巴非常好吃啊，爆款啊！第一次来小卖部不知道买啥，就直接买牛脆脆，牛肉干的你就买牛脆脆，不会出错，几乎零差评的产品。这个西梅回归了，一直有人问西梅，西梅回来了。牛脆脆呢，就是大片的牛肉，风干烤干。怕买错了就买这个就行。已经试过牛脆脆的，你可以试一下超干条。这个是你只要牙口好的话，这是我们内蒙人从小吃的风干牛肉，4斤出1斤。这个就不用担心，它是脆的，非常好咬。马上啊，这个发券前后允许我稍微讲那么几分钟品，把东西卖一卖，我马上就开始读信，因为很多朋友抢到券不知道买啥。新来的朋友抢到券呢，不知道买啥呢，你就点开那个销冠看一看，都是我们卖的很好的。老朋友嘛，就点开那个新品看一看。好吧，今天新品没有很多，随便看看。上2次播的新品也在里面吧，卖的比较好的。非常好吃。牛脆脆完全不费牙，它是脆的啊，浓浓的牛肉香味儿，呼伦贝尔的草饲牛肉，你天天吃牛肉可能都忘了牛肉的香味儿，看脆的啊。放一会儿，别一次吃完，一会儿再演示一下。还有就是这锅巴，爆款，非常好吃。之前呢，大家一直问送毯子的雷司令呢，回来了，送毯子的雷司令，还有送毯子的雷司令，这次是送蜡烛的起泡酒，这个起泡酒送蜡烛，蜡烛香薰，前400单有，现在应该还剩300单，前400单有，现在还有300单，前300单有这个蜡烛香薰。这起泡酒嘛，回去就冰一下喝，非常好喝，就是小甜水，但是有劲儿啊，7度，但是有劲儿，因为有气儿。千万不要摇，在冰箱里放一段时间，拿出来再喝。开盖的时候小心。3岁半孩子能吃牛脆脆吗？他只要咬得动就行啊。我的好朋友都给我反映，他们家小朋友都巨爱这玩意儿，小孩特别喜欢这个。但你看他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看他牙口好就没问题。Fit 8的芝士味蛋白棒。芝士味蛋白棒特别好吃，对，特别好吃。黑芝麻可丽饼是啥？终于有人问了，感谢你，我都要怀疑你是托了。难道我已经雇个托，我自己不知道吗？感谢你啊，感谢你 Q 到了这个产品。里头好几盒啊，独立的，也是来自10分可，是这样的，你看一眼就知道了。怎么样？黑芝麻的，薄脆壳，喜欢吃黑芝麻你就整这个吧，好吃，零蔗糖添加。哎呀，
这个道具有点多，往这儿摆摆。马上开始读谢啊！稍微我讲品。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买啥就买牛脆脆奶脆片，奶脆片长这样，20来包差不多，就小时候偷吃奶粉那个感觉。还有锅巴，我读信了啊！但我必须讲一下我的七夕故事，可以，同意。那是去年的七夕，至今我不敢回想，被人提起我都感觉很丢脸。去年七夕有2位男嘉宾，我们简单的称呼 A 和 B 吧。A 是我喜欢的 ，B 是喜欢我的。你这个形容非常的简洁、清晰、明了。先说 A 吧，在七夕的前一周说好和 A 去看海，看了天气预报，刚好七夕那天不下雨，可以看日出，就约了。我和 A 绝口不提那天是七夕。就在七夕前一天，我没忍住，就问了 A 会不会给我买花。我收到了这样的回答，他说我们不是去看海吗？我说可是明天是七夕呀。他也没有给我一个回复。A 是喜欢我的 ，B 是我喜欢，这是喜欢你的。那个你喜欢的得啥样啊？这喜欢你的都这样了，你怎么定义的呀？这喜欢你的都这么猛啊？好的，不欢而散，哭了一夜。气呼呼的，刚好 B 来问我要不要七夕一起吃饭，我就答应了。精彩开始了。七夕当天下午化了一个好看的妆，我就去跟 B 吃饭了。B 呢也很自觉的给我买了99朵玫瑰，这太自觉了吧？就是没想到 B 居然带我去了他家的小区门口吃了一个家常菜，我边吃边想，可惜了99朵玫瑰花了，小馆子拍照也不好看。吃饱以后 B 说让我跟他回家拿东西，我也没想就跟他去了。更精彩的来了，我一进门一地的小蜡烛、玫瑰花、气球，他居然要跟我求婚。我恋爱都没跟他谈，他要跟我求婚，我惊呆了。他拿出个戒指，单膝跪地，钻石的戒指，我手都不敢抬起来，强颜欢笑。我赶紧把他扶了起来。幸好家里只有我们2个人，但凡多1个人我都下不来台。可想而知，我肯定没有答应他，他心情就不太妙。我说现在还流行先婚后爱吗？这是霸道总裁要强娶吗？我一个大 G 人啥意思？实在接受不了计划外的事。现在求婚就是强迫我。 B 又说和他妈妈布置了一下午，我就又心软了。我虽然心软了，但是我也没有答应。我的理性战胜了我的感性，我溜回家了。后续通过别人了解 B 只是想结婚了，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婚对象，感谢那时理性的自己。真的假的？但你说到底要找一个我喜欢的还是喜欢我的呢？我至今不得解。你是这么个问题吗？你这拐不到这个问题啊！你这读起来感觉 A 是你喜欢的 ，B 是喜欢你的，你标反了哈！你对这个喜欢你和你喜欢可能理解跟咱们普通人不一样啊，不敢贸然回答你。2024年的七夕 ，A 和 B 都已经成为过去式 ，C 也没有登场。求求今年七夕让我过得平淡些、安稳些。岁数大了，经不起折腾。好的，可能你现在正在看直播吧？这多安稳呢！在家咔咔一看，小卖部一咔咔一读信，这不就剩安稳了吗？安安稳稳，今年七夕啊，咱们一起过，咱们8000人了，咱们8000人过，好吧？你的愿望实现了，非常安稳的一个七夕，肯定没有惊喜了，放心吧。想有也没有了。这会儿姐妹说啊，这真的连一点都没有了吗？没有了啊，没有了，今天就这样了。一会儿咱们播到差不多1、2点，安稳的睡去，贼安稳这个七夕。这个七夕要多安稳有多安稳啊，好吧？
是吧 ？C 没想到吧 ？C 是什么 ？C 是我们，哈哈 ，A 和 B 都没有 ，C 是我们小卖部。小卖部用英文怎么说？还真是 C。Corner shop 是吧？小卖部嘛，拐角的 shop，corner shop 小卖部啊，对不对？啥玩意儿 ？Convenience store 这么复杂吗？别给我整这个6级以上词汇啊！ Corner shop 能不能听懂？完事儿了。这 grocery 是什么玩意儿 ？grocery 看不懂啊。Convenience store 看不懂啊。知道你们英语好啊，别气我啊。Corner store 啊 ，corner store 可以 ，corner shop 都可以啊。少整这个复杂了啊。别给我整的超纲词汇啊。啊。但没有情人的姐妹们，七夕快乐啊！因为七夕节这天，31岁的我退婚了。认真读读。退婚也不太顺利，扯皮的很难看。不过我还是想请大家暂停一下手里的事儿，恭喜恭喜我，再也不用相亲了。不算特别抓马的烂俗剧情，相亲认识了一个同龄的男生。相处了大概4个月，由于家里的催婚和各种压力，中间没挺住，订婚了。但是这件事没人知道，本想着是订婚了，可以培养一下感情吧，结果依然无果。我对他也没有感情，他对我说是喜欢，其实我也感受不到，不知道是太内向还是把我屏蔽了。犹豫徘徊了很多次，甚至一度感到抑郁和绝望。终于临门一脚，我还是撤退了。然后我主动退回了彩礼跟订婚当天的红包。结果他跟他的家人持续输出，狮子大张口，例如要赔送我小礼物的钱，去家里拜访带的礼品的钱，订婚吃饭的钱，奇葩的来了，还得计算4个月以来我俩吃饭的钱，然后 A 给他。先不说我俩1个月也就吃过2、3次饭，且每顿饭都是几十块钱到100多块钱，我也回请过。就说他分手后的嘴脸，真是吓我一跳！原来相亲的本质就是不停的权衡利弊，然后最后不成就恶语相向。人生到此，还真没有过如此的经历，不知道应该说是丰富了经验，还是奇葩无处不在。由于不想纠缠，最后使用了钱来摆平，算是两清吧。挺糟心的，又暗自庆幸终于结束了。接下来重点就是好好工作了，挣钱比较重要。分享出来是想说，希望同龄的姐姐妹妹们，同龄的31岁啊，31岁同龄的姐姐妹妹们，先明确自己想要的，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要为了结婚而盲目行动。幸福有很多种，婚姻本质上就是赌，那就先有愿赌服输的心态，最后才有幸福的机会。婚姻本质上就是赌。婚姻本质上就是赌，那你这个退婚算啥？戒赌啊！我们恭喜这位姐妹戒赌成功啊！我们送一份这个黑芝麻吧，10分可的这个10分可啊！感觉你这个认为你的这个决定10分可以，送你一份10分可的这个黑芝麻吧。戒赌，恭喜你戒赌成功！黑芝麻杏仁可丽饼啊，恭喜你戒赌成功！戒赌了啊！婚姻本质就是赌。哎，你说这事儿闹的，欢迎大家啊！感谢大家关注，新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老朋友可以点开这个头像加入一下群聊。我们今天的新品有电动牙刷，非常好用，它不是一直亮啊，它是拿起来才亮。我放那放一会儿，知道啥意思？
还有这个卖的超级好的薏米水，这个薏米水我也没怎么看，一直在卖，哐哐卖的非常好。我也没想到这个电动牙刷卖的这么好，可能应该看我直播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有电动牙刷。哎，你看灭了吧，拿起来就会亮啊。这个确实是很提升生活质量。如果你已经有了，可以买一下这个电动牙刷送给你爸爸妈妈什么的。这个真的很提升生活质量，电动牙刷这个玩意儿，可能爸爸妈妈还没有，这个你们应该都有了。这真的很好用，这款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这个握感特别好，质感特别好，而且特别傻瓜，就爸爸妈妈也很好用，一摁就开了，3个档摁一下就换，特别简单，非常非常简单，就一个按钮，没有那么复杂，注意了吗？就这一个按钮，非常非常简单。还有啥新品？哦，这个巧克力，巧尼可，它是这个包装很可爱啊，这儿一撕就开了，密封的，然后都是单独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放在办公桌上啥的。94%的黑巧克力和6%的咖啡粉啊，2款，这款是95%的黑巧克力啊。这款呢就是鲜巧脆，它没有那个咖啡了。2款，很好吃。感谢大家关注，新品了解一下。新来的朋友可以点开这个叫销冠的分类看看，老朋友可以点开这个叫新品的分类看看。我们接着读信啊。婚姻的本质就是赌。行，戒赌挺好，恭喜戒赌。怎么写信？写信就给这个蛋蛋小卖部普通店员，你没看到这儿吗？投稿私信给他投就行了。蛋你好，希望我的投稿可以被看见。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和我男朋友一些细水长流的爱情。我瞅瞅怎么个事儿。我们在一起快8年了，因为工作一直没稳定下来，所以目前还没有结婚。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性格很不一样，每天都能吵架。他属于被自由放养型，我属于家庭关系粘性高型。头2年因为他的直男发言被我发在网上，导致我俩被网暴。我们在一起快8年了。头2年因为他的直男发言被我发在网上吐槽，导致我俩被网暴。后来我发现谈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他人的评价只能是一个参考。跟他在一起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晚上睡觉我做噩梦害怕的时候叫他，即使他在呼呼大睡也会拉住我的手抱着我。他带我探索新的运动新的兴趣，让我的生活越来越有趣。他就像我的捧哏，总能接住我的话。我在他害怕沮丧的时候安慰他，我们可以互相暴露自己阴暗的部分。对，你们就别跟网友暴露了，可以啊，被网暴了都。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我们在成长的路上肩并肩的探索着，互相取暖。几年前我在国外留学，后来他也申请了项目跟我同一个国家，我们经历了3年的异国，3年的异地，现在终于不分开了。很高兴他今年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也在为我的未来准备着。我的妈，你们在一起8年，他今年找到一份工作，那多年轻就在一起了。前段时间我看他的手机给我的备注前面加了2个数字，我好奇的问他，他也不告诉我，后来发现是我的无名指的尺寸。这是要进赌场了啊，准备进赌场了啊。无名指尺寸量了，这筹码已经买了是吧？筹码一买冲了就，这是一个要进赌场的啊。不出意外，我们明年应该就要结婚了。我们的故事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细水长流了好多年，从最开始的天天争吵，到每周吵一次，到每月吵一次。
8年啊！现在也吵架，但是很快就能解决。我发现我脾气越来越不好了，他总是吵完之后来哄我，跟我们才在一起的时候太不一样了。不过我也不能太恃宠而骄。说这么多，想说的是，每一对情侣都有属于自己的相处模式，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只要最终目的是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两个人过得开心，就是最好的相处模式吧。祝大家遇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七夕节快乐！恭喜啊，姐妹儿！我们小白部这边就一个建议啊，你们以后结婚啊什么的，别往公众平台发啊。你确实有这个容易遭网暴的体质，我能理解你在说啥，我也能感受到你的幸福，但是你这个语言一组织起来吧，容易招恨。你自己再回头读读你这封信，就你这个语言组织模式容易招恨。我没有说你的人咋样，我感觉你俩应该能挺幸福的，都吵吵闹闹8年，这不也在一起，也准备买戒指啥的。但你看你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就容易招恨啊！千万别跟别人分享你们甜蜜的故事，你就匿名跟我分享没关系的，你匿名跟我们小卖部分享，跟这个亲朋好友，可别再往公共平台发了，真的容易招恨。这主要是语言组织的问题啊！你俩的就恭喜啊，祝福啊！祝你们这个白头偕老。我真心的，我真心的，我这是给你个建议，就别往外发了。你们能理解我啥意思吗？你能理解我啥意思吗？不懂啊，不懂啊，不懂也挺好，不懂说明可能我心里阴暗了。没事，真的祝福，我真心的。这都吵成这样了，还在一起，就是应该是挺好的感情。祝福啊，真心祝福。给你们充个电啊。七夕科普，等人多点呗，等人多点，还有7分钟发券，我们再人多点，我人多点给大家讲一讲七夕的故事。蛋总好，我的白月光回国了，我凉透的小火苗它死灰复燃了，但我猜不透他的想法，请蛋总帮我分析分析，比较长，希望不要嫌弃，不嫌弃啊，我给你分析分析，真有点长，我的妈！我跟他是大学同学，但只有1年是同校区，1年里从认识到毕业应该有过暧昧，但我没在意，那就是没有啊。应该有暧昧，但没在意，那就是没有啊。我觉得他挺帅的，不会对我有兴趣。好了，你先上来，你已经那个什么了啊，给自己的可能性大打折扣啊。比如我抱怨大教室吵，他让我共用项目的工作间，被同学撞见后，我又跑回大教室。还有6分钟发券哈，几人聊天大笑，我们很容易对视，但我总转开。有次上课我独自坐第1排，他进门直接挨着我坐，手肘贴着手肘，谁也没有挪开。这是你暧昧的部分，我看你挺在意的呀。前面还应该有暧昧，但我没在意。这手肘贴着手肘，谁也没挪开，这小细节让你给记的，这还没在意？你在意得啥样呀？你是不是得把他当时手肘是37度5还是37度6都得测量一下才叫在意啊？这还不叫在意啊？还要多在意？当时掏出个温度计，说我要记录一下现在我们手肘贴在一起的温度是多少，这才叫在意吗？很在意啊，这已经很在意了啊！快毕业时，我俩拿着外卖在走廊碰上，就坐下来一起吃，感叹时间好快，都有点不舍毕业。有部当时很火的电影，我发朋友圈问谁没看，他回复，然后我俩就去看了。
哎，总感觉他对我是一般的好友，他跟班里其他女生关系都不错，有合作的课题，跟他们联系更频繁，也都在一起看过电影，也都在一起看过电影，这就有点奇怪了。还跟其他一个两个看过，我还能理解，也都一起看过电影，是不是电影院办年卡了用不完？这咋回事啊？也都一起看过电影。还有些小事有点暧昧，但是不多。毕业那天 KTV 我被问真心话，我察觉我真的喜欢他，但他赶飞机，他没去 KTV。毕业后他偶尔微信找我问问题，我也公事公办。有一次他发个搞笑视频，我回是不是复习英语太无聊了呀？忍不住要刷这些呀？他就再也没跟我分享过了。还有3分钟发券啊！还有3分钟发券。这姐们儿行，姐们儿会聊天。哎呀，看看啊。再后来他就去国外读书了，我以为他不会回来，就慢慢放下了。看朋友圈发现这几年他也谈过，但是分手了。我也试图谈过，家里介绍的，但是也分了，一别就是6、7年。哇，一别就是6、7年，那现在应该都是挺大的人了啊，当时还小朋友呢。他上个月回来了，他问我问题，邀请我做项目，还请我吃饭，我开心，但觉着他可能只是需要朋友做项目吧。他先落地北京待了几天再回家，那天我刚好离开北京。9月去新加坡读研就退房了，我有点胖，有点自卑，想以后减个肥再跟他见面，但经历了后悔，我有点转变，寻思下回见也不知道猴年马月，就鼓起勇气从外地赶回了北京跟他相聚。他回国只喊了我和女生 A、B、男生 C， 这个阵容就用不了只喊了啊，这个阵容就别用只喊了哈。这他回国只喊了我和女生 A、B、男生 C， 这是聚会啊，这不是只喊了。哎呀，姐妹，醒一醒啊，姐妹！你白月光，女生 A、B、男生 C，5个人打麻将还得有一个看着的，这还只喊了。我跟 A 和 B 关系都很好，也觉得他跟 A、B 关系都比我好。他以前跟 A、B 都有深度的课题合作，你们到底啥专业？这个课题合作这么重要吗？也有断断续续的联系。A 快结婚了 ，B 已经分手很久了。B 的前任 D 也是同学，他还一直在八卦 B 和 D 分手的原因。A 和 B 都知道我喜欢他，我又觉得时不时眼神交汇，我又感觉到总有一个人先转开。我忘记问他是否单身了，宴席散了，但我又上头了。还有1分钟发券。他本月下旬会去趟杭州，我也是本月下旬去杭州办事儿，邀请我的项目让他找 B 了，我远程参与。我们最终打算都是以后再回北京，检讨一下我长期牡丹恋商负不会主动，我们还有可能吗？我要冲吗？谢谢蛋总，发券了，9点钟发券。哎，咱们先抢抢券，你们也都想想这女孩该怎么办，你们帮我想想这姐们该怎么办呢，朋友们。发券了啊！抢到券的朋友可以买一下今天我们上的这个电动牙刷，非常好用，非常的喜欢，粉色蓝色2个。今天卖的很好的新品是这个薏米水，非常非常好。我看看啊，可能已经有1000瓶了。这薏米水我刚没注意，卖的也太好了，这薏米水太猛了。啊，850啊，850，还差150瓶。上次卖的非常好的是风干鸭架压缩骨那个罗纳胡子，
那个有朋友收到了吗？帮我说一下好不好吃？贼好吃，我觉得贼好吃。一袋是6到7个，长这样的，这玩意儿贼好吃。还没收到啊？收到，有人说好吃是吧？有人收到了。上次这个卖了2000多包。薏米水好喝，它是啥呢？它是4道工序，卤一下，去个腥，油炸一下，干香。哇，再卤，高汤卤煮之后，再烘干风干，非常香。有点卡了，卡了吗？是我有点卡。梅子酒买的话，记得加冰块啊。它这里头有蜂蜜和冰糖，你加冰块它会变得比较清爽，可以多喝一会儿。果干哪个好吃？你是不是看到这个橘子干了？这就很好吃啊！三关六码头的这个橘子干就很好吃。它选用的就是比较甜的那种橘子，所以它这个甜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橘子本身。橘子干我以前都不知道这玩意儿，我后来在三关六码头吃到的，很喜欢，真的很好吃。但是甜啊，这是偏甜的。完了，这个就不是偏甜那么简单了。这个蜂蜜山楂是齁甜啊，喜欢甜再买。这好吃是好吃的，因为它山楂嘛，还有点酸，好吃是好吃，但我不敢多吃，真甜。三关六码头的这个锅巴也是一直我们卖的非常好的，感谢大家关注。上面这个是黑芝麻牛板筋，怎么老有人说没有啊？大家那个我的同事能把牛板筋放在那个销冠那个分类里吗？可能好多朋友点进那个销冠看不到牛板筋啊，有牛板筋啊。恋爱脑已痊愈，这个也有，这短袖也有。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买啥就买这个牛脆脆脆片，这是我已经快吃完的版本，更大片，这完整的是这么大片，脆的，不用担心不好咬。抢到券的朋友帮我用一用啊。我们又有礼物了，买了这个巧尼克巧克力的朋友，加赠5粒装，每个小时抽5单，每个小时都加赠。你要买个这个，每个小时都加赠。还有我们10分可的这个布朗尼这个蛋糕条也是卖的非常好，可以了解一下，没有那么甜啊。我本人是我其实是比较怕甜，因为我长期的戒糖啊，因为酒喝太多，就是怕那个什么身体不行，所以我吃那个甜的，我对甜的感受比一般人，就是比你们天天又不是天天，比你们经常吃糖的人呢要强一些，所以这个我吃的是没那么甜，它就应该是没那么甜。你像这个，你们吃可能就是甜，但我吃就已经是齁甜了，就是我对甜可能是有点那什么了。小土块一咬碎开化开，感谢大家关注。我们再让我稍微讲一下今天的新品，我们马上就开始接着读故事。感谢大家，新来的朋友可以点关注。七夕快乐，朋友们！这个薏米水卖的也太好了。酒也有甜酒啊，我们之前一直卖的非常好的这个爆款回归了，雷司令，这就是甜酒，入门的白葡萄酒，不会出错的白葡萄酒，一个雷司令，一个长相思，喜欢喝甜的就买这个雷司令，它是不会出错的入门款，喜欢喝酸口的就买长相思，它是果酸味的，这就是一般你去酒吧那个门口那店酒说杯卖的店酒，一般就是长相思、雷司令都有，然后我们这个雷司令是为啥是爆款呢？买它送这个毯子，这毯子老演员了，这毯子在我们小卖部应该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买雷司令送这个毯子，
2瓶170多块钱，直接买2瓶比较合算，1瓶是100几。然后雷司令今天呢，你看我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毯，需要，哎，这都不需要，我看看那个需不需要。长相思、雷司令这个都不需要海马刀，都不需要9起的，这俩是拧开的，这个是那个就是嘣，一个木塞子拔开的，拔的时候小心点啊，千万别摇。刚刚有坏人说摇一摇再喝，你要是不开 F1 赛车呢，这玩意儿不要摇一摇再喝，这玩意儿是给它放冰箱给冰够了拿出来稳一稳再喝，你可别摇一摇再喝。起泡酒啊，嘣一下就开了，开的时候小心点。斜着对着外面，别对着灯啥的，对着外面，然后大拇指压着点这么拔。甜水啊，这也是甜口的，这也是甜口的，一定要冰着喝。它虽然只有7度，但是因为有气儿，微醺起来，微醺的特别快。这个小土块是真挺好吃，我是在克制自己。哎呀，应声倒地，谁应声倒地啊？是我的牙刷，电动牙刷。看看毯子，这个毯子已经出镜过好多次了，这是我们小卖部很早以前的爆款，它现在回归了。买那个雷司令就送，推荐买2瓶比较合算。薏米水我喝是完全不甜。它的配料表就是水、薏米和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就经常做菜，不是做那个汤，广东那边炖汤会放那玩意儿，有一股奶香味儿。1瓶也送，哪个微醺快，想要熏的快就这个。其实你看很多老外啊，就是有那些酒会，就是吃饭之前下午的时候就喝的就这玩意儿，起泡水或者香槟。香槟嘛，是因为它只有那个地方的才能叫香槟，其实都是一种东西，就起泡酒啊。这是意大利的香槟，只有人家那个地儿的才能叫，这就别的地儿就叫起泡酒。就下午酒会吃点小蛋糕，吃点什么萨拉米啥的，喝点这个就贼上头。然后正式再开餐再喝葡萄酒啥的。马上啊！我去拿一下牛板筋的样品。刚有朋友说我又忘了把牛板筋拿过来了，大家可以帮我卖一会儿我们这个锅巴镇场，我去拿一下我的牛板筋。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板筋呢，包装就比较朴素，哈尼牧场一贯风格。还有每一个单个的这种厚厚的，一口一个，老好吃了。这也是我们的超级爆款，它刚上市没几回，我播了也没几回，卖的非常好。一口一个的，塞不塞牙？肯定塞牙啊！没有板筋不塞牙的，保证塞牙，就是不知道你吃第几个的时候塞。很幸运，我吃这个没塞。我其实是先买的这个陈皮水，后来我买这个陈皮水，我才发现他们家还有这个薏米水，还有桂圆水，我就爱喝点陈皮水，都挺好喝。陈皮水什么味道？就是陈皮味儿，它里头也没啥别的。
那个因为这个桂圆水和薏米水还加点别的东西，它这个陈皮水就是个陈皮，还加了点那个青柑皮浓缩液，加点小苏打，加点水。还有我们的空气炸锅也推荐给大家哈。空气炸锅这个空气炸锅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演示我没法给你拿过来演示了，因为我一直在用。比如我热个牛胸口啊，热个肠啊，热个午餐肉都用这玩意儿，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这个容量就好了。还有一个可视窗，哎，可以监视食物，看食物，哎，你热到什么程度了？还有回声啊，我们这个空气炸锅有回声。空气炸锅有回声，对于它加热有什么帮助吗？啊，那是没有的，就是只是一个我不知道，我无聊吧，加粉丝团，你点开这个头像加那个加入群聊就可以了，你点那个头像加入群聊。陈皮水喝起来有点怪，对，这个看个人口味啊。我确实有身边的朋友是喝不了陈皮水的，我觉得是很好喝，这看个人口味，你们随意啊。你们对薏米水比较了解，你们就喝薏米水；对桂圆比较了解，喝桂圆水。我可能是口味有点怪，我喜欢那种就是我该咋说呢？我一个喝酒的人是吧？我就是还是喜欢那个味道有点那种，就是陈、老、木头，就有点喜欢那种味儿。我经常喝威士忌，我就比较爱喝这种味儿。你像这种小甜酒，我就是偶尔喝的现在。啊，当然甜酒嘛，这个雷司令我偶尔喝，但这个喝的还长一，就是这种气泡酒喝的长一点，因为经常那个晚餐开始前会喝一点这个。感谢大家，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老朋友呢点开这个头像加入群聊，你们可以点开我们的这个分类，新来的朋友点开销冠看一看，老朋友点开新品看一看，我接着读信，好吧，欢迎大家。起泡酒不需要开瓶器，它是那种木塞儿，就是你看 F1 赛车那个木塞儿的那个木塞儿，嘣一下，开的时候小心点，拿手这么压着开。你害怕的话，你小红书一搜，怎么开香槟，怎么开起泡酒都有教程，有视频演示。非常好开，其实就是你压着点，斜着点。我接着读信了，感谢大家。我们让它全自动运转一会儿。今天新品我也给大家都讲过了。咱们那个亲爱的老顾客朋友们，你看这个薏米水，我就说它得1000件吧，我这一点开它就1000件了。好的，薏米水呢，我们这个薏米水的客户发现我们卖的比较好，加赠2个杯子。买了薏米水的朋友，你可能会收到杯子啊。他要抽奖啊。刚刚这个问题我还没回答。刚刚就是一个女孩对一个白月光暗恋了很久，然后跟我们说了很多她的细节，对这个男孩就哎呀各种暧昧的细节。回国以后，她觉得这个男孩只约了她跟另外一个女生 A， 一个女生 B， 还有一个男生 C， 说只约了他们。完了，她现在问我们还有可能吧？我要冲吗？怎么冲？我觉得不是说恋伤或者什么，我觉得你面对他的时候有点太不自信了，有点太那个什么了。我怀疑这个男生是感受不到你喜不喜欢他的。你问我，我肯定是鼓励你冲，但是你怎么冲呢？然后这个女生刚才说，我觉得我自己有点胖，想减肥以后再怎么样。我不介意啊，我说我自己的观点啊，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见，咱们交流啊。我建议你就现在跟他说，你要真喜欢他，你就现在跟他说，这是你自信的开始，这是你自信的开始，你就现在跟他说，你哪怕被拒绝了，你都是自信的开始。你现在说啊，被白月光拒绝了，拒绝就拒绝呗，但是你就变得会自信一点。你为什么会变得自信一点？你就会发现跟喜欢的人表白没什么，能有什么？胖怎么了？能有什么？你就先说一次试试看嘛。
你想想啊，我的意思是啥呢？这姑娘说她要减肥以后再去试试。好，你减肥以后再去试，如果同意了，你也会想哦，原来是我要瘦，要漂漂亮亮的，别人才会喜欢我。如果没同意，你就会想啊，原来我减了肥，他都不喜欢我，还是我长得不够好看。你怎么你心态都不会好，所以你就不要减肥再去跟他表白，你就现在去。被拒绝了，调整心态，对吧？你可千万别减肥以后再去表白，那被拒绝了，那你就剩痛苦了。听得懂吗，朋友们？我不是说光跟他说，我跟很多人，我跟大家的意见都是这个啊。这都一样，什么减肥，什么我变美，什么我这个那个啊，说我为了对方做出什么改变，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我为了对方做出什么什么什么改变，然后对方就会喜欢我，那你就会想了，那对方喜欢的是我还是喜欢这个改变？那对方不喜欢我，是不是我改变的不够？你后面的所有动作都是错的，你就是现在赶紧去表白就完事了，哪怕被拒绝了，也是就是个经历嘛，你就变得勇敢了嘛。对吧？当然，我也不会说那种特别就是老好人说那种话，什么每个人都是最好的自己，那也不是啊。你胖减肥该不该减肥？我腰疼我还健身，你该不该减肥？你为了健康，为了好看，你为了你自己，你当然应该了，你还应该练出肌肉呢，对吧？但是你别想着是为了另一个人，是吧？我可没说什么每个人都是最好的自己，我可没说这种话啊。你为了你自己，我是当然支持大家为了自己去改变，什么都挺好的，是吧？你为了自己高兴，为了自己更好，你随便。那你别，你为了别人做这些吧，你怎么都是变形，你动作一变形，你怎么都是痛苦啊。然后也有一些很坏，是吧？说哎，不要为了别人改变自己，你就是你就是最好的。这种话你也别听啊，这种话你也别听。怎么你就是最好的了呢？这种话我一直都觉得很离谱。什么就是你就是最好的自己？什么意思呢？我可不是最好的自己呗，那自己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自己，那肯定我是最好的自己呗。这种话不要太往心里去啊。西梅一包差不多40多个，吃的时候小心啊。成人建议一日不要超过3到4个。接着读啊，我是给那个小姑娘一个比较实用的建议，就是你别，哎，她就说我想那个以后减肥再见啥的，别，你就现在吧，行不行的就这个了。万事开头难，先把这个头开了，你就当你白月光是帮你开启你恋爱路上的第一道坎儿也可以，对吧？这白月光不得付出点啥吗？给你当这么多白月光，这么多年白月光，他哪怕把你拒绝了呢？我听你描述这个哥们儿应该是个挺体面的人，应该是不会让你不会是不痛苦嘛？被拒绝都痛苦，但是这个人是个很适合的表白对象，他不会让你太痛苦的，哪怕是被拒绝，万一答应了呢，是吧？谁知道呢？万一更自卑了呢？哎，我觉得如果他是听了我刚刚说的那番话，应该会好一点了，应该不会是往那个方向再拐了。但是他不敢，一步退，步步退，这么自卑下去可没个头。
你不做出改变，你就是这么一路咕咕下去，这就是个循环。你就得做出一些自己以前没做出过的事儿来。好吧，欢迎各位。前男友同班同学爱上我怎么办？前男友同班同学爱上我，哎呀，我和我前男友去年3月，今年在一起，今年5月分开，今年5月分开到现在，挺久了吧？这信我是不是读过呀？好像读过一个类似的哦，但好像是说爱上了前男友的同学，这个是前男友同学爱上我。分开后我一直纠缠，他一直纠缠那个他前男友，纠缠他越来越绝情，导致我分手已经3个月了，还是放不下他。1个月以前，我发现有一个人经常浏览我的账号，就是社交平台，自信的我认为是我前任建了小号来监视我，结果我就去试探，聊了一番，发现是他同班同学，我就想借这个人窥探一下我前任，一来二去呢，我就加上了微信，我就称呼他为深情哥吧。在此期间，我只要情绪不稳定，我就去找深情哥发疯，痛骂我的前任，然后细数我对前任的付出以及前任对我的辜负，很解气。结果前几天深情哥突然对我诉说他的过往情感经历，说自己谈了3次全都被甩，说第一次遇见我这种深情的女孩，他说他要追求我。你是深情姐呗，你还管人叫深情哥，人家还觉得你深情呢，说第一次遇见我这种深情的女孩，他说要追求我，我大惊失色之余在思考，我现在忘不了前任，那我要不要通过和他在一起来忘掉我的前任？他也不是深情哥呀，这是过渡哥呀，你管人家深情哥。我现在忘不了我前任，那我要不要通过和他在一起来忘掉我的前任？这是过渡哥啊，你外号起错了啊，过渡哥啊。但是我很希望我前任回头来找我，那我和深情哥在一起岂不是自断后路？但是我还是想把深情哥放在我自己的鱼塘里，我该怎么办？头一回见深情的人还有鱼塘啊，比较少见，挺罕见的啊。这个深情鱼塘蛮罕见的哈。还有7分钟，还有几分钟发券。哎呀，真晕呐，头昏脑胀。这是在读书是吧？是不是在读书啊？我看看，同班同学啊，还在读书。行，哎，随便，你还在读书，反正你们也是闲着无聊嘛，随便，你爱干嘛干嘛，都行啊，不是啥大事儿，都不用10年以后、3年以后，你回头一看就觉得啊，我当时在干嘛啊？你现在爱干嘛干嘛，都行啊，没事的，都可以。听起来不是啥大事，都可以，怎么选都行，因为怎么选都是错的。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都是错的。啥是对的？我没有说针对他这个情况，他现在说的这几个选项都是错的。全是恋爱故事，这不是七夕吗？行，咱们调剂一下，咱们读一个职场故事，调剂一下。这七夕专场，咱们读点别的故事，缓一下啊。这确实是一个职场故事，但开头也有点很奇怪，说蛋总前 crush 追杀我，我怎么办？啊，不是追杀，追着我杀怎么办？追着我杀。你这个语法就有问题。什么叫前 crush 追着我杀？人家没追着你杀啊，是你追着被杀。如果他是你 crush 的话，我读一下看看啊。前段时间我和前 crush 暧昧上了，他长得不错，温柔细心，能力强，但是呢，他有一点让人很无语。每次我对他稍有冷落，他就有意无意让我看他和其他女生的聊天，还让我出主意帮忙追女孩。常规操作，这对他来说是常规操作。
几次以后，我失去兴趣了，一顿操作猛如虎，我把他和一个刚认识的女生撮合在一起了。本以为事情结束了，结果他现在天天和我分享他们的爱情故事，我受不了，我故意不理他，结果他不依不饶，孜孜不倦的分享，想不听都不行。他算是我领导啊，我就说这怎么会是一封职场来信啊？最后是一个公司的，他是我领导，工作上我还得频繁跟他接触，没办法把关系彻底闹僵，但我实在不想天天看他的恋爱记录了。蛋总，这男的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你传他闲话呀，你怎么办？传闲话吧，行吗？他跟你说啥你就跟同事们说，你看他还跟不跟你说？但是是这样啊，姐妹儿，咱们传闲话有传闲话的技巧啊。传闲话的特别技巧就是别传100%一样的版本。他跟你分享的什么他的爱情故事，你可以传，但你传一个改装版本，就别一模一样。传呢，就是别说人家太多细节。传再传回去的时候，你说不是我说的，我能说你那聊天记录都给我看了，我还不知道咋回事，这能是我说的吗？这不是我说的。你们这工作量这么不饱和吗？是我领导，工作上频繁接触，你这工作上频繁，你工作上也没频繁接触啊，工作上一接触就给你天天分享爱情故事，神经病，神经病。我读下来我刚那也是胡说八道，开玩笑。我的真实感受是你喜欢他，姐妹儿，我的真实感觉是你喜欢他。他呢，多少沾点变态，就是有点那个，有点讨人厌。反正咱变态也谈不上吧，反正挺讨人厌。但是你就喜欢他，咋办？算你倒霉吧，你就喜欢上这么个人，咋办呢？救不了你啊！你俩的结局就是非得谈一次，等你下一封来信吧。你俩谈完了，你再跟我说咋回事吧。你俩早晚会谈的哈，我刚才那都是胡说八道，但我觉得你俩一定会谈的。谈完你再告诉我怎么办吧。蛋总你好，最近初入职场，哎，咱们来一个这个纯粹的职场题来啊！遇到了一个非常善于社交的上司，男的，我跟他见面不到1周，可能是表现的拘谨了一点。他说我社交面具不够成熟。他说我社交面具不够成熟。发券了，还有1分钟发券。借此还对我其他方面挑剔了一下，我想他可能对我不太满意。我听不出来他善于社交啊，这说话一听就不是善于社交的。其实我在同事面前表现还好，只是从小跟父亲关系不好，所以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甚至有点怕他。之前很努力的装过艺人，后来有一些焦虑症。最近上班一看到这个上司就害怕，会想自己是不是要主动跟他搭话才行。不知道是不是投稿了一个有点沉重的话题，希望能得到蛋总的帮助。你好好工作就完事了啊！发券了，朋友们，发券了啊！我一会儿跟你说你该怎么办。那个底下的朋友也可以出主意，他该怎么办。抢到了，哎，恭喜啊，抢到了，恭喜啊！终于看到有人说抢到了，一般都是很多朋友说抢不到，他确实券比较少，但抢到的朋友呢，就拜托帮我用一下，你不用这些没抢到的朋友也会很不开心的。今天卖的好的依然是锅巴，还有我们3观六码头这个橘子干。刚有人特意问这个水果干哪个好吃，这橘子干啊，他就选的比较甜的橘子，
三官六码头嘛，这些品呢，在我们这个小卖部就属于完全不避讳用了多少糖，用了什么白砂糖什么，就是咔咔，就是这个糖就是白砂糖就用啊。我看这个锅巴用的啥糖？哎，巧了，锅巴没用糖啊，这锅巴还没有用糖，那可能是我们那个黄油饼吧。这黄油酥饼肯定用了，我忘了，我念了好几遍，他用的是啥糖？哦，白砂糖，你看这里就有白砂糖，还有麦芽糖浆，还有海藻糖，还有炼乳，还有食用盐。就是大家不想假装减肥、假装健康的，你就整三官六码头的。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这小卖部几个品类。过度的啊，就彻底就说我就是代谢好，我就年轻，我没事儿，你就三官六码头，什么黄油酥饼，什么手工锅巴，什么橘子干，还有这蜂蜜山楂，你就造啊，你就吃。然后你说李诞，别整我啊，别搞我，我那什么一点，我控制了。我虽然我说我代谢好吧，我不想吃那么多糖，我有没有稍微健康点的，但又不是说健康食品啊。纯蛋白质，有点盐，纯蛋白质的牛脆脆，奶脆片放的是葡萄糖，然后还有这个牛肉干超干条，好吧，你就买汉地牧场的。然后说呢，不行，我现在已经有点发胖了，但是还没有胖起来，在胖的趋势上，但我又嘴馋，我想吃点零食，我该吃点啥呢？你买馋来了或者10分可都可以啊。馋来了的这种，他们家的这些呢，都是尽量用了很健康的那个，它虽然是零食，它也甜，但它都用了比较健康的那些东西，就健康零食吧。你还说不行，我就要整那个就是到彻底的那种，你就费他8啊，就这玩意儿都健身吃的啊。好吧，给大家稍微分个类。佳沛金果收到了，好吃，那肯定好吃啊！你收到的是这么大的佳沛金果吗？不可能啊，我们不卖这么大的佳沛金果，我们卖的都是这么大的佳沛金果，非常好吃啊！哈，哎，你说这是不是因为金大元小呢？不是，就是比较大。我卖的是这个大个的佳沛金果，好吃啊！放一放就会变软，买回去是偏硬。放一放就甜了，买回去是发酸。我爱吃酸的，就会把它硬着点，切开吃就行了。它这就是有一股，它是水、薏米和五指毛桃，就有一股五指毛桃的那种奶香味儿，没有糖味儿。陈皮水就陈皮味儿，桂圆水嘛，有一点点桂圆的那个甜味儿，但我觉得也没有很甜。给大家稍微过一过今天的品，我马上要开始接着读那个信啊。刚那个职场的小女孩应该是个，好吧，刚给大家大概粗略的过了一下我们小卖部的这些明星产品、明星分类都是咋回事。酒没过，我就说一下这些吃的喝的。哎，咖啡液，对，咖啡呢也是我们这儿卖的比较多的，咖啡每次卖的都挺好。咖啡液是这个也没有糖啊，它只有茶的萃取液和咖啡液，一盒是7条。不喜欢酸不喜欢苦的咖啡，你就整这咖啡液，一盒7条，回味有一些淡淡的茉莉花香、茶香。然后呢，还有咖啡豆，这个是深烘的，不酸的，偏苦。你磨不了，你就让它磨成粉给你发是可以的。Slaptop 这也很好喝。好喝吗？这个好喝，这 Slaptop 应该很多朋友都买过的，好喝的。这 Slaptop 上海的朋友应该见过，就在富民路上，朋友的店。K11有一家，富民路有一家小店，很有风格。我那哥们儿做咖啡也是比较任性，大家可以尝一尝，了解一下。对，今天还卖了这个冷感的，除了我们今天有冷感贝儿，还有50条，我不知道还有没有50条的，可能卖了挺多的。这个冷感贝儿这个价格有50条，然后还有这个冷感的枕套。如果你晚上睡觉觉得自己脑袋发热，头上容易长那个毛囊炎啥的，你可以整一下这个凉感的试试，不那么出汗就会舒服很多。
它是个枕套，不是卖枕头啊，枕套。放心啊，放心啊，大家对这咖啡豆别害怕。这咖啡豆呢，我见过他们这个挑豆子那个人，你见过他那个挑豆子的人，你就知道，就放心了。那个挑豆子那个人，就那个身材那个样子，他就是一个常年全球咖啡产地到处飞挑豆子的。他那个挑豆子的人，他是个咖啡爱好者，他才干这行。他有时候挑豆子也不是说纯为做生意，他就喜欢。这豆子也是拼配他去挑回来的。那么个哥们儿，然后常年骑行啥的。我上次见到他是在海南还是在海南吧？他反正说是绕个哪儿骑了一圈，应该是海南岛。这个给这个挑豆的那哥们儿，我上次见到他应该是在海南还是云南，我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绕着哪儿这么骑行绕了一圈，非常靠谱。我觉得这种人嘛，就比较靠谱。感谢大家，欢迎大家。可能又有什么发礼物的？海南，对啊，我朋友提醒我是海南。感谢大家关注，感谢大家关注。这个电动牙刷不是说不可以自己用啊，但我是怀疑你们都有一个自己的电动牙刷的，这个真的很好用。非常好用，如果你自己有呢，你就可以给爸妈、朋友啊来一个，就是很提升幸福感。好吧，我接着说，刚这个女孩说的这个职场问题是这样的啊，有点奇怪哈，她是初入职场实习啊，她是初入职场实习，所以呢，你可能就是非常年轻，你再听的话，我好好跟你说一下啊。不要太理会他这些奇怪的要求啊。他说他遇到一个非常善于社交的上司，他说这个姑娘社交面具不够成熟，别给他，这不是一个好的上司啊。好上司不会这么说话的，神经病啊！不要给他，你何况你还只是实习，你不要给他，好好工作就行了。我想他可能对我不太满意，没关系啊，他对你不满意就不满意吧，没关系的啊，不满意就不满意吧。你初入职场要记住第一件事，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甚至也不可能让所有领导都满意。有的时候你会惊讶的发现，你有一些前辈，比如说你现在实习嘛，你也会发现你有一些前辈根本就完全让领导不满意，但是就在公司干得很好。你慢慢在职场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发现没有必要非得让他满意啊！评判的标准不是让他满意，先好好的把你不是实习嘛，你先好好学点本事，跟你身边的这些什么师哥师姐前辈的学本事，好好把工作做好，别老想着让他满意，人没有必要让另一个人多满意啊！好吧，把这个事儿先记住。然后后来后面又来了。我跟其他同事还好，只是从小跟父亲关系不好，所以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你没有必要跟他相处，你为什么要跟他相处？你没有必要跟他相处啊！我最近一上班一看到他就害怕，会想自己是不是要主动跟他搭话才行？不需要啊，不需要跟他搭话，非要跟他聊天就聊工作，有工作聊聊，没工作不要聊。你非要跟他聊天，你就跟他聊聊业务，你觉得他业务上能教你呢？可以，我也没有那么绝对，可能这个人挺讨厌，但是呢，他如果业务上能教你，没问题，你就跟他聊业务。说老哥，我这个怎么做？哪怕他说话的时候有点恶心，能学点本事也行，是吧？只聊业务，别跟他聊什么社交不社交，教你做人那些不用跟他学啊。虽然我也不想教你做人，但你非要学做人的话，你还不如听听我怎么说呢。不要听那些教你做人的人说什么，没必要。聊聊业务。神经病，说我社交面具不够成熟，别听这些啊，好好工作。你才实习，你先把业务学好了。职场需不需要社交？
需要啊，我没有那么绝对啊。我觉得人是肯定是需要社交、需要社会的，需要。但你不要理这个人，这个人神经病，他也不会社交，听起来像一个郁郁寡欢不得志的人啊，别理他。我怀疑他业务能力也一般。这神经病啊！一般来说，他如果业务能力强，他不会跟你聊什么社交面具的。他就算是想显摆自己厉害，他咋不拿业务能力跟你显摆他厉害呢？还社交面具，让死去吧啊！非常讨厌啊！人实习生，你跟人聊什么社交面具？一个实习生工作都做不好，还跟人家聊社交？我说这个你也别往心里去啊，姐妹儿，你刚开始实习呢，你工作都干不好，你就别想社交的事儿了。费劲巴拉能把工作做好就不错了。你也别被我刺痛啊，真的。你要认清这个现实，就是你现在工作能力肯定也一般，就好好研究工作能力就行了，就别想这些了。嗨，这还反思上跟父亲的关系了，跟他没关系啊，跟他没有关系。你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工作能力差，我就说直白点吧，你工作能力强，你就不会想这些；你工作能力差，就东想西想，一会儿跟父亲关系不好了，一会儿什么要不要跟他主动搭话了，一会儿什么社交面具了，归根结底就是工作能力差，好好提升自己工作能力，别想那些。我说话比较难听，你别太那什么，好好提升工作，别难过，别难过。刚开始工作能力都差，要认清现实。认清现实。离这个人远一点，这个人非常讨厌。唉，大脑想离职，但是再坚持5个月，到明年1月春节后就可以比现在离职多拿差不多20万。但是现在每天上班都有点难挨，更不敢想还要半年之久，怎么办？你给我忍着！真服了，真服了。哎，你自己算个数吧，你的存款资产加起来20万，比一下，你算一下百分比，朋友，20万在你的总体资产给占，哎，我感觉是吧？我感觉5%以上都应该坚持吧。你如果说你已经存了特别多钱了，说20万已经占不到多少百分比了，那算了是吧？你自己算个数吧，自己算个数，算个账的事儿啊，算个账的事儿，就算个账，你看看这20万在你的总资产给占多少？别算未来的啊，别算什么，不要算未来，算未来的钱没挣到的钱不是你的钱，你别算什么我现在离职，如果我去做什么工作能拿到多少钱，你没挣到，没有100%的把握，别算这个账，你算你已经有的，你算算你这20万在你已经有的里能占多少百分比？哎，或者说你真的特别厉害，你就能拿到那个确定的 offer， 那你就走是吧？算个账的事儿，能有多难挨？不上班就好挨了。换个工作就不难挨了，想想这些啊，想想这些。
好好算算账啊！你如果能，我觉得是这样啊，朋友，你肯定是现在意气用事了，有点动情绪了，肯定这个上班是挺痛苦的，我特别能理解。但是你是一个如果坚持5个月以后离职能多拿差不多20万的人，你肯定工作能力是挺强的。你工作能力强的话，我刚说这些你能听懂，你就算算账，它就是个经济账。你先抛开个人情绪，先算账，算完账以后，你把情绪也变成一个数字变量，再加进来，再算一次。你算一算这5个月，哎，这5个月和你现在出去工作玩还是怎么样，情绪1到10分算10分的话，你大概听懂我啥意思？你算一算，能算出来的啊，没那么难算啊。你现在就是太痛苦了，你冷静一下，你算一下。欢迎大家，感谢各位新朋友点个关注，老朋友可以点一下这个头像加入那个群聊。现在人越来越多了，约完会回来了，你们有约完会回来的吗？我看看，刚约完会回来的打个1，我看一下。一，你们点开这些打1的，监视他们一下。真的假的？我随便点开一个，我随便点开了一个。我看你这小红书不像有男朋友的样啊，姐妹儿，我就不说你是谁了，我正在看啊。这不都一个人骑行，一个人旅行吗？这不都？我再看看这些扣1的，敢骗我们？我看看你们这，我再点开一个。你们这小红书我能看着，你们知道吗？这不一个人跳伞吗？这不一个人嘎嘎跳伞的吗？野生动物园这不是？约会回来了？别骗我啊！再看一个，这看不太出来。啊，这一看是有男朋友啊，这个确实人家谈恋爱了，这不能瞎说。哎，这怎么点开？啊，这点开一个姐们儿是前2天在那个大家运动会，还跟我有合影，吓我一跳！我说你，好，不看了，行。祝福啊，祝福！无论如何都祝福，无论是刚约完会还是没约会，在这看我们小卖部直播的，都祝福啊。都祝福啊，都祝福！感谢大家关注，可以点开头像加入群聊啊，都祝福，都挺好，都挺好。好的，我们这个起泡酒已经卖了200瓶了，这个气泡酒还有200瓶送这个香薰，卖完了就没有这个香薰了，蜡烛香薰啊，这也挺香，甜的小甜水有气儿，所以呢会上头比较快。感谢大家，我们还有11分钟发券，怎么样？我们再读一个职场故事，再缓缓，再回去读那些情情爱爱的，再缓缓吧，是不是？咱们再缓一个吧。刚刚这个情情爱爱，这个七夕，这个情情爱爱浓度太高了，咱们再缓一个吧，好吧？咱们再缓一个啊！我有一个同事，算是我工作上的师傅，我和他2个人在一个办公室，前后相隔30米，我坐他后面，我是有点轻度洁癖，他男字旁他88年未婚单身，为人有点邋遢啊，知道啥意思？比如他会突然在座位上剪指甲，然后咬手指，然后吐到他右边的白墙上。哎呀，哇，太恐怖了！哇，
妈的呀，好恶心啊！它会咬手指，然后突然吐到它右边的白墙上，也会突然吐东西在它的座位地上，是不是吃槟榔啊？这人，哎呀！夏季早晨上班，身上会散发着一股油脂与汗液混合的味道，哇！杯子也经常不洗，导致发臭发酸，哇！但因为我跟他办公室用区域不同，我可以避开他这个邋遢的区域，比如路过他身边时屏住呼吸或者绕道行走。但因为我坐在他身后，难免会看到他很多邋遢的小动作。作为洁癖患者，我真的有时候生理不适，我光听都难受啊。请问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如果提醒他，会不会让他没面子，导致我们以后在一个办公室都很尴尬？哇，太恶心了！你只能眼不见为净了。你把你这个工位前面装个挡板，姐妹儿，你把你这个工位装修一下，软装一下，挡板挡得高高的，把自己保护起来啊！哇，你跟他聊不了，你别跟他聊了。88年的，你跟他聊他也改不了。他自己意识不到，他已经就是习惯了，你别跟他聊了，聊也没用，你把自己保护起来就行了，给自己的工位软装一下啊！哇，你买瓶酒吧，咬手指是个什么意思啊？太吓人了！买个这个香薰蜡烛，每天熏一熏啊，每天熏一熏。这不是这个香薰蜡烛是送的啊，买瓶酒送你个香薰蜡烛，你给自己熏一熏，太猛了！把这个工位装修一下，前面挡板挡得高高的，只能眼不见为净了。你这个是 literally 的字面意义上的眼不见为净，真的是眼不见为净了。它也没有变干净，但是你眼不见了，只能。太狠了，还是情情爱爱的干净一点是吧？太狠了，太狠了！咬手指甲是啥意思呢？手指甲还能咬啊？麻了！大家那个可以给这个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投稿啊，情情爱爱什么刚那些故事都行。如果刚刚约会回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今天七夕约会好还是不好，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投稿给我们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太猛了，太猛，太猛了呀！还有7分钟发券了，太猛，真的太猛了。来个情情爱爱的，缓一下吧，真的不能，也不能老读这些。但你好，这个七夕就应该就我一个人过了啊，不可能啊！你看直播，现在快9000人一起过啊。但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纠结。几年前我有一个前男友，我们交往1年多分手了，算是我断崖把他分手了。哎呀，我当时也不想异地，我也发现他没有规划我们的以后，我还陪他考研，他也没考上，我挺失望的，就拜拜了。时间来到了今年我过得真的很孤单，所以就想出去玩，我就联系了他。没错，他居然毕业工作城市离我不远，我就去找他，带着我玩了一天。回来他还欢迎我再去玩。哎呀，他真不把自己当外人，是他不把自己当外人吗？他跟我在一起这么自在，他有没有谈恋爱我也不知道。我感觉他想跟我做朋友，陆续的联系，我好像一直放不下他，还说人家不把自己当外人。哎呀，怎么办呢？他已经不喜欢我了，我也不知道我们这算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纠结，我想问他是怎么想的，但怕回答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也不理解，我咋就放不下呢？他也没有哪里好呀。如果有机会读到我的信，但有什么安全的不会让2个人尴尬的办法呀？但他属于极致的淡人，我感觉我也拿捏不了他。祝大家七夕快乐，一个人就天天更要快乐。还有5分钟发券哈。
我猜呢，姐妹儿，我猜真实情况是你也不是放不下他，你是放不下他把你放下了这种感觉，你没理解他怎么就把你给放下了，然后你就觉得有点放不下他了。其实你已经放下他了，你也不喜欢他，但是呢，哎，你说这人怎么把我给放下了？哎，那我可有点放不下了啊，就这么点事儿，赶紧放下吧啊，没啥放不下的。祖国这么大，去哪儿旅游不好，非往人家城市钻？去哪儿旅游不好？祖国大好河山你都去过了吗？非得去他这个城市？别的地儿你都逛过了？他居然毕业工作城市离我不远，你想出去玩就找一个离你城市不远的地方出去玩，你往远走一走啊，这呼伦贝尔、新疆啥的转转不好吗？啊，你已经放下他了，你只是很震撼，你心里想的是啥呢？你的心路历程是啥呢？你有点寂寞，恰好最近也没有合适的，有点寂寞。一想，当年我把他给分手了，应该没放下我吧？啊，在我工作城市附近，那我要说去找他玩，他不得高兴死？结果去一玩挺高兴，但是发现人家没有那么高兴。你心里想的是，这我走的时候他不得夸夸哭，嗷嗷跟我挽回，到时候我再给他一拒绝，哼！没想到人家说欢迎下次光临，全完了，跟你预期不一样，你没放不下他，你已经放下了，只是你的预期不是这样的。姐妹别生气啊，姐妹啊，可能是分析错了，我在瞎猜啊，你别跟我生气啊。我可能演过了啊，但是我希望你呢是啥呢？少招惹这个人，你就离他远点，你也不喜欢人家，干啥呀？谈点别的恋爱不好吗？啊，听劝啊，听劝啊。讲一下巧克力，这巧克力嘛，就是包装比较美丽的巧克力，这么一撕开，它也是密封装的，但它是独立包装，里头都是。还有2分钟发券，我们发完券给大家讲一下七夕的故事吧，简短讲一下七夕的故事，还是等1万人的时候再讲，我们人多点再讲也行。一般来说都是10点半的时候人就特别多，到时候再讲也行。10点半讲吧，不管人多不多，咱们10点半讲吧，好吧？我们规定10点半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七夕的故事，还有1分钟发券。巧克力长这样啊，这是今天的新品。欢迎大家。起泡酒也是今天的新品啊，这个酒送蜡烛香薰，然后我们之前的爆款回归的送毯子的酒啊，雷司令送毯子，还有1分钟发券，抢到券额那个金额比较大的朋友可以直接买这个牙刷。经常有人说送男朋友不知道送啥，你送个电动牙刷，很开心的，就送粉色的啊，蓝色的自己用。说这男的也不知道花那么多钱呢，买个枕套也行，2感的枕套，男的脑袋一般比较热，容易头脑发热是吧？买一个2感枕套，缓解一下头脑发热，也可以减轻毛南阳的痛苦。2感被儿也行，2感垫儿也行。发券了啊！大家抢到券不知道买啥，就可以买我刚说的那些东西。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买啥，就直接买牛脆脆、奶脆脆就行了。你点开那个红色的袋儿里头有个销冠，你看看里头什么锅巴、奶脆脆、牛板筋、牛脆脆，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卖的非常好的。人有点多啊，是不太好抢，是不太好抢。这个
确实，这因为抢到的朋友也不会说抢到，我那个拜托大家一件事好吧，抢到了的朋友帮我打个1行吗？就证明我确实发了。经常有这个朋友说抢不到，抢不到。你们以前在我这个小卖部就或者刚刚抢到券的，帮我打个1啊！我们是发的，只不过抢到的朋友他就着急去下单了，他就没那个，他就没说是吧？感谢啊，我们是真的发，他确实数量有限啊，感谢啊，感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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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爱脑已痊愈，好吧，感谢大家。我们接着读信啊，准备稍微给大家过一下今天的新品，刚已经过完了。那个牙刷，电动牙刷非常好用的，就很简单，就一个按钮，3个模式，摁就换模式，就一个按钮，开关都这一个键，比较傻瓜的操作，你也可以用，你已经有了，你可以送给父母，爸爸妈妈弄个电动牙刷很提升生活质量的。薏米水是今天卖的非常好的新品，我刚没注意，好像已经2000瓶了这个薏米水。哦，1500瓶，1500瓶，它就是薏米水和五指毛桃没了，配料表啊，没了。它的那个五指毛桃就一股奶香味儿，不甜，我喝的是完全不甜，它那五指毛桃没有甜味儿，就一股奶香味儿。还有我们的厚厚的牛板筋，一口一个的，大家可以买点牛板筋。我们10点半讲那个故事吧，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有糖吗？没糖，没糖，没放糖。西梅也没糖，西梅它自己有，西梅的配料表就俩字西梅。重点是吃的时候小心，一次不要超过3-4颗。成人建议每天3-4颗，一大包，一包是40小包，每一个都很大，没有核。大西梅，谁来劲？咖啡很好，开始喝就都换了，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这儿咖啡确实卖的种类慢慢的有点就是各种各样的咖啡吧。一个是怕酸怕苦，给怕酸怕苦怕麻烦的朋友准备的，因为它是咖啡液，直接水一冲就能喝。一盒是7条，里头有一点茉莉花茶的萃取液，回味有点茶香味儿，只有咖啡液，也没有放糖啊。然后呢，喜欢喝点咖啡那个苦味的，就这个深烘的，我们是这个深烘的咖啡豆，你也可以要求它磨成粉发，这都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咖啡。酒嘛，今天就是爆款回归了，送毯子的酒，1瓶100出头，2瓶170出头，送你这个我们小卖部老演员的这个毯子。这毯子我都看小红书好多人晒过，好多人都收到了。然后我们长相思呢是2瓶长相思送1套野餐的酒具啊，这都有。酒还有今天的新品起泡酒，现在还有，还没卖，还没完。一共给了400份这个香薰蜡烛，应该还有100份吧。买这个起泡酒有气儿啊，回去喝一定要冰着喝，然后开盖的时候小心有气儿，不需要开酒器，拿手就能干开。毯子不卖，毯子送，买那个蕾丝令送啊，买这个送。欢迎大家，感谢大家。还有这个空气炸锅，我经常卖东西说卖点牛胸口啊，卖点肠，说大家拿空气炸锅热一下好吃，就是这个空气炸锅。哎，你说这空气炸锅怎么加热呢？哎，当然因为我天天用，所以我就没拿过来，这正常呢，我就把它的腔体拿过来了，可以监视食物啊，还有回声啊。啊，你为什么有回声啊？回声对空气炸锅的功能有什么影响啊？毫无影响啊，毫无影响，毫无影响，就是比较大，因为比较大，可以一整只鸡是没有问题的。看开了啊！哦，我们这个梅子酒也来发赠品喽！这个买了梅子酒的朋友有机会再收到1瓶同款。这梅子酒回去喝一定要加冰啊，加冰块喝，加气泡水也行，就是给它稀释一下，因为它那个酒精度是不高，不用稀释，但它里头有蜂蜜。
也挺好喝，但那个甜的东西吧，连着喝2口容易腻。你想一直喝，你就加点冰，加点气泡水，它还能多喝点，是吧？特别好喝，冰着喝也挺上头。稀释一下就是酸酸的。刚那个信我读明白了吧，姐妹？赶紧放下吧啊！我应该就是劝你赶紧放下，没别的意思。没啥放不下的，你就是恰好这段时间你没有合适的而已。但我跟我老公是大学同学，之前是很好的朋友。研二那年，我谈了1年很疯狂的恋爱，但是家里不同意，我被分手，整个人都废掉了。他作为朋友安慰我，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在一起以后，我就感觉这个是对的人，工作生活一切都很顺利。毕业以后，结婚生子，1年完成1件事，公公婆婆对我也很好，感觉自己运气确实好，嫁对了人。后面没有但是吧？我害怕啊，别吓唬我啊，没有但是吧？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从小就被教育家长不容易，不要乱花钱。我一直都非常在意钱，上学的时候跟家长要钱有深深的负罪感，工作以后也不乱花钱，攒钱。工作以后我也有积蓄了，我们2个没房贷、没车贷、没压力，但是我还是很抠门。我能理解，我始终都有非常深的不配得感。我的朋友也说，你又不是没钱，为什么不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呢？我婆婆也说，趁年轻买点漂亮的衣服包包很正常啊，但是我就觉得我不配，这种自己给自己的无力感很困扰我。那天我跟我老公提起来，我说我感觉自己像傻子，我也不会逛奢侈品店，我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我尤其能共情在小红书上问那些在小红书上问收入多少能不能买个多少钱的包这种朋友。我知道我不该有这种自卑，而且别人觉得我无病呻吟，我自己都嫌弃自己。我知道你啥意思，你不是无病呻吟，我能理解。我老公每次都风轻云淡的说没关系，慢慢来，他会帮我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去年七夕的时候，还真是七夕投稿啊！去年七夕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根GUCCI的腰带，就奢侈品呗，算是。他之前一直说要给我买，我都说没必要，拒绝了很多次。今年也是，昨天他说让我下班回家赶紧揭秘今天七夕的贡品，是一套什么，反正也是挺贵的东西啊。我问他为什么买这个贵死贵的，他说他看大家都说这个面霜有优点，巴拉，缺点是贵，不适用的人群是穷。他就说我应该能用，我明白他是在用我能接受的方式缓慢的帮我建立信心。我开心的说谢谢大哥。这是一个非常平淡无趣的故事，但是我真的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我感觉自己心里从小就缺失一部分，在一点一点的被填满，在一点一点的被纠正。感恩，祝大家七夕快乐啊！非常好啊，非常好，非常好的故事。我们七夕需要这种温暖的故事。那你老公给你买这么贵的东西，你给你老公买啥呀？七夕的时候啊，姐妹儿，姐妹儿，姐妹儿，卡丢了，回来了吗？我回来了吗？是我吗？我在吗？我回来了吗？刚刚都给我卡出去了，卡掉线了。姐妹儿，给老公送点礼物啊！哎，算了，我先送你点吧。给这个刚刚来信的这个朋友送牛脆脆吧，给他送牛脆，你别吃啊，送你老公的，你老公都送你那么贵了。然后你要学会消费啊，你要学会消费。我先送你是我送你的，你也得消费啊。
你买个这个枕套，这贼便宜，我都不给你推荐贵的，你就买点这个冰感的枕套，你老公需要的，挺舒服的，让他那个头脑不要发热，你给他送点这个冰感的枕套，很舒服的，送给男生啊、老公啊，很适合。这也没有很贵，我不会给你推荐很贵的。你说我今天咬咬牙，我就要消费一把啊！你可以买个这个牙刷，哎，别，这个不对，你可以买个这个牙刷送给他，这也不是很贵，跟你老公送你的那个东西比起来完全不贵啊。牛翠翠是我送你老公的，感谢有这么好的老公，挺好的，我替你高兴啊。给你买那么贵的奢侈品，我送他点牛翠翠，你送他个电动牙刷，送他个冰感枕套，不过分吧？你得学会消费啊，姐妹儿，对自己好一点，你也得对你这么好的老公好一点啊。人家天天给你填平童年的创伤，你也别给他造成中年的创伤。他送你个奢侈品，你送他点牛翠翠不过分吧？送他个电动牙刷不过分吧？好吧，我认真的，你别老觉得他给你买，你也得给他买啊！你不消费，你对自己抠是一回事，我特别能理解你，但对自己抠是一回事，对这种特别爱你的人，而且对你这么好的人，你就别抠了，给他买点随便买点，也不是说非得买什么贵的东西，但是有点心意，你得表示表示，不然真的容易寒心。虽然你这老公人，我敢相信人是特别好，他肯定嘴上说不在意，你也不用给我送礼物，但你给他送点，他肯定特别开心。他一方面觉得收到了肯定，一方面呢又觉得，哎，他现在也舍得花钱了，他也有成就感，是吧？真的。她老公给她送啥？她老公给她送的就是奢侈品，GUCCI。今年是一套贼贵那个面霜。不要让你的老公哭泣啊！给他送点，真的给他送点。没卡吧？这回不卡了吧？我认真的啊！他送你个 GUCCI，你送他一个我们 U-Smile 电动牙刷，这也算是门当户对啊！不就 GUCCI 吗？我们这 U-Smile， 你跟他说快乐是无价的。虽然一个 GUCCI，一个什么黑绷带还是绷带黑啥玩意儿？我看看，黑白绷带啊。虽然一个黑白绷带挺多钱，但我一个 U-Smile 的牙刷，呵护你的牙齿健康，还让你的脸上挂着 Smile， 你跟老公这么聊，他能挺高兴的。这200多块钱对你来说，应该也得咬咬牙吧？他说：“哇，真没想到，亲爱的，你现在都舍得花200多块钱买东西了，居然还是送给我的，太开心了，是吧？送他个这个。”是不是？相差差不多6000，哎，6000怎么办？那还有我送的牛翠翠呢，是吧？加上牛翠翠，那不就相差还是6000吗？对吧？相差6000怎么了？重要的是一份心意。You smile， smile 吗，老公？说吃完牛翠翠刷刷牙。You smile， 相差6000不是事儿啊。6000对他来说，这现在让他买过千的东西，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这姐们儿我特别理解她心理，她就不舍得花钱，就买点这个便宜的，没事儿啊。蛋总，我是最近入坑的新粉，比心，啥坑？小卖部。哎，这是个好问题。有朋友是从这个我开始在小红书上开小卖部以后才开始关注我的吗？打个1，我看看。这我真好奇了，你们是不是也不知道我以前干啥？有没有？真有！哇，我太有成就感了，哈哈，好多啊！
说相声的，对，我以前说相声的，不干了，现在不干了。说相声太累了，现在我以前说相声不干了啊。对，以前不喜欢你，谢谢。以前是 rapper， 对 rapper， 以前就都干点，这些都干。又改行，男怕入错行嘛。我以前就属于入错行了，我现在觉得开小卖部才是我一生的终生职业。我现在及时的止损了，把我以前那个行当我就不干了，我现在就开始好好专心开小卖部了。感谢你们啊，这些尤其是这个居然还有不认识我的，感谢啊，非常感动。事情是这样的，我和我男朋友认识10年，在一起也4年多了。啊，我的朋友们还在干，只是我个人不想干了。我的朋友们还在干，别慌。事情是这样的，我和男朋友认识10年，在一起4年多了。2个人恋爱经验经历都非常少，双方都去见过家长，也对我们比较支持。男朋友虽然比较无聊，不太浪漫，基本上是对我提供不了太多情绪价值，但是长得好，脾气也好。我们也谈过结婚的问题。前2年我是想积极推进，他呢就是不拒绝也不推进。后来我也没多大兴趣了。之前他不推进的原因是说年龄小，现在呢是说他工作没个着落。因为我爸妈比较传统，不希望我俩没计划的一拖再拖，我就夹在中间了。我和我爸妈也向他表示了婚姻呢工作可以并驾齐驱嘛，他还是坚持这个8月中，这不已经8月中了吗？他说这个8月中工作有个着落之后再推进。但是就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我偶尔发现他欺骗了我。他工作特殊，以前跟我说他们1周规定哪天哪个时间段才能用手机，他只有这个时间段给我发消息。但我发现其实他平时偶尔也可以拿到手机，但是不会联系我，到了规定时间才会给我发消息。我不想戳破他，可是他现在这种行为虽然没有劈腿吧，一样让我非常内耗，非常不舒服。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像网上说的丧偶式恋爱。所以蛋总，你觉得是我小题大做吗？结婚让他有压力吗？这种状态我还有必要推进吗？还是说我等到8月以后再听听呢？有没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现在的我呢？祝蛋总七夕节快乐。今天8月10号，你不就再等5天的事儿吗？我是你我就等5天，5天以后再跑，是吧？就5天了。虽然我推荐你也可以直接跑，但我让你直接跑显得有点神经病，不就还有5天吗？你再等5天，你这5天好好练练身体，5天以后跑得快一点啊！好吧，也就5天了，等一等呗，就5天了，也不多，是吧？这5天练练腿，练个倒蹬啥的，推。买拖鞋，跑鞋给你准备好啊，跑鞋啊，这跑鞋买一下。唉，没啥戏啊，我揣测不了这个具体是因为啥，但是看这个表现，你俩是没啥戏。算了啊，算了，还有10分钟发券啊，还有10分钟发券，感谢各位关注，老朋友可以点开头像加入一下群聊，欢迎大家啊，马上1万人了。亲爱的李诞先生你好，我听这种奇怪的开头我都心里一嘚瑟。上次有一个管我叫蛋大哥的，他叫李诞先生，我都害怕。你要干嘛？找我借钱是吗？要干啥？李诞先生，我很喜欢看你的直播，我鼓足勇气来分享了我的故事。
我是98年的，母胎单身。啊，这应该没有大事啊。读到这儿我就放心了。投稿给这儿投啊！深夜电台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前公司有个比我大9岁的单身男生，因为工作上跟他的交集最多，所以越来越熟。前公司因为工作上跟他交集最多，越来越熟。他在微信上向我表白过2次，每次我都给拒绝了，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没感觉。跟他聊的最多的还是工作，也是在微信上，吃饭也是同事聚餐。偶尔我俩单独吃个饭吧，他话都不会说。我聊着聊着呢，就互相不耐烦。我发朋友圈，他大部分都是评论点赞。可能我也比较高敏感吧，他一发表言论，输出的内容总是刺激到我的神经，让我很烦躁。好笑的是，认识7年多了，平时都是各自安好，互不打扰，没有任何感情积累。今年6月中旬，我裸辞回老家，他在微信上挽留过我。我就想知道，这是喜欢一个人的样子吗？不过我也并不指望跟他有结果。那你问啥呢？啊，这位女士，既然管我叫李大先生了，这位陌生的女士，那你问我干啥呀？是不是心动啊？是不是多少有点心动？啊，这位陌生的女士，没有任何感情积累。今年6月中旬，我裸辞回家，他在微信上挽留过我，认识7年了，他坚持了7年啊，表白过2次，天天朋友圈点赞回复。7年来他谈没谈过恋爱吗？7年来没谈过恋爱吗？我的妈！还有7分钟有券，还有7分钟有发券。7年，我觉得是喜欢他的，我觉得这个男的是喜欢他的。这坚持7年，有点太可怕了，有点太离谱了。这不合适吗？也是真不合适。这7年给这个姑娘弄得彻底那啥了，给这姑娘也整疑惑了。可以坚持7年吗？她肯定是也挺疑惑。喜欢吗？我觉得喜欢，但是跟你没关系了，姐妹儿，你已经裸辞回老家了，这人已经跟你没关系了，他以后就消失在你的人生中了，跟你没关系了，你也不会再见到他了，别想了啊！在一起7年都没在一起啊，就认识7年都没在一起，没有道理说你裸辞回老家在一起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感谢大家关注我，还有6分钟发券。哇，这个薏米水卖的也太好了，大家这么喜欢薏米水吗？其实，在我个人排序里，它是低于陈皮水的。当然，可能我也比较奇怪吧，我更爱喝陈皮水。虽然这个薏米水也很好喝，看来你们更喜欢这个薏米水。我看看我牛脆脆卖咋样？今天还是牛脆脆厉害，也没啥奖，又是1000多件，太狠了。哎，大家可以买牛肥瘦，今天有牛肥瘦了。我那天特意我还发现一个，我感谢一下啊，有一个姐们儿，她本身是一个小红书上的做饭博主。我当时卖这个牛肥瘦的时候，我就教了一种蒙古肉干面的做法。你们回去搜蒙古肉干面或者搜李诞蒙古肉干面，就有一个在小红书上一个做饭博主，一个姐们儿，她就买了我的牛肥瘦回去做成了这个蒙古肉干面。
我看他那个视频做的还原度几乎是100%啊，你们可以看一下，不会做可以看他的，然后你就买个这个牛肥瘦回去自己做一下，贼好吃啊！你看他那个视频你就知道好吃了。我真看着给姐们做。蒙古肉干面，肉干面不是热干面，蒙古肉干面。哎呀，1万人了，这就都约完会回来了吗？朋友们，这是约完会回来了，还是根本就没出去呀？朋友们，还有4分钟发券了，朋友们。4分钟以后给你们讲一下七夕的故事，大家可以发，还可以写信啊，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还有4分钟发券。今天新品卖的比较好的牙刷啊，酒更好，这显然是这个酒更好，因为这个酒有赠品啊，再一会儿这个赠品就发完了。买这个起泡酒，甜的啊，甜的有气儿的，虽然只有7度，但因为它有气儿，所以也上头比较快。送这个蜡烛香薰，这蜡烛香薰嘛，应该还有个150个。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动牙刷卖的非常好啊，送礼物比较好。至于为什么送礼物好，大家可以看切片啊，刚刚讲了一个为什么送礼物好，就不再重复了。薏米水、西梅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爆款回归的送毯子的雷司令白葡萄酒，入门葡萄酒不会出错的，甜的，半甜型又没那么甜，冰冰的喝，送一个美丽的毯子，1瓶100出头，2瓶170出头。牛脆脆、板筋、锅巴这就不说了，一直都卖的非常好。哦，还有我们这个蛋糕条还是依然卖的很好。这个是10分可的布朗尼蛋糕条啊，咬开是碎在嘴里的，这非常好吃，它又没有那么甜，没有那么腻。还有2分钟发券，发完券给大家讲一下七夕的故事。这个冷感枕套卖了100多，真的，大家都是给男朋友买的还是给自己买的啊？这些买了冷感枕套的朋友，是给自己买的还是给男朋友买的？我刚刚说送给男朋友，结果这么多人买，给自己，给自己，他不配，给自己，给你，你给我干什么？我有啊，给你，我不要啊，我有，我自己有，我就卖这个的，你给我干什么？啊，冷感的啊，特别舒服，感觉自己头热的，整个这个挺舒服的。我就是头容易出汗，容易热。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小宝贝儿一个厂商的，都是冷感的。这小宝贝儿卖的也非常好，今天又有50单，我不知道卖出去多少，我没注意。今天又有50单这个价格的这个小宝贝儿，他每次都不给太多，就这个价格就50单。哦，还有40件，你看卖了10条，你可以配一套，这枕套、垫子、冷感的垫子和冷感的被子，还有1分钟发券。容易头脑发热适合枕吗？它主要是缓解头皮发热，头脑发热呢，你还是得多来看我们小卖部直播，多听我念信，多听我讲故事。你头脑发热的事儿不是被换个枕套就能解决的，头皮发热，我说的是头皮发热，你整一个这个冷感的。发券喽，还有1分钟发券喽，朋友们，发券了，发券了，已经发了。感谢大家，抢到券的千万帮我用一下啊！既然抢到了就用一下，你不用呢，平台看着就以后也不给我了，然后其他没抢到的券的朋友也会很伤感。抢到券就用一下吧，就刚刚我已经讲半天的那些东西，大家就随意购买一下，按需购买，你看你需要啥买啥呗。衣服呀，冷感的枕套啊，西梅呀，牛脆脆呀，是吧？电动牙刷啊，这今天卖的比较好的，还有那个薏米水。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买啥，点开这个红色的购物袋，点开这个销冠，你看这个一直以来卖的好的
老朋友你点开这个新品，最近我们小卖部上新还比较多。现在买这个起泡酒还送蜡烛香薰啊，还送这个香薰，送完为止，应该没多少，送完为止，发券了。买这个呢，一瓶100出头就送那个挂那个毯子，2瓶170出头也送啊。抢不到啊，它确实是数量有限，感谢大家理解，感谢大家理解，大家把抢到的券帮忙用一用啊，谢谢大家。今天巧克力卖的也挺好，我看看今天都啥锅巴啊，传统，来根抽干条吧，我也来根抽干条吧。这个是10分可的燕麦卷啊，道具。这个才是我们的老道具，抽干条啊！床垫没有了，不知道，可能没有了。我们床垫没了吗？可能是没了哈。床垫卖了一段时间了。新来的朋友点开销冠看看，我这个是超干风干牛肉条，贼硬，怕硬别买了，牙口好买。这是我们内蒙人小时候吃的，4斤牛肉1斤这个玩意儿，所以价格肯定是偏贵的。牛脆脆是啥？牛肉干，大片的牛肉，风干烤干，切成薄片。这就是牛脆脆，一股牛肉的香味儿。牛肥瘦咋没了？谈一下牛肥瘦。买牛肥瘦去小红书搜一下李诞蒙古肉干面，有教程，有视频。感谢大家，我给大家这个刚刚抢到券的朋友们，我跟他们说一下大概买啥，我就接着讲那个故事。这个薏米水今天可能能卖3000件，已经卖了1800件了，这才播个多大一会儿？薏米水就是水、薏米还有五指毛桃，还有薏米味儿嘛，肯定的。它更大的是那股有点奶香味的五指毛桃味儿。五指毛桃就是炖汤用的一种东西，很香的。我爱吃这个，那你们看自己牙口，自己决定。好广东，对，这广东的朋友都比较熟悉五指毛桃。这五指毛桃是个好东西啊，一般说五指毛桃煲鸡啊什么的都是比较挺好的东西啊。它这是配料表五指毛桃，年糕条看看，可以看一眼。我马上开始讲故事。年糕条长这样，脆的，外面刷的是红糖，它的味道是什么呢？吃过鲜贝吧，旺旺仙贝，它就是更扎实的。就你旺旺仙贝吃起来不是挺空虚的吗？它就是更扎实的旺旺仙贝，味道很一样，甜的。我这都是冰着喝的，什么薏米水啊、陈皮水啊、桂圆水，我都是冰着喝的。牛脆脆，自然味儿。牛脆片不塞牙，这个塞牙，牛脆片不塞牙，它是脆的。桂圆水我喝着也不甜，微甜嘛，我只能说我喝着也是微甜。想要不太干巴的，
不太干巴的，你买那个板筋，板筋是湿巴的，湿巴的，也不能说湿巴吧，湿巴是啥？厚厚的啊，一口一个。想听故事，想听故事，好，哎，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书上没上。今天那个书有《枢纽》这本书吗？有《枢纽》这本书吗？可能没有啊，反正是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枢纽》的作者施展给我讲。有一回碰上他给我讲的这个故事，是他新书的一部分，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他讲的特别来劲，在，哎，我看一下，我的同事在回复我这个问题，可能啊没有。哦，我们巧尼可下单用户加赠5粒装，每小时抽5单。在古希腊呢，古希腊的故事里，神话故事有这么个故事啊，就是泰坦，一个古泰坦古神嘛，啊，泰坦巨神和海洋女神有7个漂亮的女儿。这7个漂亮的女儿呢，特别喜欢跟着狩猎之神阿尔忒弥斯，经常一起出去打猎玩儿啊。有7个小姑娘跟着这个狩猎之神出去打猎。结果呢，这阿尔忒弥斯啊，他还有一个猎人搭档，叫啥来着？俄里根吧，我就随便说一个，叫俄里根，它不是很重要啊，俄里根。哎。后来这个叫俄里根的呢，我可能说的名字不对啊，大家可以纠正，我随便说的，因为它不重要，它叫俄里根，随便我瞎起的。然后俄里根呢就看上这个7姐妹了，这个7姐妹呢的父亲、母亲，就泰坦巨神和那个海洋女神，父亲呢被宙斯给打败了。宙斯打败以后呢，罚他在世界的最西边顶天去了啊，顶天就救不了他这7个女儿。完了呢，这7个姑娘7姐妹就一直跑。这俄里根就贼讨厌，就一直追，这7姐妹就到处呼救，说怎么办？谁能救救我们？没想到呢，是宙斯救了他们。宙斯就把这7姐妹送到天上去了，就变成了7姐妹星。就天上有一个星团叫7姐妹星。这个星团呢，在我们中国古代呢28星宿里呢叫卯宿，跟着什么呢？比较著名的就是申宿。大家听过那个杜甫吧？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听过这个诗吧？就参宿和商宿呢，他俩就是他升起来他就落了，他落了他就升起来。说远了，反正就是参宿和这个卯宿挨着。俄里翁，对，俄里翁呢，这个俄里翁不是俄里根啊，俄里翁后来也上天了，就变成了那个。咱们就是猎户座吧，咱们那个古代28星宿就是参宿，就是俄里翁，这不重要，它不重要，它旁边那个7姐妹星比较重要，就在猎户座呢，有个7姐妹星，这个卯宿、参宿啊，还是7姐妹星啊，在全世界只要有古文明的地方就都有。你像什么圣经也有啊，圣经那个约伯记，大家看过一个美剧、英剧叫《好兆头》，看过吗？是不是叫《好兆头》？就一个天使一个魔鬼那个，然后其中有一集就是有一个叫约伯的哥们儿特别信仰上帝，然后那个上帝就一直考验他，嘎考验他，最后考验他呢，他就崩溃了以后就说上帝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要干什么？然后上帝就突然出现了，开始跟那个约伯说话，其中就提到过卯宿，就是7姐妹星，就说你能解开卯宿系上卯宿的带子吗？还是你能斩断参宿的什么，反正就是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在什么古文明里都有啊，包括什么古希腊呀、希伯来呀、古印度啊、非洲的土著啊、澳洲土著啊、美洲啊、玛雅人啊，都会特意提到这7姐妹星这个星团啊，提到这个参宿这个星团，它就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这天文学可能是人类最共通的最早的知识，因为就是古时候看着这个天象来决定耕种什么的嘛，啊，就天文学很共通的，其实史前我们都有共通的。但是这个故事到这儿呢不重要，就是说古文明里都提到这7姐妹星不重要。但是这个古希腊这个故事比较重要的是呢，说后来这个7姐妹星有一颗星星，7小妹妹
下凡了，说爱上了当时的国王西西弗斯，所以就剩6颗了。你抬头看，现在那个七姐妹星就是6颗，大家就想到我们的故事了吧？应该想到我们的故事了吧？就是我们不也有这个七仙女那个七夕那个故事吗？最后不也是就剩6个了吗？那个变成啥了？那个下来爱上冬泳以后，不是变成了织女了吗？也走了。然后我这个朋友呢，这个就是你去查这个中外这些故事，它都有一个这个尾巴啊。感谢啊，这什么街道办尹女士啊，感谢你送的礼物。这个就比较神奇了。如果说全人类都有一个关于七姐妹的传说，那还不重要。但是全人类都有一个同样的传说，就是其实你抬头看，它都是6颗星，为什么全人类都管它叫七姐妹呢？然后天文学家们呢，就一顿研究以后发现，大概在10万年前，如果你是一个地球上的人类，你抬头看，那就是7颗星。然后呢，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几万年前的时候，其中2颗星挨得太近了，你用肉眼看就只能看到6颗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是有共同的祖先的。就是大概呢，就是在10万年前，我们都还在非洲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最早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七姐妹的故事。最后我们人类分散在这个全地球之后呢，这个故事的流转，一顿流转之后，到后来我们再传这个故事的时候，发现，哎，大家都是只能看到6颗了，但是听到传下来的不是7颗吗？所以不约而同的，我们人类的所有故事的神话的这个故事里呢，就是那7颗星的故事都变成了说有一个星啊，不论是被绑架了，爱上地上的凡人了，还是怎么样了，下凡了，还是离开了，还是爆炸了，都要编一个少了1颗的尾巴。就不会直接说它是6颗星啊，就这么个故事。所以七夕的故事呢，不光是一个情情爱爱的故事啊，还是一个涉及我们人类大家有一个共同来源的故事，挺好玩的是吧？师长给我讲的，大家当故事听啊，我也没有研究过，他写的挺好，他是认真的考证过，就是有天文，当然也不是他考证的，就是很多天文学家去考证过这个事儿。当然，它现在其实还是7颗，只是你肉眼只能看到6颗了，有2颗星离得太近了。然后我们就祖先们就慢慢的编了一个，变成了一个就是7颗少了1颗的故事啊。每个人类古文明里都有这个故事，好不好玩是吧？很好玩是吧？除了这个情情爱爱，它还是一个关于我们人类是有共同祖先的故事。我当时听就觉得挺浪漫的，很有意思。比这个七夕故事还要浪漫一些，更浪漫了是吧？加倍浪漫，更浪漫了。牛肥瘦弹一下，这不弹着吗？弹一下。而且7这个数字呢，在很多萨满教宗教里，原始宗教里是个很重要的数字。7这个数字。约伯记有啊，你回去搜，你在约伯记里搜卯星、申星，你能搜到。卯就是一个日下面一个那个卯。这不是，这是施展新书里的，他还没出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关注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老朋友可以点开这个头像加入一下群聊。好了，假装一会儿知识分子，接着给你们读点情情爱爱吧。分享完了，我是觉得它是个浪漫的故事，我觉得真的很浪漫的故事，比情情爱爱还要浪漫。对吧？你想想，我们从10万年前，一帮原始人坐在火沟边就在讲这个故事，然后走出非洲，大家走到世界各地，哎，最后祖先们一抬头说，不是七颗星吗？怎么剩6颗了？我给续一个吧。然后每个文明都编了一个新的故事，续这个，就觉得很好，是吧？很开心。大洪水也有啊，大洪水是第2个故事，下次有机会再给大家讲大洪水的故事。
人类文明第一个故事是这个七姐妹的故事，第二个就是大洪水的故事，都有。是吧？想想就挺好，是吧？都是一家人，不挺好的吗？哎，我这情情爱爱的读到哪儿了？蛋总，我有一个朋友，去年七夕的时候和一个认识很久的男生在一起了，很快又分了。在一起是我朋友提的，分手是男的分的。这是他第一次被甩，他一度严重到生理不适，上吐下泻，但他还一直抱有幻想。直到前不久，他路过这个男生家，还想约他吃饭，被告知他已经有新女朋友了。眼看又要到七夕了，我很担心前任会在朋友圈官宣，而我看到会再次生理不适，很焦虑。直到看到小卖部七夕营业，我一下子轻松了好多。他有他的新欢，我有我的牛肉干，管他是不是要官宣，有小卖部我不孤单。我知道我聊爆了，这个朋友就是我自己。我希望现在的我能成为过去的自己的朋友。怎么还给我上价值了？我希望现在的我能成为过去的自己的朋友，给他安慰，给他爱，让他不要去求别人。我希望现在的我能成为现在的自己的朋友，写上作文了，排比句，而不需要把情感寄托在外界。感谢蛋总，因为这是你教的，我可没教啊，我也教了吧，但我没教你这样说话了，我教不了你了。我分享过这样的看法，是你自己学到的，我没教你，我教不了别人。不是特别该谢你，因为你也算他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我算不算是一个优秀的毕业生？蛋总，你真是无愧于温柔、善良、美丽、可爱、通情达理、落落大方、善解人意，我的恩师这个称号啊，我有愧于。我念完了虽然挺过瘾的，但我还是有愧于。七夕节又叫乞巧节，最开始是女孩祈求心灵手巧的节日，没听说过啊。在此祝大家心灵手巧发大财。最后顺便祝福蛋总小卖部所有工作人员节日快乐，这样显得我比较有礼貌。恩师，我怎么就成了你的老恩师了呢？这一不小心，这家伙挺有礼貌归挺有礼貌，我也没说要收你啊。这拜师学艺连个仪式都没有，给我来封信就是拜师了。电子恩师，哎呀，电子恩师啊，行，哎呀，也行吧，行吧，看你心情挺好的，还能开这种玩笑，心情好就好啊。橘子干好吃吗？好吃啊！有朋友说到这个橘子干吗？我觉得很好吃，偏甜啊，因为它这个橘子就是甜橘子，怕甜就算了，偏甜。我刚还在吃，感谢大家，不用我送礼物，我有时候念信我看不着你们送礼物，谢谢你们。讲讲蛋白棒，这个健身的朋友还用我讲吗？这个牌子在健身的领域不是也挺出名的吗？这蛋白棒就是嗷嗷健康，嘎嘎健康啊，嘎嘎顶饱，抗饿。哎呀，又有刷礼物的，足球女孩小青，谢谢啊，不用送礼物啊，朋友们。无论是踢足球、打篮球，怎么什么不用送礼物啊，不用了，没事了，你就随便买点啥。足球女孩的话，你可以买点蛋白棒；运动量大的话，可以买点这个，又健康啊。
喜欢运动的话，可以整点这个，吃点肉也行啊，纯蛋白质。橘子干你就别买了，你要踢足球啥的别吃糖了啊，这你就别买了。咖啡液已经卖这么多了，还需要再介绍一次吗？再说一次，我接着读信啊。茶咖一盒7条，没有糖，它就是咖啡液和茉莉花茶叶的提取，喝起来回味有点淡淡的茶香味儿，很好喝，不酸不苦。喝咖啡怕酸怕苦的就买这个，喝咖啡就想来点苦的，买这个深烘的咖啡豆，也可以要求它磨成粉。欢迎大家，感谢大家，新来的朋友可以点关注，新来的朋友点开这个红色的袋子，点开那个叫销冠的分类，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小卖部一直以来啥卖的好了。老朋友可以点开新品啊，挺多那个新品的。今天比较推荐的是这个酒，这个酒因为有赠品，但是这个赠品不知道还有没有了，还有吗？同事，这赠品这个赠品卖光了吗？这是买一瓶酒赠一个这个香薰蜡烛，还有100单啊，还有100单，已经卖了300瓶了，那就说明这个酒一共提供了400个这个香薰蜡烛的赠品。它就是有气儿，喝起来就容易上头，容易微醺，熏的比较快，但是度数不高，就7度，不会特别醉，但是就是会很突然。尤其你再配点烈酒，全完了，别配烈酒啊。正在吃牛脆脆，根本停不下来，这玩意儿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感谢大家关注，还有8分钟发券，我们会接着发券的。这个跟雷司令哪个好喝？不是一种东西啊。雷司令没有气儿，甜，我想想，我给你怎么形容呢？还不好形容，还真不好形容。雷司令那种甜吧，它可能那个葡萄的感觉更重，它在这个鼻子这个后腔这往上翻，它那个香气是那样的。这个就更爽口，它是气儿挺足的，沙口一下就下去了，一股花香吧，它可能更接近花香，雷司令可能更接近果香，你可以这么理解，但都是甜的，都是甜口。都是甜的啊，都是甜的，都算是非常甜的啊。就葡萄酒里，一般葡萄酒不是那么甜口的，为啥说是入门葡萄酒啊？甜口。还播着呢，这不刚开始播吗？咋老有朋友说，哎，很震惊，说咋还播着呢？没播多长时间吧，也还好吧。这信都没念完呢，一般我们播的得把信念完了才行，这投稿都没念完呢。6点我就看见你了，不可能啊！6点我还没睡醒呢，你6点搁哪看见我的？还有6分钟发券啊，朋友们，还有6分钟发券，还有6分钟发券。很难想象第一次投稿是七夕，本来牡丹至今我无话可说，但突然想起来和前 crush 第一次约会，真的就是一个七夕附近的夏夜，没有很巧啊，还七夕附近的夏夜，整的好像很巧的意思。还突然想起来和 crush 第一次约会，真的就是一个七夕附近的夏夜，没有很巧啊，整的好像很巧似的，没有很巧啊。七夕附近的夏夜有很多，前后有2月呢啊。我还念吗？你俩约会干啥？我看看啊。那天晚上我们绕着未名湖转啊转，
好的，懂了。我笑话他在自己学校里把我带迷路了。吃饭的时候他又犯傻，让服务员撤掉了我还没吃的清口贝。突然，哎，清口贝的话，大家配清口贝这种东西就是白葡萄酒、气泡酒就配啊，还可以煮呢。你可以拿这个买回去煮清口贝都行，你不嫌浪费的话，这个煮清口贝都行啊。你就上网搜一下，白葡萄酒煮清口贝怎么的煮都可以啊。突然下起的雨，也让我们各淋湿了半边啊，撑了一把伞。姐们文笔不错啊，姐们文笔不错，你看啊，突然下起的雨也让我们各淋湿了半边。你看这个文笔要学啊，这个叫留白，就是有打伞，两个人共撑一把伞，但是不明说撑了一把伞，是吧？下起的雨各淋湿了半边。这个语文学的不错啊，这个语文是这个高3水平是有的，反正这些琐碎的记忆是我们1年半的暧昧里大多数的浪漫，也支撑着我在高3的1年对他的学校起心动念。哦，那会儿你是高中生，你高3，他已经未名湖畔，是这意思啊？那你考上了吗？当然，普通人是考不上北大的，没考上呗。唉。等到我报志愿的时候，他说他喜欢厦门，我就去了厦大，想着或许在一个他喜欢的城市，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愚蠢的想法在录取结果出来前就破碎了。我本以为我们的关系会在高考后有实质性的变化，而现实是我表白的那天是他分手后的第2天。我晕头转向的给他当了回小3，甚至考虑到他期间还换过一些小猫小狗头像。我可能数不清次当了很多次小3，那次会面成了我唯一一次美好的回忆。再后来我们又见面啊，又见面了。你当然又见面了，肯定又见面了啊！我哭着诉说我的情绪。再后来他就已读不回了，和我单方面的告别了，也拉开了我发疯的帷幕。我在互联网上认识了他老家的熟人，对他几位前任都有所了解。我开启了从长相到学历到性格的全方位的比拼。好消息是，任何一项我都不是最差的，所以对他的口味和我的惨败根本得不出一点结论。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已经有3年半，我大学毕业，保研成功，好像除了这段感情，我的生活学习都在正常轨道上运转，唯独感情上我无法自拔。哎呀妈呀！后面是一串排比句啊，无法接受什么什么，无法怎么样，无法怎么样，全是就无法，就是无法自拔了。我清醒的时候知道不能强求，但我无法摆脱。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建议，是吧？也不需要蛋总什么建议。但是这个故事每讲一遍，我的情绪波动就小一点。哦，这样也挺好。希望痛苦的姐妹们，痛苦的时候也分享分享啊，和大家共勉。大家都夸牛翠翠什么什么啊，又夸了夸我的卖的东西啊，他其实也不需要，他就是又讲一遍，经历太少啊。你搁现在不也就大学毕业保研成功吗？经历太少了啊，经历太少了，经历太少了啊，经历太少了。哎呀，这一抬头1万人在线了，没注意啊。还有1分钟发券，这是不是差不多这个约完会都回来了？这临近11点，怎么人越来越多呢？是不是出去约完会都回来了？还有1分钟发券哈。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这转个未名湖想这么办，想这么多年，你去转转鄱阳湖，转转阳澄湖，转个未名湖想这么办，想这么多年，现在也保研了，好吧？趁着假期去阳澄湖转一圈，鄱阳湖转一圈，好吧？搁这个未名湖转一圈，这3年忘不了。湖太小啊，忘不了是因为湖太小。你转转阳澄湖去，转转千岛湖啊，青海湖，是吧？好好转转，经历太少，认识的人也太少啊，都去转转。发券了啊，朋友们，
发券了。感谢大家刚刚来的朋友们，抢到券的朋友们，新来的话，你点开这个红色的袋子，点开那个叫销冠的分类，里头有一些我们一直卖的很好的东西，比如说这个锅巴，看着就馋，对不对？上面黑色的是芝麻粒儿，非常香。老朋友点开这个叫新品的分类，你翻翻，今天新品也很多，包括我身上这件衣服，催了好久的这个恋爱脑已痊愈，还有我们的这个起泡酒，还有一些礼物啊。应该还有几十个香薰蜡烛，你现在买还能收到这个香薰蜡烛，送完为止。起泡酒，哎呀呀呀，是什么倒啊？是什么不经意的倒啊？啊，是我的电动牙刷啊！今天电动牙刷卖的也很好，欢迎各位啊！抢到券不知道买啥，可以买这个电动牙刷，非常好用。你自己已经有了呢，可以买一个送给爸妈啊。只有一个按键，非常的傻瓜，操作非常的方便。这红圈是啥意思呢？它就对应着嘴的4个区域。你把它刷完了呢，它能智能感应，你都变白了，就是说刷干净了，非常简单，非常好用。3个模式1个按键。感谢大家。送毯子的雷司令来了，回来了。送的毯子长这样，这是我们小卖部的老演员了。这毯子在这儿已经陪我几个月了。送一条毯子，买一瓶是100出头，2瓶是170出头。夏天来一瓶这个，入门款。我现在正批着呢，是吧？你看，我推荐哪个酒？夏天独饮独酌，整个这个啊。聚会吃火锅，你整个这个梅子酒，加点冰块，加点起泡水，这一个人喝也喝不，这个有点上头了。加点气泡，加点起泡水，加点那个冰块，可以喝很久。吃那个辣的、咸的，喝个这个梅子酒。吃泥螺，吃海鲜，吃江浙沪的东西，来个黄酒。我推荐什么酒呢？我推荐什么酒搭什么东西啊？我们泥螺也有卖啊，买这黄酒，黄酒也可以加冰，几瓶送毯子，几瓶都送，1瓶就送啊。起泡酒，下午吃点甜点，吃点火腿啥的。起泡酒都需要冷藏。我卖的酒，朋友们，只要是你从我这儿买的酒，都不，它保存不需要冷藏，它不会坏。但我的推荐是你冷藏冰饮好喝，它不会坏啊。你常温也可以放，但是冰饮好喝。哪个酒送毯子？雷司令。雷司令送毯子，感谢各位，欢迎大家新来的朋友关注一下，点开下面这个红色的袋子，点开那个叫销冠的分类，大概你就知道买啥了。我接着读信吧，好不好？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西梅我想要一袋，有啊，有西梅。这一大包里头是40个小包。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关注。这就空调房可以披一下，你也可以铺地上，随便啊，看你随便啊。这有人问说这毯子怎么用？这个收到的朋友可以帮我回复一下，这毯子你们都是怎么用的？我是用来大变活人，我不知道，我这个用法比较小众，应该。欢迎大家，感谢帮我解释的姐妹们，谢谢啊，谢谢谢谢。老朋友刚进来，你可以看一下那个薏米水，销量吓人啊，卖的太好了。看来你们都比较喜欢这个薏米水，我也快喝完了。它就是水、薏米和五指毛桃。五指毛桃是挺好的，广东朋友煮汤经常放的，不甜，就是一股奶香味儿，没有甜感，没有糖味儿。
感谢大家关注。好，看看大家这个问题，我就刚回复一下，我看集中问题比较多，我就回复一下。哎呦，我们有奖品啊！我刚没注意手机。买十分可的朋友，比如我们十分可的这个燕麦卷啊也好，还是买我们十分可的这个布朗尼蛋糕条也好，买十分可的朋友，每小时下单，每个小时下单的用户里都会抽5个人送1包板栗烧。蛋总，我跟我对象在一起3年了，每年七夕都是我们的纪念日。首先祝我们3周年快乐，祝你们3周年快乐。我之前的男朋友从来不会超过3个月，和现在的男朋友却在一起3年了，缘分妙不可言。我们是初中同学，前后桌，一起参加举办很多活动。但是我初中的时候不喜欢好学生，我就喜欢那叛逆的，哎，类似不好好学习的男孩啊，我就喜欢那个，所以我俩就没在一起。再有联系的时候都已经大学了。我们初中的同学找到了一些初中的视频，创了个群，把我们拉进去，我们就在一起了。没有但是，就是这么过了3年。这是我第一个超过3个月的对象，哈哈哈哈哈！就这样，行，知道了，恭喜你。那我还能说啥呀？只能祝福了啊，祝福啊，恭喜恭喜！希望明年七夕啊，以后的七夕你们都在一起，恭喜！但我想采访一下中年男人，七夕都在干嘛？我认识一个中年男，本来以为他30出头，结果是44岁单身。我惊讶为什么？我不了解中年人，所以来这请教请教35岁的青壮年蛋总，肯定比我了解中年男人。少整这些啊，我就是中年男人啊，我不是青壮年啊。这个中年男朋友们的孩子都上小学了，他还单着，他朋友也不明白。本科的时候，他谈了一个女同学，你调查的挺细，10几年的女友，几年前到谈婚论嫁的地步的时候分手了。2年前他又经历了他父亲的生病去世。他明明是一个传统观念强、想成家的人，这你咋知道的？他为什么不新找个人凑合过日子？凑合过日子，是不是谜底就在谜面上？有没有可能他就是不想凑合过日子？他生活无聊，剧组工作不规律，爱喝酒，不出去转悠，只是跟朋友下馆子，手机上打扑克牌，跟朋友聊天也是谈一谈银行、车子、新闻。头像是海天一线风景照，朋友圈没有。有次吃饭，我提到要去内蒙古玩，怕被蚊子咬，他突然大笑，哈哈哈，李诞。看来他平时也是刷蛋总的。我那天回去也拿手机刷起了李诞，我有点好奇他为什么不结婚。长相干净健硕，没有肚腩，没有秃顶，举止温柔，为人靠谱，医生家庭。他怎么了？他不会有什么隐疾，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毛病吧？你想问他为啥不想结婚，就是为啥不想跟你结婚，是吧？问他为啥看不上你？为啥你绕着一圈认识他朋友，把他的底细都扒干净了，知道了人家有10几年，曾经有一段10几年的恋爱没结婚，知道了人家父亲去世，知道了人家的工作生活习惯，你都打探清楚。哎，很好奇为什么这个44岁的中年男人，我这么优秀，我这么绕着圈的打听他，他怎么不喜欢我呢？我费解。他喜欢李诞，我问问李诞怎么个事儿。
怎么事儿？还有隐疾？你还凡事挺往好处想，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毛病？你挺能往好处想，你试着往坏处想想行不行？坏处想想就是他不喜欢你行不行？你还挺能往好处想，他不会是有什么隐疾吧？他不会就是不喜欢你吧？是不是？咱们能不能简单一点想事情，简单直接一点啊？姐们儿，不喜欢你啊，不喜欢你，很明显。而且我听起来，他这一个人的日子过得贼爽，他这一个人的日子过得要多爽有多爽。你说他为啥要跟你结婚呢？他形容这个男人的，你看我给你念一遍他形容的，我再给你读一遍我形容的啊。咱们先把这个礼物，感谢各位关注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以点开头像加入群聊。刚刚我们的10分可加赠的板栗烧也已经发了。我们买10分可的任何的东西呢，都会加赠板栗烧，抽奖啊，抽奖。然后刚来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卖的爆款回归送毯子的雷司令葡萄酒，送香薰蜡烛的起泡酒啊，都是比较甜的葡萄酒啊。还有今天卖的很好的电动牙刷。我给你念一下这个姐们的形容。这个姐们形容这个男的是，他生活无聊。他是怎么形容他生活无聊呢？他不出去转悠，他跟朋友下馆子，他手机上打扑克牌，他跟朋友聊天聊银行、车子、新闻。头像是海天一线的风景照，朋友圈也不发。你管这个叫无聊是吧？大家对生活理解不一样，大家对生活理解不一样。我给你形容一下他的生活：44岁，干净健硕，没肚腩没秃顶，举止温柔，为人靠谱，医生家庭嘛，家境也不错。44岁嘛，估计也不缺钱，挺有钱。然后每天也不需要怎么应酬，喝酒，下馆子呢就是跟朋友下馆子。哎，打牌嘛也不好赌，就手机上玩玩扑克牌得了。有几个朋友可以聊一聊银行，聊聊车，聊聊新闻的。然后最近呢还被一个年轻的女孩喜欢，这个年轻的女孩听到他谈到李诞的时候，还认真的去搜了李诞的内容。现在看到了李诞的小卖部，现在来李诞的小卖部问这个44岁的男人生活这么无聊，为什么不喜欢我？这就是真实发生的情况，好吧，姐妹儿，真实发生的故事是这样的啊，别想了，不喜欢你，他爽的要死啊，他现在爽的要死，他马上就要活活爽死了。你要是不想让他这么爽呢，你就离他远点，你去喜欢点那个有回音的，是吧？对吧？你再追求他2天，他真的活活爽死了，你可别追求他了啊！你如果看不得他这么爽的话，你就追求点有回音的，别绕着圈打听人家家事了啊！是不是朋友们？空气炸锅有回音，对，姐妹儿，你去追求一个像我们的空气炸锅一样有回音的爱情，不要再找这样没有回音的爱情。这位女施主，有时候感情的事一个人强求不来，要学会放下。买个空气炸锅也可以啊，这空气炸锅容量非常大，整一只鸡，整一只鸡也是可以的，放啥都行了哈。还有视窗，可以监视食物熟的过程，非常方便。为什么我不展示它的本体呢？本体我天天用，就不展示了，非常好用。这么大能放得下执念吗？你看这容量连你的执念都放得下啊！回去把你对爱的执念放给他，180度10分钟也就搞定了啊！
跟我们牛胸口是一样的，一个温度就做好了。傻瓜式操作都可以弄啊。是吧？空气炸执念，你说空气炸锅炸执念非常合适。空气炸锅就很妙，因为它又没有油，空气炸锅，空气就可以炸。那空气炸一个什么东西合适呢？炸执念是吧？执念本身也是不存在的，你不去想哪来的执念嘛？没有的东西。放下你的执念，买一个空气炸锅，吃点炸鸡，吃点牛胸口，怎么样？啊，牛胸口有现货200袋了，买个这空气炸锅回去，第一个就炸个牛胸口，非常好吃啊！欢迎大家。但和男朋友一起过已经3个月了，我过七夕给了他买了一双800块的鞋，加上其他呢花了大概1000多吧。在我的提醒下，他给我准备的七夕礼物是一条手链，价值300。收到时不太开心，因为礼物价值不对等，感觉他不舍得给我花钱。日常相处中，男朋友花钱呢还算挺正常的，出去吃喝玩嘛，不怎么含糊，合理价格范围内都主动买单。我有时候也主动分担吧，消费水平差不多，某些方面我可能更舍得，总体花费大概是3、7分，他多我少。毕竟出去玩属于共同享受，不像礼物一个人享有，情况有点不同。提问：情侣间送礼物价格差导致心理落差，应该如何处理？是否应该向对方明说？礼物没选好啊，你就是属于手欠。你给他买了一双800的鞋呢，就属于礼物没选好。你应该选什么样的礼物呢？应该选什么样的礼物不会出这样的错呢？选一个我们的这个空气不是空气炸锅去了，选一个我们的这个电动牙刷啊，选一个我们这个电动牙刷。为什么这个礼物不会出错呢？为什么？因为你提醒他回礼物的时候，他可以给你回一个一模一样的电动牙刷。哎，2个牙刷在一起，摇头。为什么摇头？因为这样的礼物不会出错。你送一个800的鞋，他上哪儿给你挑恰好也是800的手链呢？没法整啊！你送他一个200多的又差点空气炸锅。你送他一个200多的电动牙刷，他还你一个200多的电动牙刷，你就不会闹心了。你就送电动牙刷就完事儿了。你看，非常好，是吧？就一个键，操作也很简单。感谢这个佛系的什么欧里啊，不用送礼物，买个电动牙刷就好，是吧？你礼物没挑好，你整个800多的鞋，他也不知道，你就买个这个电动牙刷 ，U Smile 这牌子，他的盒一看，他也知道是咋回事了。回手他再给你买一个 U Smile， 这不完事儿了吗？1分钱都不带差的，除非他在我们小卖部抢到券了，是吧？抢到券他可能省点钱，他如果没抢到券的话，1分钱都不带差的。是不是？赶紧让他把鞋退了。你跟他说那个800块钱的鞋有问题，退了。你现在把鞋退了，换这个牙刷。你800块钱鞋这俩牙刷都够，还能再买一个送给你爸妈，是吧？把那鞋退了吧。他给我出这个问题跟奇葩说的辩题似的。第2道题是男朋友对自己的重视程度是否能用礼物的价值来衡量？
能吗？你们觉得？啊，正方观点是能，有反方辩友吗？有反方辩友吗？我觉得不能啊。我在反方辩友吧，咱们来辩论一下，为什么你觉得男朋友对自己重视程度能用礼物来衡量？来3个观点，我看看，我反驳一下。好精彩啊！我一时不知道该跟你们哪个人交流啊，好多精彩的论点，非常精彩啊！哇，好多很精彩的论点。梦回奇葩说了，好多精彩的论点，一时不知道该回哪个。哎，有一个人说的很好，礼物在于给，不在于价值。我看看，爱是常觉亏欠。哎呀，都有道理。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呢？为什么我觉得他问的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呢？其实就是正反都有道理才是问题嘛。如果有标准答案就不叫问题了，叫问题是吧？他问的问题不是问题，是问题，都是可以辩论的。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像问题一样，情侣间送礼物价格差导致心理落差，应该如何处理？是否应该向对方明说？你看，明说也行，不明说也行，对吧？这是问题，不是问题，是吧？你该明说吗？你应该明说啊，具体到你的个案例，你就跟他说，你把那800的鞋我要退了，你这手链你也退了，我给你买了一个电动牙刷。啊，你上小红书打开李诞的小卖部，你给我买个蓝色的，我给你买个粉色的，啥意思？你自己悟吧。还不懂？你搜李诞牙刷，肯定有这个切片，自己看看。我虽然说的比较荒唐，但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建议他还是说一下，因为这个女孩挺闹心的，这女孩有点闹心，说一下，说一下你才能知道咋回事儿。因为我光读这封信呢，是这个女孩的一面之词，咱不知道这个男孩是咋想的，我不知道这个男孩是咋想的，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原因。因为他们平时出去玩的时候，总体花费能干到3-7分，就是出去吃喝玩乐，就男孩花的多，他花的少。就这男孩看起来不像是说很抠，怎么回事？我有时候把人往傻了想，我不把人往坏了想。我推荐你们也这样，就大家如果闹心的话呢，你把人往傻了想，比把人往坏了想强。我推荐把他往傻了想强。什么叫把他往傻了想强呢？就是他不会送礼物。男的很多时候就是不会送礼物，就是傻，就是笨，就是不会挑，有没有可能？就是笨。完了，他俩的经济水平肯定也不是说特别高那种，是吧？这个就是千把块的东西来回送嘛，就是比较正常的情侣之间嘛。就是这个价位的礼物最难挑，千把块的礼物最难挑，信不信我的？我3000往上送啥不行？我送3000万块钱往上送点啥不行？预算800，你给我挑一个我看看。
你看朋友，你看啊，香水是吧？哎，你看，你知道香水对一个男的来说就跟看到噩梦是一样的吗？看不懂。1000瓶香水都卖800，我感觉他们没有任何区别。护肤品，你让男的给你挑护肤品，你敢用吗？他敢给你买，你敢用吗？很难，非常难，非常难。当然有诡计多端的男人能挑出来，所以我是替这个男孩说2句话。我觉得这个男孩呢，我只是读这个字面意思，我觉得这个男孩是傻，不是说抠，他就是笨一点，他笨一点啊。那肯定有诡计多端的人会挑，是吧？那大部分我觉得就是不会挑。这个预算800真的很难挑，但是也其实能挑出来，是吧？你大2瓶酒也能挺好看的，是吧？你800块钱全买花都行。你要问我，我就觉得800块钱全买花就好了，对吧？对不对？你都不用想，800块钱买花能买不少花，能挺好的。大部分人花也太没用了。你看，我觉得送花就不错，然后也有朋友说花也太没用了。你信不信这个男的也经历过这种心理挣扎？他说给我送双鞋，我要不买花了。哎呀，花也太没用了吧！我也送她双鞋啊，这女生鞋我也不会买呀，她能觉得啥鞋好看？我送香水吧，她喜欢啥香味儿？这沉香，这俩这什么香？这有啥区别？这俩香水啊？口红，她喜欢啥色号的呀？口红送个链儿吧，这链儿我挑个简简单单的，链儿不会出错吧？最后买根链儿。咱也不是说他这样好，是吧？年轻嘛，再成熟，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你香水不会送，你还没个朋友吗？说，哎，香水大概怎么回事？问一问也能问出来，是吧？打听，实在不行去柜台你问都能问出来，是吧？但是我只是说他现在处于笨的阶段，这些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能学会。我猜测他是现在不会，你就跟他直说就行，跟他沟通就行。还有1分钟发券啊，还有1分钟发券。还有1分钟发券。红包省事儿。哎，那我问你啊，这个女生给这个男生送了一双800的鞋，这个男生如果回一个800的红包，你觉得这女的怎么想？你觉得这女生怎么想？还有1分钟发券啊，还有1分钟发券。回个1314是吧？就说呢，他要是说这预算不是800的话呢，就好解决。你要想整那个可丁可卯的就不好解决啊。是这个，我没有批评这个女生的意思，我特别能理解她。已经发券了，就她呢花了这么多钱，她没有收到一个对等的礼物，她不开心。其实我的意思是啥呢？收到对等的你也会不开心。为什么？为什么？
意思啊，我给你送800的礼物，你就卡着点送我800的，啥意思？卡在哪儿了？卡在哪儿了？你们反应过来卡在哪儿了吗？卡在哪儿了吗？是这个女生先送的，在我的提醒下，她给我准备的七夕礼物。在我的提醒下，这个男的准备啥礼物，他都不太会高兴，除非就是贵很多。这个男生如果上来就贼主动，他就先送了一个什么什么手链啥的，是不是就好很多？是不是就好很多？对吧？其实他问题就问错了，最后这个女生问了我半天，问的都是钱、礼物价值。其实你的心结是主动的事儿啊，姐妹儿。你要跟你这个男朋友交流，你也要跟他交流。你不是说交流，为啥我给你800，你给我300？你别这么交流，你交流说，那个亲爱的，我有点不开心，七夕礼物为什么是我先送你，不是你先送我？其实我真是不是很在意多少钱，平时咱们出去玩，你也不是那抠的人。我希望下次过节的时候你稍微主动点，行不行？谢谢你就好了嘛，就这么点事儿。还一帮朋友还在那问我说这个钱什么1800什么玩意儿，我跟你们刚讨论的是礼物。这个女生的真的问题是这个男的不主动，然后他误以为是吧？他自己在那里问我什么情侣间送礼物价格差导致心理落差，你那个心理落差是价格差导致的吗？不是啊，不是，不是。而且以这个姑娘的这种性格，你送她800，你提醒完之后，这个男的真的特别猛，哐给你打个4999，我估计你都不好意思收。我感觉你也不是那种是吧？你都不好意思收，你说你是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是吧？你可能是这种心情，你要干什么？你只是觉得不主动，一看就是俩年轻情侣嘛，好好谈谈恋爱吧，交流交流，让他主动点，就这么点事儿啊。送电动牙刷，200多块钱，这不挺好吗？整那么复杂干啥呀？是吧？一个能讲好久，这个就得讲久一点，因为这其实是个挺敏感的。你看我刚跟你们玩一会儿，说这个辩题，确实那个辩题值得一辩啊，这个礼物价值什么什么，这都值得一辩。但大家就有时候我的真实的立场啊，咱们不是说辩题正方反方，我真实的立场它就是个心意的问题。说破大天去呢，说破大天去呢，是吧？还是要有心，有心都好说，没心很难的。没心这题答不对的，800换800干啥呢？以物易物来了，俩人肯定不对啊！没有心怎么都不对，有心就怎么都对了。是吧？欢迎各位朋友啊，可以点个关注。怎么人这么多？欢迎你们，全约完会回来了。约完会回来了，买点啥吧？这家这出去吃饭好几百也舍得花。来我们小卖部啊，买点这10来块的，20、30的，塞牙缝。开玩笑，
随意听听故事也行，不用非得吃不动了啊！老朋友可以点开新品看看，老朋友可以点开新品看看，今天很多新品。这个酒还有100个香薰蜡烛送，对吧？总结一下，咱们就说正好是七夕，也说送礼物。总结一下我对这个谈恋爱礼物的观点，是吧？不要把互相送礼物变成以物易物，以心换心。送礼物是为啥？送礼物是以心换心，不是以物易物。你要是以物易物，你这个钱永远算不对，多个少个你都不舒服。如果是真爱的话啊，你就图钱当我没说。你如果是真爱的话，多个少个你都不得劲儿。你以心换心的，多个少个你都得劲儿。有的人他就是不会送礼物，不会送礼物也有别的方式表达的啊。出去喝个酒吃饭，那不也得花钱吗？订个地儿去哪儿旅游一圈，不也得花钱吗？那还更费心呢，还得订票，还得查酒店，是吧？还得查行程，对不对？那是不是一份礼物呢？那也是一份礼物呀，对不对？买东西是吧？买东西只是其中一种。你说俩人喝了一瓶酒，聊天聊特别开心，看了一个特别喜欢的电影，心情特别好，两个人分享了一番童年的故事。今天你俩这瓶酒就花个100块钱，你觉得这瓶190，你觉得这瓶100块钱的酒，你下次怎么还他呢？怎么还他？怎么还？还不了呀，对吧？怎么还？欢迎大家。蛋，你好，好急，好急，这应该来不及了吧？这已经10点40了，该发生啥也发生了。我想知道喜欢上了共有很多的好朋友要怎么办？共有很多的好朋友啊，就喜欢上好朋友了呗。本人99年生人，牡丹25年，之前也有过喜欢的男孩，后来就不成功吧，都有点 PTSD 了。我目前喜欢的男生已经认识7年了，但我俩有点熟悉是这2年的事儿。他也是牡丹，我发现真的跟他在一起很舒服。他也是因为每次大家组局，知道局里有他，我去赴约，我都会很开心，坐在他身边就会很开心，跟他偶尔的肢体接触，突破社交距离，我也不反感。但是我俩的共有实在太多了，而且关系很好，我很怕我表白之后如果被拒绝，关系会尴尬；如果不被拒绝，在一起之后又分手。因为有共有，所以更尴尬。之前有发生过圈子里的情侣分手后，一方新谈了恋爱后，2个人再也不同框的事情。本人作为双方的朋友会觉得为难，所以我不想让我的好朋友们受这种苦。行，那你受吧，你不希望你好朋友受这种苦，那这种苦只能你来受了，好吧？你接着吃苦吧，你的好朋友们甜甜蜜蜜看你吃苦，怎么样？你觉得我这个建议怎么样？之前我俩的共有点过我们的鸳鸯谱，我俩都很沉默，但我心里超级想笑。还有就是我感觉他也有一点点不对劲，我某一天突然发现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就是我俩说话他眼神突然飘忽，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啊。
赶紧谈呀，搁这干啥呢？再补充一下，今年7月我俩都出国念书了，在一个国家，不在同一个城市，车程大约10个小时。车程大约10个小时，能不能坐飞机？车程大约10个小时，车程大约10个小时就别开车了，行不行？他要念2年，我念1年，念完都会回国的。求蛋总支支招，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怎么做呢？怎么做呢？怎么做呢？赶紧开10个小时的车去找他呀！不行，有点危险，让他开10个小时，不然你就坐个飞机，2个人相遇一下，或者你们俩约一个中间地点，一人开5个小时的车，怎么样？怎么做呢？好朋友谈恋爱的话，会不会很尴尬？你现在不谈不尴尬吗？姐妹儿，不是你上来给我吓够呛，说蛋总你好，急吗？你还有1年海外求学，他还要念2年呢，这有什么急的？都不想回答你了，骗我，我以为多着急呢。你看你都急成这样了，这么不着急的事儿都急了，那肯定是要谈了。你俩现在相处已经尴尬了啊，你俩已经尴尬了，姐妹儿已经尴尬了，你俩，你想想你俩尴尬不尴尬？你这心怀鬼胎的，他看你的眼神也躲躲闪闪的。尴尬了，已经尴尬了。你给我写个信，已经急了。既然已经尴尬了，就不会更尴尬了。赶紧谈吧，啊，求求你了。哎，我的妈呀！不会更尴尬了啊！怕朋友们尴尬，别想太多啊，别想太多啊。哎呀，怕圈子里的这些好朋友痛苦，不一定啊。你1年以后回来就不一定有这些朋友了。别把事情想的那么美好啊！这个世界变化比你想的快多了。你能跟这个男孩在一起呢，就赶紧在一起。回国以后，那些朋友也未必是你的朋友了啊。这男孩也未必会跟你在一起。别把什么事都想那么好，能表白赶紧表白吧，啊，姐妹儿。这个世界呢，非常美好，但也很残酷。美好的东西稍纵即逝，残酷的东西转瞬就来。啊，如果你现在面前有一份美好，能抓一把啊！别等那个残酷的东西转瞬即来的时候，发现我怎么没有体会过美好？因为你该美好的时候你不美好啊。啊，姐们儿啊，赶紧吧，车程不就大约10个小时吗？打个飞的的事儿啊，飞过去就好了，挺好。你哪怕是从功利角度讲，你俩在海外谈完了发现不合适，回国假装没有发生过，回国回到朋友圈子里说没见过他，出国没见过，不知道没见过。哎呀，车程10个小时呢，谁见他呀？没见过，不就完事儿了吗？还不趁乱赶紧谈，是不是？对不对？真的啊，不是胡给建议啊！感谢大家，新来的朋友可以点关注，老朋友点开头像加入群聊。今天卖的好的新品呢，有这个薏米水，这个我看看有多少单，这应该是2000多单，不开玩笑了，应该2500单了。这个薏米水深受欢迎，配料表只有水、薏米和五指毛桃。不知道五指毛桃的朋友们，请广东的朋友给解释一下。五指毛桃就是广东人炖汤的时候经常放的一个东西，奶香奶香的，不甜，这喝起来是没有糖感的，就是一股奶香味儿，还有点薏米啊，薏米水吧。这个卖很好。今天还有这个起泡酒啊，这起泡酒就是甜，起泡上头，因为有气，甜的啊，怕甜别买，一定要冰饮，不要摇。现在还有这个香薰，送完为止。还有我们之前卖的很好的蕾丝令回归了，送毯子，1瓶也送，2瓶也送，1瓶是100出头，2瓶170出头。还有这锅巴，这锅巴不知道为啥今天又卖挺好，大家随意购买。我接着读信。
感谢各位。空气炸锅可以选温度吗？你这不骂人吗，朋友？空气炸锅选不了温度，它最基础的功能不就应该是选温度吗？非常傻瓜啊！这两个按键，一个调温度，一个调时间，调好之后摁开始就完事儿了，好吧？你想做的所有菜，你想用空气炸锅做的所有菜，你在小红书搜这个菜加空气炸锅，你都能搜出来，都有人教你，别害怕啊！我就是这么用的空气炸锅，我想做什么我就小红书一搜就会了。感谢大家啊！今天还有我们这个电动牙刷也卖的不错，就一个按键3种模式，非常方便。雷司令那个有点甜，对，都是甜水啊。那这个也是甜的啊，这都是甜酒，嫌甜就别买了，肯定是都是甜的，都是甜酒。更甜的是这个，这贼甜，这个要加冰块喝，它是甜酸啊。欢迎大家。电动牙刷可以用牙膏吗？我不应该再理你吧，我还是读信吧。Hello， 蛋，我每天早晨洗漱的时候都会看蛋总的切片。事情是这样的，大约1个月以前，哎呦，卡扣王不用送礼物，随便买点啥，感谢啊。大约1个月以前，通过别人的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相亲对象。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工作特别忙，大约在微信上聊了2、3个星期，我也没有催他来见面。后来我主动约他有时间来见一面，说实话我印象不是很好，但我想着相亲嘛，回来之后就一直聊着天，但是肯定也没有以前热情。七夕快到了，前2天他给我发微信说周6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他想来找我。但是我觉得七夕跟他见面也不太好，我的内心是2个人还不太熟，这样的日子见面会很尴尬。而且这天他不带礼物，我会很失落。他带礼物，如果我们2个没成，我是不是还得还给他？所以我说不一定非得要七夕见面。结果离谱的来了，下午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没人问他，我七夕为什么不跟相亲对象出去？应该是我妈啊，他妈妈跟媒人说了这件事儿，而且从我拒绝那天开始，他也没有来找过我。我可以理解成他七夕约我出去对我重视，但是我就是想知道我这样的想法有没有问题？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吗？虽然我目前没有再和他聊下去的愿望了，但我还是觉得很生气。这件事明明2个人就可以解决，为什么还要别人插手？你说能有啥问题？没有问题啊，恭喜你啊！接着相亲嘛，接着相亲，接着认识新的人就好。蛋总你好，我有一个 crush 了很久的男生，5年前他大3啊，我大3他大4，5年前我大3他大4啊，他现在也不小了。我们在电梯里遇见，他主动跟我和我的朋友聊天搭话，因为我们当时在说方言，他听出来了，发现是一个地方的人。我刹那间对他一见钟情，后来5年都没能见面，就电梯里一见钟情，5年没有见过面，所有的记忆只有在电梯里说了会儿方言，是吗？啊？中间在微信上找过他2次，一次是有一些问题请教他，他很耐心，非常有礼貌，很热情，我的心再次被击碎。后面找他闲聊，能感觉到他有边界感，虽然也是礼貌，但是并不想跟我聊闲天。共同朋友说他最近在做副业，这几年都没谈女朋友。今天听了你的直播，有被你鼓励到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我就拜托了共同好友，过生日的时候帮忙传局。我终于见到他了，结果他对我完全没有印象。也合理啊，你5年前在电梯里见过人家一面，没印象
合理啊，没印象合理啊，合理的。霎时间我有点冷淡了，我感觉自己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很好啊，保持这个感觉。见面之后感觉他的性格也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很好啊。结束后他送我回家，只是顺路，车上还有另外的同学。过后他在微信上表示，我在微信上表示感谢，他说不客气。再也没有后续了。我的问题是，回家之后我还是不断的梦到他，甚至不断回忆见面时他说的每句话。现在还是觉得放不下。请问蛋总，我该彻底死心，还是要再试一试？对于这种异地平时也不见面的男生，怎么开启聊天？之前找他闲聊都被他礼貌性的不回应了，现在有点害怕被同一个 crush 拒绝2次、3次啊，他已经拒绝你2次了，再拒绝就是3次了。第一次是你微信闲聊没怎么回应，第2次是说对你完全没有印象，现在再拒绝是3次啊，不是2次，数学有问题。没啥戏啊，姐妹儿，我觉得没啥戏，没什么希望，放弃吧，没什么希望啊，没什么希望，咱又不是没努力过，努力过，没什么希望，没什么希望，努力过就算了，算了。但有一个精神要向他学习啊，他说他最近在做副业，希望你也找点事儿干啊，你也做点副业，是吧？可能就好了，就不会老想着他，挣点钱啥的啊。希望这段 crush 给你留下一点好的副作用，就是让你有一个副业。好吧，感谢大家关注啊！点开这个头像可以加入一下群聊。新老朋友可以买点我们这锅巴，新朋友点开那个销冠看看这锅巴呀、牛脆脆啊，都是我们一直以来卖的比较好的东西。感谢大家，推荐给大家啊！面包干好吃吗？好吃。这面包干也是一直都卖的很好，长这样，一小包一小包的。薏米水推荐哪个味道？薏米水只有一个味道，薏米水。牛肉干买过很多，好吃，谢谢啊，谢谢谢谢。蛋总好，七夕想投稿个幸福的故事，可是答应了我们要幸福哦。一会儿我读的感觉不幸福，找你麻烦。我发现，他说七夕我想投稿个幸福的故事，发现事情的进展有点事与愿违，第2句话就不幸福。我和这个男的是通过我妈朋友介绍认识的，接触2个月，彼此有好感。这2个月里，他2次问我们是什么关系。第1次问的时候是1个月左右，那时候我确实也不知道，所以犹豫要不要再深入一点。现在想想当时的想法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不够了解才要深入。因为这段时间在看你的直播，听到其他姐妹的情感来信和你的解答，开始对情感有一些新思考。他第2次问我是在上周，我反问了他我们是什么关系。这直播没白看啊！行，确实是有了一些新思考。直播没白看，干得漂亮，哈哈哈哈，很高兴，我很开心啊！我没天天白在这读这些，终于还是有人开窍了，哈哈哈，非常好，非常开心，哈哈哈。他跟我讲，他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人，把纠结的点告诉给了我。房子的问题，面对我妈的压力啊，我妈比较强势，她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还有他妈妈提过我们俩生肖不合。我问他你信这个吗？很好。第2个问题也非常好，哈哈，我问他你信这个吗？哈哈，非常好。他说他不信。我知道他虽然说不信，但能成为他纠结的点还是很介意的。
哎，因为我喜欢他，所以在第2次男嘉宾问我俩是什么关系之后，我打算推进，给他点暗示。我那天跟他说，你上次问我们什么关系，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你，记得带上花。他听完之后沉默了几秒，笑着说，你这话说的，我默认他已经收到提示，昨天就是我们的下次见面。他开车到我家楼下，我上车发现没有花，我说花呢？他愣住了，说他大晚上直接从家里过来，又说他是个纠结的人，还没想好。我当时听到这话，立刻从车里跳了下来。哎，非常好啊！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一下这个姐们儿。你确实你毕业了啊，你真毕业了，立刻从车里跳了下来。优秀毕业生啊，这绝对是优秀毕业生。非常好啊！我自己绕着小区走了一圈，并且拿个快递回家，拿个快递回家了。他给我发信息说这就走了，说我有小脾气。我回复他，你慢慢纠结，慢慢想吧。太好啊！太好了，非常好啊！优秀毕业生，非常非常好。大家向他学习一下啊！大家向他学习一下。哎，不好啊！后面有一个不好的转折，后面有个不好的转折啊！回到家我冷静一下，我觉得我这个行为不太好，有点冲动，给他发个消息，他回复我他到家了，问题不大。我打电话给他沟通了这件事儿，我把想要深入这段关系的想法传达给了他，我就问他纠结的点。他表示他上班被领导 PUA， 工作不顺，有点不想讲啊。他说他那天，现在想一想，我大概也能推测出他纠结的点，以及他2次，我就问了他2次，问我们是什么关系的原因。他说他想看我的态度，他告诉我给他点时间让他想一想。我表示行，你仔细考虑吧，我们再好好聊聊。第2天他发消息来找我，约我晚上出去，我拒绝了，因为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他，以及觉得他也没想好。求问蛋总，接下来怎么办？有后续啊！我的同事又发来后续，我来更新后续了。七夕节早上，就是今天早上啊，太新鲜了这封信。今天早上我约这个男嘉宾晚上看电影，这是一封信吗？是吧？他表示没在我们的城市，之前准备送他的七夕礼物也就搁置了。但我觉得当初买这个礼物就是送给他，也跟他说了，要么有礼物要给他。我问他你想要吗？他说当然。这会儿不纠结了，想要礼物吗？这会儿不纠结了。这会儿又不纠结了，啥意思？这男的约他看电影，他说没在当前城市。问他想要礼物吗？他表示当然。发券了啊，还有1分钟发券，咱们发完券再捋捋。感谢大家。新来的朋友可以点开这个红色的购物袋，点开这个分类里有一个小王冠的，这个叫销冠的东西，你可以看到西梅干啊。这个西梅干呢，不要吃太猛啊。这个西梅干的配料表只有2个字：西梅。它的注意事项：成人每日3到4颗，别吃太猛。里头有40多颗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这种大西梅，别吃太多啊。吃太多的朋友可以在下面说一下吃太多会怎么样，还是有人吃太多的。上次卖的就是有人说吃太多了。爆款回归啊，别吃太多。你点开这个呢，还能看到这个锅巴，我们这个锅巴卖的非常好，一直都很好。上面这个黑色的是黑芝麻
发券了哈。还有我们的牛脆脆，牛脆脆呢就是大片的这样的牛肉，草饲牛肉，你拧开就能闻到一股很香的牛肉味儿，它是脆的，风干烤干，它是脆的，非常好咬。这都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东西，新来的朋友抢到券了，可以在这些东西上用一用。老朋友们，你点开新品，今天卖的好的有这个牙刷。只有一个按键，3个功能，非常好，非常简单操作。这一圈是啥意思呢？这一圈对应着你的，就你刷的过程中呢，等它全部变成这个白色就刷干净了，还有红色就说明对应区域没刷干净。非常简单好用的一个牙刷，手感也很好，肯定防水啊，洗澡的时候用就行，抓在手里非常舒服。还有就这个酒，这个酒应该赠品马上就送完了。这个酒是起泡酒，甜的哈。甜的带气儿，7度，但是也上头快。赠品是这个小蜡烛，马上送完了。然后就是这个爆款回归，送一个毯子，一瓶100出头，2瓶170出头，送的是这个毯子。以前我净用它大便活人来着，你拿回去可以盖个腿，盖个啥都行，铺地上也行，猫猫狗狗啥的都可以。给你们说稍微过一下，今天这2天卖的好的还有新品。新品还有这个巧尼可，是一种巧克力，包装很好看，独立包装，一颗一颗的这个巧克力，有咖啡味的，了解一下。还有我们10分可，上一场卖的爆的嘛，这个不是这个道具啊，这是道具，它俩不是一伙的，各是各的。这是燕麦卷，这一盒是这个布朗尼的蛋糕条，这非常好吃。啊，是谁倒的？牙刷又倒了，扶一下。黑芝麻的薄脆，10分可的，大家买这10分可呢，每小时有抽奖啊。今天的这个王者，这奔着3000瓶了已经。水1米5指毛桃没了，这就是配料表，不甜，有一股奶香味儿。欢迎大家随意挑选，还有我们的牛板筋，这是牛板筋，一口一个，塞不塞牙？肯定塞牙，就看你什么时候塞牙。非常好吃，买香辣味就行了。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我快速的给大家讲讲品，然后我们就接着读信。白色透吗？这我都穿1晚上了，要透他们早开始笑我了，肯定不透啊！我在这穿个几个小时了，要透他们早开始笑话我了，肯定是不透啊。牛肉干你就买牛脆脆，怕出错。想试试你就买这个硬的这个。抽干条啊，不叫抽干条，叫超干条。4斤牛肉出1斤，非常硬，怕硬别买，但是贼好吃。我个人更爱喝陈皮水，但好像看这个反应，女孩子们更爱喝薏米水。确实，陈皮水的味道可能女生不太能接受，它就是有一股说酸不酸、说苦不苦的味儿，我比较喜欢。感谢这个扣什么是不用送礼物啊，随便买点啥，谢谢。被子上写的是 Always looking forward， 永远向前看。冰感的小宝贝儿，上面那个是冰感的小薄垫儿，这儿还有冰感的小枕头，都是他们家的，冰感的，很舒服。你要是头爱出汗的话，你可以买个这个，不是枕头啊，卖的是枕套，套你家枕头上就行。桂圆水也好喝，微微甜。行，朋友别送礼物了，谢谢啊，我这不好意思，你随便买点啥就行，不用我送礼物，谢谢啊。买啥送毯子？买这个雷司令葡萄酒。这个被子真的太舒服了，我们这个小宝贝儿真的很舒服，不是开玩笑的。小宝贝儿，夏天盖一盖，冰冰凉凉，非常舒服。这天还得热一段时间呢，尤其南面。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个买这个气泡酒送那个蜡烛，应该还剩60多份蜡烛了，送完为止啊。
还有60多份吧，差不多吧，看看。欢迎，感谢。买这薏米水，这薏米水已经2800单了，西梅干是400单，牛脆脆是1500单，牛脆脆反正讲不讲嘛，都卖得很好，大家可以买点这个牛脆脆啊。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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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个茶咖今天也没咋讲，也卖得很好。怕酸怕苦，想喝点咖啡的，不酸不苦的咖啡液，一盒7条。回味有点茉莉花茶的茶香味儿。然后呢，还有一盒茶咖，然后最后送你个袋儿，送你个包。哎呀呀呀呀，包啊，送你个包。这个茶咖就是怕酸怕苦就买这个咖啡，不怕苦想喝点苦买我们这个深烘的咖啡豆。你也可以要求他磨成粉，死还不烫。这个上海有店，上海的朋友应该见过，富民路K11。小宝贝儿还有30个，小宝贝儿还有30条，今天又给个50条，还有30条。那个小宝贝儿，这个番茄汁现在用讲不用讲也都是100多瓶，番茄汁很好喝。这番茄汁呢，一瓶是只有番茄，这番茄汁的配料表也是只有番茄，水都没有。它一瓶也差不多有3.5个番茄，差不多就没有水，只有番茄。可以，你喜欢喝那种浓郁的感觉的，你就买那个吧。你看我们这不愧是爆款回归，这 A40 又是卖的非常好。给大家稍微过产品。奶脆片长这样啊，味道就是你小时候偷吃奶粉那个味道，非常好吃。一包嘛20来个。谷物棒长这样。健身的朋友、怕胖的朋友、减脂的、控制体重的，这玩意儿贼抗饿，一条2条就肯定饱了。一般人也就1条，狠心2条肯定饱了，喝点水，啥也吃不下去了。欢迎大家，感谢大家。这个电动牙刷还卖的挺好，感觉应该都是送朋友的吧？这自己应该都有电动牙刷了吧？大部分。你们没有电动牙刷可以买个，这电动牙刷如果还没有的话，真的是非常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东西。我嘛，牙从小不齐，我又没法弄那个箍牙，我就比较注重牙齿清洁，保持一个健康。很早就用电动牙刷了，这个电动牙刷比我当年买那个好几千的，完全也不能说甚至都不能说不差，感觉甚至更好。对，这个电动牙刷这几年真的是便宜的离谱，变得。好的，我们锅巴也是400多罐，锅巴很好吃，给大家过一过，看看还有啥问题。金果啊，还有这个金果，这个是小的，不卖，那为什么要展示呢？为了显得它大啊！你说这不是近大远小吗？啊，拉到一起也是这个大，很好吃。喜欢吃硬一点、酸一点，买回去就直接吃；想软一点、甜一点，放个1-2天。没有抽烟牛肉干啊，它叫超干条啊，是这样的，就是干，贼干，好吃。吃过的朋友，只要牙口还行，你就买这个，贼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没有抽烟牛肉干啊，它叫超干条。年糕条是啥？脆的，它外面涂层红糖，吃起来呢味道像旺旺仙贝，它就是更扎实、更脆、更有内容的旺旺仙贝。旺旺仙贝不是吃着有点空虚吗？它那味道很像。
布朗尼蛋糕条长这样，这是另一个道具啊，抽烟有害健康，没抽烟啊。这是布朗尼蛋糕条，像小土罐一样，吃起来就是在嘴里化开，非常好吃，还没有那么甜。10分可家的产品就比较清新，它包括它那个毛豆片啊什么都比较清新。巧尼可继续送礼物，下单用户加赠5粒装，每小时抽5单。刚刚这个优秀毕业生姐们儿读到最后，发现又有点犹豫了。本来是优秀毕业生吧，最后她感觉还是对这个男的挺喜欢。我觉得接触看看吧，姐妹儿，我给你的意见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的基本上逻辑你已经非常优秀毕业生了。后面呢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接触着看看，也别太着急。为什么呢？他俩就接触个2个月。他跟这个男孩，他跟这个男的就接触2个月，是吧？几次要确定关系，现在发现这个男的有点磨叽啊，说自己纠结，你就不能着急，你这个时候着急啊，就容易动作变形。我觉得你已经非常稳当了，你就更不应该着急了，等等看，等一等。他要真那么纠结呢，一直不主动就算了，是吧？你这种特别纠结的人，你还就得等他主动点啊。感谢大家关注，感谢大家支持。新朋友可以点个关注，点开这个头像呢，你就可以加入那个群聊，就是什么粉丝团啥的，是吧？感谢啊，感谢各位。这个是我们之前一直说的恋爱脑已痊愈的短袖做出来了。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短袖呢？是因为答应一个乳腺癌已痊愈的姐们儿，是真的一个姐们儿乳腺癌已痊愈啊，是送她的，就做了一个，这个已经送给她了，她已经收到了。因为他收到了，他说他挺喜欢的，好吧？他挺喜欢的，我们就用这个设计了。乳腺癌已痊愈，他已经，我们是先送给他，他觉得他喜欢，我们才开始的啊，就是他认可就行了呗。因为那姐们儿需要一个这种战袍，他有点那个，他老怕别人知道他什么得过乳腺癌啥的，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你都乳腺癌都痊愈了，多厉害啊，就应该穿着这个衣服去相亲约会。战袍啊，战袍这个也有啊。欢迎大家，感谢各位，可以点个关注啊，点进去呢可以点一个那个加入群聊。我看看这个乳腺癌已痊愈卖的怎么样，都没注意。我以为今天没上呢，我刚看刚一说弹起来也有，我都没注意。哎，算了，翻不着，哎，就这样吧，我接着读信吧。这个七夕专场的信还是可以，挺有意思。算了，这个姐们儿，我先刚那个姐妹叫这个，哎呀，我不能念她 ID 啊，我的同事知道刚那个姐妹是谁吧？刚那个姐妹就是让那个男的送花，他不给她送花，有点讨厌啊。我们小卖部的同事盘一盘，像是送点什么巧克力呀，或者是这个蛋糕条，你们盘一盘吧。他想要花，咱就别给他送牛肉干了，有点奇怪。你盘一盘咱们这个甜甜蜜蜜的东西，你给他送点。北大的同事，你给他弄点这个蛋糕条啥的，你给他送一份，顺便你跟他说这故事有后续了，记得告诉我们，是在一起是没在一起的，记得告诉我们一声。哎，对，送点这个，这不也甜甜蜜蜜的吗？我们就是不卖花，卖花我就送你花吧，没花啊，我们这儿。啊，送点花香的酒也行，送点这个送毯子的酒也行啊。这不是花香，这葡萄香。这个雷司令还确实没啥花香，雷司令主要是葡萄香，花香是这个。
这个气泡酒比较有花香。那个同事交给你们了，这个选择权，我接着读吧。哇，好长啊！今天是七夕，就是今天哦，就是今天哦 ，today 哦。哎呦，喵喵，欢迎。12:16，这个喵喵平时也是12:16哎，咱也判断不出来他是约完会回来了还是正常时间上线了。这个喵喵经常12点多就上线了，判断不出来啊。今天是七夕，我老公去参加婚礼，我生完孩子还在月子中心，因为知道他有朋友孩子跟我们同一天生，我就说买点礼物带过去。就在昨晚，我发现他前女友也会参加这个婚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问他，我就问了他都有谁去，我知道他很多朋友都会去，他说他不知道，他说有个群和座位表给你看看，我打开了座位表，一看就看见了他前女友也去。他说：“哎呀，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吧。”然后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朋友确认，发现是他前女友。他说：“那他可能就不去了。”这表演痕迹是不是有点过了？表演痕迹还好，但是这个理由有点奇怪啊，可能不是同一个人，这有点太奇怪了。我全程没说过一句话，这好奇怪啊！这个说可能不是同一个人，这句话有点没必要啊。咱们善意的理解就是他紧张了吧？我全程没说过一句话，没说不让他去，我就问他知不知道，他说他真不知道，说进群的时候也没看，就看到他朋友了。我不信，其实我也没那么在意他前女友去不去，哪怕他是之后知道的，我只希望他跟我说一说。我其实一直觉得，在他心里总觉得他对他前女友有一些亏欠，因为当时他们分开的原因是父母不同意。我生气的点是觉得他既然这么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结婚呢？又不是我逼着他结婚的。哎，姐妹，你这儿有个逻辑跳跃啊！哎，算了，我先接着往下念。当时爱我也是死去活来，父母也不同意，但是我俩坚持了。他怎么没觉得对我有亏欠呢？这个又逻辑跳跃了啊！又逻辑跳跃了啊！姐妹儿，你又逻辑跳跃了，这有点太猛了，这个推动的，这怎么迅速的就往坏处想了呢？就是一坏接着一坏，呈指数型增长啊，都不是加法，也不是乘法，是指数型增长的这种往坏处想的推动啊。我和他在一起没受的委屈全受了，就因为是我愿意吗？是不是有的人一定要扮演大罪人或者对别人有愧疚，才能显得自己长情？你看这指数型增长，一开始还是谈这个男朋友老公的事儿，现在已经谈到这个天底下是不是有这一类人了？我真没办法理解，让我觉得挺恶心的。只是我之前没发现，这是所谓的圣母吗？还是什么别的人格 ？Top player 啊，我的老朋友来了，喝完了，别刷礼物了啊，随便买点啥就行。兄弟，买点牛脆脆尝尝，别老刷礼物了，很紧张啊，很紧张，很紧张。昨晚我发现他没带证件，我帮他提前放包里了。七夕不是牛郎织女一年会见面的一天吗？我成全他。姐妹，你啥意思？昨晚我发现他没带证件，我帮他放包里了。七夕不是牛郎织女一年见面的一天吗？我成全他，快见见这么久没见的前女友，看一看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对？你是鹊桥啊，姐妹儿，你干啥呢？你是鹊桥啊？哎，别，怎么又刷上礼物了？卡扣旺，谢谢啊，谢谢，特别感谢，非常感谢。但是你这样我也很紧张。咱们小卖部这么多东西，这么一个都瞧不上吗？就看我人不错，非得刷礼物。谢谢啊，谢谢啊，随便买点啥都行，感谢啊，感谢。还有10分钟发券啊。昨晚我发现他没带证件，我的妈呀，太猛了！我和他吵完，我一点也不想跟他说话，我很难过。他还说看我这么不高兴，他也没法去了。那你倒是别去呀！我还得哄着让他去吗？其实这已经是我第2遍打这段文字了。第一遍
没发出去。哪怕是第2遍讲述，我还是很生气很难过。虽然平时生活中吵吵闹闹，这个事儿对我来说真的好严重。我不理解为什么每次好好往下走的时候，就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事儿。难道又是上天在考验我们吗？不是，是你在考验他啊，姐妹儿。现在你就是他的上天啊，你已经把他考验麻了，他已经麻了，这男的。希望蛋总从旁观者的角度说一说，调侃调侃，大家乐一乐也能有点价值，不然我自己白生气了啊！别生气了，姐妹儿。刚生完孩子，可能有点那啥。虽然咱没生过孩子，但是也听说过一些，可能刚生完孩子有点那啥啊，有点不稳定，这个激素啥的。听说，咱确实没生过，听说。你现在对他就是上天啊，不是上天在考验你们啊，是你在考验他，他已经懵了。你现在马上就要打个劈他了，他受不了了，他疯了，他已经。你还给他把证件装包里，别整了啊，姐妹儿，姐妹儿。有事没事来我们小卖部，咱们嘻嘻哈哈的度过这段时间，看着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看着你的老公越来越爱你，甜蜜幸福的家庭越来越是吧？越来越甜蜜，不挺好吗？咱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就好了。等你离开月子中心以后就不用看了，好吧？好吧，这是月子中心的事儿，现在在家就不至于啊。逻辑跳跃的事细讲一下，你看他怎么逻辑跳跃了呢？就人生气的时候，为什么人生气气头话赶话就越来越生气呢？我给你念一下，其实你回忆一下，咱们都回忆一下，吵架的时候就容易这样话赶话。你看啊，他第一步推断，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他给他哥们儿打电话说那是我前女友吗？啊，那我不去了。然后他说这表演痕迹是不是有点过了？我觉得这个生气有道理，因为这男的确实有点表演痕迹。咱不推断人的内心是咋想的。这男的呢，我猜他就是有点紧张了。他一想，我媳妇最近刚生完孩子，我可不能惹她。我这一旦说我有前女友，我非死不可，我不能跟他说我有前女友。结果呢，这个姐们上来就说：“你问问是不是你前女友？”完了呀，男的疯了呀，就开始有表演痕迹。我觉得这个时候有点生气，我特别能理解。你看下一步啊，你看下一步，他就说，巴拉巴拉巴，他就开始心里就想啊，我也没说不让他去，我就想知道知道啊，他怎么回事？他就是对他前女友有亏欠呗，啊，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父母不同意，没坚持下去，他就有亏欠呗。那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又不是我逼着他结婚的。这就是第一个逻辑跳跃。你无法从这个男的对那个前男友觉得有亏欠推断到你们俩不应该结婚，这不就逻辑跳跃吗？这中间隔着好几步呢啊！这中间至少隔着这么几步，我可以给你细细分析啊，这是逻辑题，细细分析。隔着几步呢？这个男的觉得对这个女的有亏欠，他心里还爱这个女的，这就是两件事儿。他心里还爱这个女的，他放不下这个女的，这是两件事儿啊。完了说到后面，他觉得有亏欠，完了他放下了这个女的，他跟我谈恋爱，这又是一件事。他跟我谈恋爱，觉得要跟我结婚，他又是另一件事，这好几件事啊。最后他就变成一件事了，是他觉得他亏欠那个女的，为啥就还要跟我结婚呢？这中间隔着好几步呢，好几件事，这就跳跃了，这就是生气就跳跃了，是吧？后面又说。卡丢了，卡丢了，卡了，卡丢了，我回来了，我换个手机啊，我换个手机，我这个手机经常一发热就废了，我下次争取用电脑播吧，有没有客户赞助个电脑啥的？有没有客户赞助点那不发热的手机，不发热的电脑啥的？还有5分钟发券哈。我们这个薏米水正式热卖3000单啊，正式热卖3000单。那么请问薏米水、好望水伟大的客户会不会送我一个不发热的电脑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着这个逻辑题啊，你看啊，他就现在他就自己推理出来一个觉得亏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他马上就站在自己推论出的错误的结论下推出个新的一个结论，说又不是我逼他结婚，马上又推说，哎，那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也克服了种种问题，那为什么他怎么没觉得对我有亏欠呢？你是推理不出来的，很有可能这个男的也是觉得对你有亏欠的，姐妹儿，你是推理不出来他怎么没觉得对你有亏欠。你说你这句话错哪儿？错全错，因为你前面的逻辑基础是错的。第一，你没法推理出他对你没有亏欠；第二，你也推理不出来他对那个前女友亏欠。你甚至就更错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对你有亏欠？你俩都结婚了。然后你现在要争这个亏欠，你知道吧？这个逻辑就是话赶话，就一步错步步错，就剩难受了。他为啥两个人在一起？他为啥觉得对你有亏欠呢？你觉得他对你有亏欠，你俩这婚姻是好事吗？现在你已经把自己推理到一个悬崖边缘了。现在你觉得他对你有亏欠是个好事了，已经，然后还要继续推理，哎，还要继续推理，说是不是有的人就一定要扮演对别人有愧疚，才能显得自己长情，多吓人！你前面一口咬定你这个老公是对他前女友有亏欠，到这儿你重新推理啊，一步赶一步推理到这儿，说的是不是有人一定要扮演对别人有亏欠，才显得自己长情？这会儿你逻辑乱了，前后矛盾了，你觉得他就是扮演的了，完了你生啥气呢？因为没给你演，是吧？我真的没法理解这种心情，对，你没法理解这种心情，这种心情是你幻想出来的。哎呀，好了，你看这一顿逻辑跳跃，最后跳跃出来的一个结论是啥？最后推理出来一个行动结果是啥？推理出来的行动结果是，昨晚我发现他没带证件，我把他放包里了。七夕不是牛郎织女1年见面吗？1年见面1天吗？我成全他，快去见见这么久没见的前女友，多吓人呢！要不说大家一定要讲逻辑，你这把自己气成这样，最后推理出的结果对自己好吗？你们希望成全他，这不疯了吗？姐妹儿，姐妹儿，可别这么想问题啊！赶紧的啊，好好在我们小卖部嘻嘻哈哈嘎嘎嘎笑2天就完事了，别这么想问题啊，容易把自己想难受了啊！别这么想了，就剩把自己想难受了，别琢磨了啊！能理解你，特别能理解你。虽然我没有生过孩子，但我能理解你这种生气，我也都能理解。咱也不是说小题大做啥的，咱不是这个，就是你这个逻辑一跳吧，对自己没啥好处。感谢这个送礼物的朋友，劝不住，谢谢啊。我不是说没有怪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么一顿推理完了，受害者是谁？你自己啊，姐妹儿，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别想那些了。天大的事儿，等出个月子中心再说啊。发券了，朋友们。今日销量前10排行榜，牛脆脆给大家念一下啊。还有1分钟发券，发完券直接把前10销量排行榜念一下。我从第10名开始念吧。第10名，牛钣金，当当当当啊，一块是加厚的，一口一个。咱们把这个销量前10过一遍，给大家我就那什么了，就接着读信了，发券了啊。有排行榜了，我同事给我总结出来了，销量排行榜第10名，一口一个的厚切牛钣金。第9名，起泡酒啊，感谢阿蒙。第9名，起泡酒，这个起泡酒呢会加赠一个那个香薰蜡烛，但可能快送完了，他现在是第9名。第8名，电动牙刷，情侣男士礼物，成人款，什么什么，还有啥？电动牙刷成人情侣男女礼物和套装扫震一体 Pro， 哎，算了，念不完啊，反正就是情侣款啊，2个。第7名是我们的超干条啊，超干条，当当当当，第7名超干条。发券了，12点半发券了，这是第7名。看来很多朋友说硬咬不动，但是还是把它卖到了第7名。不对呀，
1、2、3、4、5、6、7、8，我伟大的同事，你就给我发个8个，你跟我说这是前10名。伟大的同事，你现在有点不那么伟大了啊！我伟大的同事，你有点较为不那么伟大了。我这说这个数不对呢，我这怎么数到第7名，上面就剩4个了呢？这排行榜10个最佳销量，你给我发8个是啥意思呢？有点不那么伟大了啊！没事儿，怪我数学水平就那样。没事儿，咱们先念吧，先把这第7名完了呢。哎，很奇怪，直接就到第4名了。第4名是我们的霸气西梅干。这西梅干呢，一袋是40多个。注意啊，配料表只有2个字：西梅。注意事项：成人每次不要超过3到4颗，贼大1颗。第3名是我们的爆款回归。送一瓶买一瓶送一个毯子，买2瓶也送一个毯子，一瓶是100出头，2瓶是170出头，甜的，怕甜别喝，入门款的雷司令葡萄酒。第2名是我们的这个薏米水，这薏米水怒卖3000多件，卖的非常好。配料表只有水、薏米和五指毛桃。广东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帮我普及一下五指毛桃的好处啊，我就不能乱说了。反正广东的朋友煲汤经常放五指毛桃的。很香，它就有股奶香味儿，没有甜感，没有甜度，好喝。第1名当之无愧，什么时候有人能把牛脆脆打败呢？还是牛脆脆啊！第1名卖的最好的还是牛脆脆啊！拍3罐更划算，想试试拍1罐买自然风味，脆的。我这个是大片，我已经揪成小片了，脆的，不考验牙口，考验牙口的是那个超干条，很好咬，很好吃啊！中间漏个2名是吧？第6名和第5名。第6名3关6把头锅巴老明星。第5名奶脆片，依然是这些老演员卖的非常好啊！欢迎大家关注，刚刚新来的朋友就可以按照这个排行榜买一买，20来个这样的，就像你小时候偷吃奶粉的那种快感，非常好吃。欢迎大家，感谢各位。还是这些老演员卖的好啊！当然，今天有一个很强劲的新演员，咱们看看今天他能不能击败牛脆脆，卖了3000多瓶这个，但还是牛脆脆第一啊！牛板筋买辣味吧，因为小时候从小吃牛板筋不都辣味吗？你吃这个味道习惯，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牛板筋有多好。它居然回口还有一点淡淡的牛肉的香味儿。牛脆脆猫贼爱吃，很多朋友都说猫爱吃了。牛脆脆我们一直在开发减盐版、无盐版给猫吃的版本，给我们点时间啊！阿蒙正在开发。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关注。刚刚已经报了一遍我们今天的排行榜前10名，大家就是按需购买，随意挑选，感谢各位。我家鸟也爱吃，咱不知道鸟能不能吃啊，不了解。反正猫不能吃太咸的啊，贼香，贼香。你想我直播，我都不说我平时喝酒，你就说我光直播吃了多少这玩意儿，吃不腻。最爱的就是这块油。第一次买自然味吧，买3罐更划算啊。每个味道都好吃。我看看我同事又给我发啥了。啊？啥意思？阿蒙说要抽奖，啥意思？你怎么送？怎么抽奖？我们的第1名牛脆脆，阿蒙说七夕专场抽奖20个朋友加送1桶原味。阿蒙邪恶的说，能打败牛脆脆的只有我自己，哈哈哈哈！
牛脆脆那个拍个牛脆脆的朋友可能会抽到啊，加送一桶原味的七夕专场，抽奖20个，谢谢阿蒙。我们抽奖都是那个小红书系统自动的，你只要买了就会参与到进去，到时候一会儿这就弹出来了，都是系统自动的。非常好吃，猕猴桃超好吃，有品位。我们这个猕猴桃非常好吃，唯一的缺点就是个头不够大，对不对？为什么个头不够大呢？因为我们不卖这个个头不够大的，卖的是这个大的啊，这是普通对，我们都卖这个大的，非常好吃啊。硬的酸的，买回去你想吃软的甜的，放个1-2天，常温放，冰箱放没用。有枕头吗？没有，有枕套，冰感的枕套。容易头脑发热的，买一个冰感的枕套，脑袋没那么热，不容易起痘啥的。跟我们的这个小宝贝儿是一家的。Always looking forward， 来自 Smiley 是吧 ？Smiley World， 哎，算了，不会读。还有冰感垫啊，上点酒。想买酒的朋友，刚刚那位朋友，你点开这个购物袋，上面那个分类，你往左滑，你往左扒个，你会看到一个分类叫快乐酒精。你点开这个快乐酒精的分类，你快乐去吧，里头都是快乐啊，贼快乐。你就徜徉，你就溜达，你就漫步，你就挑选。当然，确实我这个卖的烈酒比较少，我稍后会加一点烈酒。但我这个直播吧，我们这小红书，我这个小卖部确实几乎都是女生，我都怀疑你们喝不喝烈酒？你们喝烈酒吗？你们喝打个1，我看看你们喝不喝烈酒。喝也喝，行，金酒行。这个伟大的客户们看到了吗？有人喝金酒 ，Tequila， 看到了啊。我们挑点威士忌，可以挑一点啊。也有男生，是我知道有，我知道有，我没说没有啊。有18%的男生，我后台能看到数据。我这个小卖部啊，朋友们，每次来看我直播，82%都是女生，有18%的男生，18%的男生你还不能保证都是直男是吧？欢迎大家。感谢这个卡扣王又来刷礼物，别老刷礼物了，我都不好意思了，谢谢你啊，没事啊，不用老刷礼物，你随便买点啥不行吗？谢谢啊，哎呀，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没必要，没必要。好吧，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读信吧，好不好？跟大家瞎聊一会儿，闲聊一会儿，热闹热闹。喵喵，你们刚刚约完会的，刚刚从七夕约会回来的，你可以把今天的约会体验发到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我们看看。我们读一点这个职场的信调剂一下，再读这个情情爱爱的，我们调剂一下，一直情情爱爱也不行。哦，说猕猴桃超好吃的是黑曼啊，黑曼就是我们一点开那个酒那个分类，黑曼就我好朋友，这几个酒都是他的，欢桃的，这也是我们小卖部一直卖的比较好的葡萄女孩啊，还有刚刚之前一直跟大家推荐你们七夕可以当礼物的这种手工做的酒标的酒啊，这都是欢桃的酒，可以弹一圈啊，可以弹一遍。怎么投稿？这个置顶评论，蛋的小卖部，你看我的手指的方向，看我的手指，这是我的手指，看到了吗？看到我的手指在屏幕上划过，看到了吗？请联系下方联系方式，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好吧？
咱们读一个不那么情情爱爱的，缓解一下，接着再读。但我是一个在国外读博的博士生，我们组内比较甄嬛，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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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嬛4行怎么说 ？Mr. Fall，《甄嬛传》哎，这翻译过去4行怎么说 ？Mr. Fall。欢迎大家啊！感谢各位。哎，已经有第一波中奖，中了那个加1桶牛脆脆的了，恭喜啊！Mr. Fall 是吧？我同事里有一个女生，能力真的是很差，但她很会和她的老板装可怜。她是一个小白兔类型的，她的老板是我老板的下属，于是她的阿尔法男老板看不懂啊，这个超纲我没看懂，就会让我给他收拾烂摊子、擦屁股啊！但是他的老板，也就是我的二老板，是一个很会 PUA 的人，拐弯抹角给我老板吹耳边风，于是我也不敢让他不开心。这个情况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想进入这个二老板的猫鼠游戏，感觉心很累。有什么建议吗？给男生送什么酒？你买1滴那啤酒得了呗，那啤酒也不贵，你不用送太贵重的。买第一个啤酒不会出错，咱也不知道男生喝酒口味天差地别，但是基本都爱喝啤酒。你买1滴那个啤酒就行 ，Trip Smith 那个啤酒给他弹一下，这基本不出错。是吧？给男生送是不是就这个就完事儿了？就比较简单。你买贵的他也未必能欣赏得了，主要是你也不知道他口味是吧？啤酒一般都爱喝的，你就别买果味的了，你可以买那个另一个那个精酿那个，味道重一点。咋办？解决不了吧？好难啊！你这单词我都没读懂。阿尔法男老板啥意思？哎呀，这不是职场题吗？咋读着还是这情情爱爱的感觉？我读不懂啊，啥意思？就是很大男子主义哦，很大男子主义，精英男啊，好嘞。他的老板是个精英男，是吧？他的老板是你的二老板，你的老板是他的大老板。完了，这个小姑娘就是征服了二老板，你的意思是吧？你也不敢惹。然后这个二老板总会让我给他擦屁股、收拾烂摊子。你忙起来呀！啊，我不太会那个太多招啊，你忙起来，你忙得4脚朝天。你跟你大老板申请，把你的工作，你不是在国外在读博士生吗？把你的什么课题、科研量还是什么东西，你给他拉满、排满、拉满，然后让你大老板给你排，你主动申请让你大老板给你排满，这样你就有接口了。他再让你干活，你就说排满了，兄弟，不信你去问他，他给我排的，我也不想干这么多，我也想帮你的忙，帮不上啊！你这真看过《甄嬛传》的，还能让这个外国《甄嬛传》给你难住了？你再看遍《甄嬛传》吧，《甄嬛传》的核心是什么？《甄嬛传》核心是什么？咱也别说核心啊，其中有一个，《甄嬛传》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说核心啊，其中有个比较重要的是什么？谁说了算？你得找那个说了算的人去说了算，你别自己在那斗啊！就是谁说了算让谁说，不还是你大老板说了算吗？让他说。你看那个《甄嬛传》，我没看完啊，但我看的过程中就是发现那些说了不算的人想说点啥的时候都容易出事，让那个说了算的人说就不容易出事。
我没看它完，我就看了几集，我还没看完，但我的感受是这样，是吧？是吧？别老自己说个不算，还想说个算，自己说个不算，非想说个算，就容易死在那个电视剧里。然后呢，哎，自己说个算，哪怕自己说个算都不说，都找那个说个算的人说，最后呢就变得真的说个算了。我的感受是这样，我没太看完啊，对吗？我总结的还行吧，应该差不多啊，感觉。对吧？差不多啊，是吧？不白看啊，《甄嬛传》不能白看啊，不能白看啊。表面啊，很多这个什么勾心斗角那都是表面啊，关键要找到这个谁说了算。但还是太全面了，一般。欢迎大家，感谢各位。怎么回事？1万人，你看这半夜1万人，我这个8、9点的时候是8000多人，这快1点了1万多人，说明了什么？约会回来了啊！约会回来了。我来看看这个新鲜的投稿，我的同事已经整理出来了七夕节新鲜投稿。我看看你们刚都约的什么会。品品是回来约会了，回来约会内容就是看我直播吗？这会约的好啊！希望以后你们的会都这么约啊！看看新鲜投稿，但我来投一个七夕稿，我说话有点语无伦次，请谅解。啊，这还不是新的，这是我刚没念的，我先找一个新的念一个，再看那个今日新鲜投稿，必须来一个新鲜的。我现在坐标在国外，这是一个把圣诞当七夕过的地方。蛋总一说七夕节段子，唤起了我好笑的回忆，大概是我和男友刚交往没多久的故事。我们第一次圣诞节约会啊，能懂啊？我跟他说想要一束花，见面的时候可以吗？他答应了。哎，这刚我听过，这我刚听过。然后再约了一个很繁华的地方，他应该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和女友过这种很成年人、很商业气息的大节，没太有经验。圣诞节约会快乐且紧张，在地铁口出口提前到了好久在等我，然后我到的时候远远的看到他在等我，我的小男友站在闸机外，笑得很开心，一身笔挺的大衣，可爱的脸庞，充满爱意的眼睛，捧着鲜花，一切都那么完美。我看到他之后也快乐了，我朝他逼近，我看到他捧着一束鲜花，一束美妙的鲜花，黄的、白的、紫的、菊花。这么扯吗？这哪个国家的人这么扯？我男友父亲是欧洲背景啊，欧洲人太扯了啊！欧洲背景啊，行，能理解吧？反正就是给他送了点。我在圣诞节的街头笑成智障，欧洲人不懂吗？哎，不理解，我不太了解这方面。后来就是笑了他一路，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他又重新给我在正儿八经的花店补买了超级好看的花啊，这不就挺好？后话是因为真的很好笑，所以他也经常当段子自嘲，跟他的朋友讲。后来和他妹妹有一次说起这件事儿，他妹妹说：“哎，我怎么记得咱爸也干过这事儿呢？下班了给妈买个菊花。”得嘞，很开心啊，这是一个开心的故事，很好笑。行，挺恩爱的，祝福吧。就不送你们礼物了，你已经很幸福了，不能送你礼物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点个关注，老朋友可以点开这个头像，点加入群聊，然后新来的朋友点开这个红色的袋子，有一个分类叫销冠，老朋友点开这个袋子有一个分类叫新品，可以挑挑选选，挑挑拣拣啊！欢迎大家，感谢各位。我和我老婆从大学开始7年了，也在去年结了婚。虽然时常还会怀念上学时的日子，但我们现在结婚之后也很幸福，也很幸运，任何事情都能包容。最简单的一件事是，我是山西人，他是东北人，他愿意适应我的口味做饭，可以加一点醋，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事情，让我在生活中能感受到或大或小的温暖和幸福。投这个稿是最近听到大家对学生时代的恋爱不是很有信心，想告诉大家，学生时代的恋爱也可以走到结婚，对爱情还是要有信心。后面说我是瞒着我老婆投的稿，她天天守着蛋总的直播，如果七夕能读的话，就当是我送她的七夕礼物了。别整这个死处啊，前面还挺温馨，你送人家是七夕礼物，拿我当礼物送不行啊！你俩再甜蜜也不能拿我当礼物送啊！这你老婆肯定不能高兴啊，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干呢，哥们儿，哥们儿，别整这出啊！买个牙刷，行，你俩结婚了，买一对吧，一人一个，送他一个七夕礼物，送他一个口气清新的你，送他一个健康的牙齿啊，是吧？买一对这个送给他吧。你怎么能把我读信当礼物送给啊？不行吧？两个人在一起7年，婚姻很幸福，人家做菜都给你加醋了，你不送人家点正经礼物，你拿我当礼物送，能行吗？你看，你看看，兄弟，你看看这些年轻人说校园恋爱果然不行，你看起反效果了啊！赶紧把这个牙刷买一下，让你老婆高兴高兴啊！哦，我们这瓶酒送的香薰蜡烛还有30个就送完了，应该看看是不是还有30个吗？我同事帮我数数，快没了啊！买一瓶这个甜的有气儿的气泡酒，很容易上头，很容易微醺。我们是加赠一个这种香薰蜡烛，但是就剩20单还是30单了，没多少了，卖完为止。这个呢是买就送坛子啊，都是甜的葡萄酒，入门款的。想喝那个比较丰富、味道比较丰富的，你就再看看了解了解那个欢桃那些葡萄酒，还有那个我们那个白月光啊、家园啊那些葡萄酒，可以了解了解。讲讲牙刷呗，牙刷没啥好讲的，因为它就是这么的简洁好用，它就一个按钮，3种模式，再按就关了。4个区域是啥呢？你就刷，你把这4个灯都刷成白灯。就刷干净了，它是红的，就是这个区域还没刷干净，就这么简单。我卖的酒都含酒精啊，这话有人问我含酒精吗？这肯定是有酒精啊，这还度数还不低呢。这个有10度啊，10.5度啊，这个不高，这个起泡酒只有7度，但是它有气儿，喝过气儿酒就知道咋回事。这个起泡酒虽然度数不高，但是上头，微醺来的特别快，还有5分钟发券。但我想分享我今天的幸福，就是今天啊，就是刚刚过去的七夕，今天和男朋友出门安排的超级好，全部错峰。你在家看直播也全部能错峰啊，我在家直播我也全部错峰了，没事啊，这个不值得羡慕啊。我看看后面，吃饭1分钟都不用排队啊，你买点锅巴，买点脆，在家吃也不用排队啊。其实这都是我俩意料之中的，为了错峰，我们定好了起床的时间，认真实施，准确拿捏。最幸福的还是晚上吃饱了，去了按摩店，
我天，太舒服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们在各地按摩体验最好的一次。整个过程昏昏欲睡，我甚至觉得我要是在这个城市，我每周都能来哦，还出去旅游去了。现在的我拿着2朵按摩店的玫瑰，听车外淅淅沥沥的小雨，和男朋友往酒店走，谁懂啊？这种好平淡、好戳人的幸福，不懂啊，不懂，不想念了。这个有点现场直播的，不想念了。我大意了，我觉得会替他们感到幸福呢，就有点太现在进行时了，就有点头晕了，读着。是不是朋友们？来一个今天分手的，我来看看啊。哎，刷到一个，哎，但是咱们这个态度也不好吧？咱们这个态度非要找人家过得不好也不好吧？不好吧？咱们再念一个幸福的，好吧？咱们再念一个幸福的，再念这个。再念这个需要安慰的姐妹，咱们调整一下心态，咱们不是幸灾乐祸，咱们是一起承担啊，咱们别幸灾乐祸。但我今天刚回家一个人，哎，这不是幸福的吗？哦，提着男友送的花，躺在车上。情人节这天提分手了，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看到他是提着男友送的花，情人节这天提分手，还有3分钟发券哈。不是故意啊，我没有取笑你的意思啊，我真以为是个幸福的。自从男友早上送了花之后，下午就开始忙工作，下午6点说来找我，然后就说自己饿了，先吃了，7点了说很累了，想回家了。我说好，我理解的，既然不过节了，那就晚上一起待一待吧。然而他铺垫了几句，终于说他想自己一个人待着。我说你可以直接告诉我的，其实我早就是心里准备好了，可能又要一个人回家了。我说那你走吧。过了一会儿他很痛苦的说，一起待着也可以，今天明天我不想说话，我很累。我听完之后我说你走吧，离我远点。其实我们每天的状态就是白天工作，他不想被打扰，晚上他很累，我们各自消遣，没有感情交流。后来才知道是个回避型，这样的状态我实在受不了了。但虽然我喜欢他，但是回避的模式我真不能接受。他不回我消息，不共情，以自我为中心，回避。本来是要打算结婚的，现在想到他以后也是这样冷漠，我无法接受，对方也不愿意改变，两个人都内耗。我现在躺在床上看你的直播，男友发来了巴菲特和芒格对婚姻的看法。这个收尾是还有1分钟发券了，哇！巴菲特和芒格对婚姻的看法，哈哈哈哈，真头晕。真头晕，哎呀，发券了，1点了，发券了。感谢这个叫星期一的朋友送的礼物，没事儿，不用送礼物，随便买点啥。1点了啊，发券了，大家抢券，然后把我们这2天再给大家过一遍，榜单啊，来简简单单的过一遍卖的好的是啥，前10名，不知道买啥就买这前10名就行了。第10名。来自我们呼伦贝尔哈尼牧场的一口一个的厚切牛板筋，大家可以冲一下，我的同事帮我弹一下好吗？我们把这10个一过完，接着读信啊。一口一个的厚切牛板筋。第9名，起泡酒，
这个起泡酒呢是送一个香薰蜡烛，但我现在不太敢展示了，因为马上送完了。这起泡酒也是甜的啊，虽然只有7度，但是因为有气泡上头。第8名，非常适合当做礼物的电动牙刷，来自 YouSmile 电动牙刷，非常舒服，操作简单，只有一个按钮，3个档位。红圈是提醒你牙口腔的部位、牙的部位，握感很舒服，防水，洗澡的时候就能用。第7名，抽干条啊，很多人说是抽烟牛肉干，不是啊，是我经常拿它当道具的那个抽烟牛肉干，但是是道具，它不是抽烟用的啊，大家也不要抽烟啊，抽烟有害健康。非常干啊，差不多呢是4斤出1斤，贼干。如果牙口不好就别买，牙口好就试一试。这个是我们从小内蒙人吃的，老好吃了，越嚼越香，越嚼越香。推荐原味儿。该第6名了吧？第6名是我们3观六码头的手工锅巴，上面的黑的是芝麻，非常好吃啊。第5名是我们的奶片，来自哈尼牧场奶脆片，一袋20几包吧，吃起来就像你小时候偷吃奶粉那个快感。第4名西梅干，这个西梅干呢是一包40多个，配料表只有2个字：西梅。注意事项：成人每次不要超过3到4颗，每颗都很大，没有核，就这么大，直接吃就行了。不要吃太多，吃太多的姐妹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吃太多以后会发生什么。第3名爆款回归，买1瓶送毯子，2瓶送毯子，雷司令甜酒，入门款的白葡萄酒。送的毯子呢，就是展示过好几次，老演员，你点开讲解就能看见老演员了啊。这个买2瓶170出头更划算。第2名薏米水，今天卖了3000多件，这个薏米水卖的太好了。配料表只有水、薏米和五指毛桃。广东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科普一下，不是科普一下，就是分享一下这个五指毛桃是啥啊？吃五指毛桃有什么感受？我喝起来呢，就是没有甜度，它就是有拇指毛桃那种奶香味儿，然后就是水、薏米、五指毛桃，卖的非常好。第1名是谁？是谁？第1名是谁？会是谁？牛脆脆啊，牛脆脆。牛脆脆呢，买个牛脆脆的朋友，我们现在一直都有抽奖啊。刚刚已经抽掉了5个还是10个了，还在送10桶吧，还是15桶？就是这个原味的1桶牛脆脆，牛肉脆片，牛肉完整的牛肉，新鲜的牛肉切成薄片，风干烤干。这大片的我已经没有了，这1桶我要展示，差不多吧。风干烤干，薄薄的脆脆的，不费牙口，非常好吃。谁做的？就是现在刷礼物这个哈尼牧场阿蒙做的。想去呼伦贝尔玩，体验5天4夜，去他这个哈尼牧场本牧场，去他自己那个牧场玩的朋友，给他私信，5天4夜的行程已经做出来了。牛脆脆，还是排名第1啊！我们今天卖的最好的10个东西，请大家按需购买，感谢各位。接着读信。哎，我一个好久没见的朋友直接给我发了个微信，我给你投稿个蛋哥，非常适合今天读，刚刚发生。我跟他说你直接发我吧，没必要费手续吧。怎么老有人要给我投稿，都是我的朋友。我没有不能念他名字啊，不能念他名字。哦，刚那个巴菲特那个，那就分呗，还想啥呢？巴菲特那个就分呗，分享。刚那个信是晚上，她白天跟她那个男朋友说分手，觉得太冷淡了。巴菲特啥看法？他没发给我。这姑娘就是回家了，跟男朋友分手了，提了分手，然后男朋友发来了巴菲特和芒格对婚姻的看法，但是这个女孩显然没有心情给我分享巴菲特对婚姻的看法。我印象中巴菲特觉得婚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也不太记得具体的了，大家可以搜搜看。但是这个男的这个时候给你发巴菲特和芒格对婚姻的看法呢，非常奇怪，非常奇怪啊，很奇怪，太奇怪了吧？没有想挽回，其实是想教你，只不过他自己教你，他觉得不合适，他想通过芒格和巴菲特教你。他真的认可芒格和巴菲特的看法吗？不一定，他肯定是在芒格和巴菲特对婚姻的看法里截取跟他对婚姻看法稍微共同一点的部分，他想提取这些来教你，让你接受这种他对婚姻的看法，就这么点事儿啊。至于芒格和巴菲特对婚姻的看法具体是啥不重要，他肯定是要通过他的解读来告诉你他对婚姻的看法，就这么点事儿啊。他有点不好意思，你刚跟他说分手，他教你他对婚姻的看法，他有点难堪，他觉得芒格和巴菲特他总不能反驳我吧，就这么点事儿，能理解吗？能理解吧？就这么点事儿。那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很认可，我不相信啊，他肯定是截取其中他觉得提炼出来说，他肯定给你提炼出来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婚姻嘛，啊，男的如果累的话就要让他休息休息，大概就提取一些这种，啊，要互相支持什么的，要支持男人的事业之类的吧，我猜啊，你可以感受一下，姐妹儿，你可以感受一下他是不是想跟你说这些。好吧，好吧，能理解吗？就跟你爸你妈突然给你分享了一个文章，那文章重要吗？突然给你分享了一个文章，说什么好年轻人的10个优点什么的，是吧？好男孩要做到的5件事，好女孩要做到的6件事，你觉得那是那个微信链接给的观点吗？那不是你爸你妈想教你的吗？能理解吧？一样的啊，她男朋友给她分享芒格、巴菲特跟你爸你妈给你分享什么公众号那些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不是说这个觉得那里头咋回事，是他想教你，他不好意思直接教，他分享一下。是吧？能理解啊，能理解啊，能理解就好。感谢大家，随意挑选，随意购买。我念一下我这个朋友的信，这个名字必须给他隐藏了，这可能你们认识。就在刚刚美好的七夕的晚上，无语，分手了1年的前任的妈妈又来找我聊天了。可能是短暂的恋爱时间，我对他妈妈太好了，导致他妈妈比他更爱我。分手这1年来，还老动不动发消息给我。出于对长辈的尊重，我也不能删他，但也基本不回。我想阿姨心里应该有点数，结果没有。上个月先是莫名其妙的问我忙吗？我到第2天才回，说还好。他说哦，那谁要结婚了，就是他前任。我脑门3个问号，我心想关我啥事儿？是希望我去主持这场婚礼吗？我没回。好了，今天美好的七夕之夜，他又来了。他问我上海的9月热吗？我和他爸爸9月想来上海玩，我裂开了。出于最后的礼貌，我隔了2个小时，我说9月还好。他又问那具体多少度？从那哪儿到上海要怎么走？我仿佛是他的 AI。我现在我还没回，我先来投稿了。我一直觉得删长辈微信不是很好，怕伤老年人的心。不过这位姐我删了应该没事吧，蛋哥，救救我！别删啊，不能删啊！不能删啊，姐妹儿，你在看我直播吧，姐妹儿，我就不拿微信给你回了啊，你不能删啊！你给他分享一篇文章，你现在就去写，你让 AI 帮你生成一篇文章，叫《巴菲特对前男友的看法》啊，然后你再让 AI 生成一篇那个叫芒格对前任父母的看法啊，你给他分享2篇公众号文章。好吧，再给他分享点歌，
什么不打扰是我最后的温柔？那谁的歌？不知道，不想要，不能，是我的心。什么？哎，这不对，不是这首歌，那是什么玩意儿？不噔噔噔噔噔噔，哎，贼好听，那啥歌来着？哎呀，我这个脑子，啥歌来着？哎呦，算了，我想不起来啊。啊，温柔是吗？是有这歌吧？是吧？有一个不打扰是吧？里头是不是有个说不打扰什么的？对吧？分享点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分享首歌还不行，再分享篇文章，说五月天对温柔的看法。你给他分享一篇文章，叫五月天对温柔的看法。点开以后里头就一句不打扰。阿姨，我希望你温柔。对吧？对不对？分享一个说五月天对温柔的看法，说不打扰3个大字。太好笑了。开玩笑，该删就删吧，可以删，开玩笑。正好刚刚有人说分享巴菲特芒格对婚姻的看法，我就说也可以这样。你实在嫌删了闹心呢，你可以不删，但是呢，你给他屏蔽了，不回就完事儿了。屏蔽了不回就行了，没啥好回的。这有啥好回的？多尴尬呀！他儿子都要结婚了，这干啥呢？疯了！别回了，没法回。你可别到时候屁颠人9月份来上海，你又去接站去啊！不行啊，这人不能见啊！别回就完事儿了。感谢大家的关注，看我这个，对，很好。哎呀，这个给自己的好朋友回信的感觉，这直接就能收到微信。对，不接就行了，别理他就行了，也不用非得删，也不用非得回，就不理，一直不理，一直不理。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不知道，不想要，不想要，不是什么？我每次都记不住歌词，那真挺好听。感谢大家，可以点个关注，点开这个头像可以加入那个群聊。哎呦，阿蒙，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啊，这个薏米水已经卖3500多件了，今天有没有可能超过牛翠翠？有没有可能这个最后他卖的比牛翠翠好？让我们拭目以待啊！这牛翠翠自从我们小卖部开张以来，到今天牛翠翠一直都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今天这个比牛翠翠卖的好？薏米水的配料表就是水、薏米、五指毛桃，水、薏米、五指毛桃。啊，牛翠翠是非常好吃。牛翠翠是这玩意儿，刚来的朋友们，大片的牛肉风干烤干，它是脆的啊，不要害怕，很好咬。番茄汁也好喝，对，你买个牛翠翠，再买个番茄汁，吃牛翠翠喝番茄汁，这不就是番茄牛肉吗？在自己的嘴里调和一下。我们那个番茄汁的配料表只有2个字：番茄，水都不加，3.5个番茄榨一杯，就是有点浓，怕浓郁的，怕酸的，就别买了。这番茄汁就是贼浓郁，纯番茄汁，没有甜味，它也没加糖，对吧？
不知道，不明了。得亏唱的不准，我这唱的好，是不是还得给人钱啊？我每次唱歌都唱的半拉科技的，也一直不需要付版权费。天天李宗盛，这都很贵啊！天天李宗盛500，周杰伦不用付，因为唱的不准，是吧？不是我唱的不准，不是你们的歌，是吧？陈皮水还行。接着读吧，不读我这个朋友的，读点这个投稿的。但我刚刚听了31岁退婚姐妹的故事，也分享一下我类似的故事。七夕退婚，未婚夫是留子时期认识的，一起走过了7年的时光，但后面的3年时间里，我陆续劈腿了其他 A、B、C、D、E 男性。劈腿的理由是觉得2个人之间没有吸引力了，但是为了义气，为了对方结婚的目标，我强撑着。个人也好奇，是不是你这哪儿类似了？跟刚那个哪儿类似了？为了对方结婚的目标强撑着，个人也好奇，是不是本着人生合伙人互惠合作的概念，2个人这种关系也可以走下去。劈腿的过程里，我确实收获很多。乐趣、新鲜感、好奇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也发现了更广阔的世界，所以终于在最后提出了分手。七夕这一天如释重负了。此次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原来女的跟男的一样，都会喜新厌旧，对曾经眼睛里喜欢的不行的人也会变得毫无兴趣，会始乱终弃。而结婚也并不是常规爱情的终点。拥有自己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这个七夕确实过得很稳。你跟刚那个31岁退婚姐妹哪里有共同点啊？哪里有共同点？共同点在哪儿啊，姐妹儿？你是怎么理解共同点的？好离谱啊！好离谱啊！你好离谱啊！啊，唯一的共同点是不是就是在七夕这一天选择退婚啊？哪有共同点啊？哎呀，最后的感悟是拥有自己比其他事情更重要。你这个感悟倒是不错，哎，我能说啥呢？算你未婚夫倒霉吧。没想到跟你在一起7年，换来一个感悟也行吧。你要是不感悟，可能还得再来7年，是吧？行，及时止损也行吧。7年了，分了总比没分强。哎，算他倒霉吧。挺好，行。感悟了以后就别想着结婚的事了，就好好的去看外面的世界吧啊。悟了挺好，悟了就别老想着结婚的事了。嗨。这事儿巴菲特怎么看？巴菲特不敢看啊。巴菲特换股票都没有这个姐们儿出轨频繁啊。巴菲特是不怎么换股票的。这姐们儿在最后跟那个他未婚夫最后在3年的时间里劈腿了 A、B、C、D、E 点点点男性，就至少5个呗，点点点男性。巴菲特很少这么频繁的换股票的，巴菲特没法看。巴菲特会说你这个投资不能频繁交易啊。头晕，真的头晕。行，哎，分了就挺好，分了就别老想着结婚的事了，姐妹儿，恭喜啊！
也恭喜你那个倒霉的未婚夫，反正分了就挺好，分了吧，赶紧的。牛脆脆买自然的，分了挺好，真的。我也相信你说的，拥有自己比其他事情更重要。唉，如果能早点分更好。哎，但是呢，这玩意儿是吧，及时止损就不错了，分了就挺好。但先祝你七夕快乐。我分享一下今天七夕的约会，哇，这个现场直播的是猛啊！我泪眼婆娑的回来了，哇！前情提要，苏 C， 哎，这是我的朋友苏 C 吗？看一看，这啥笔记也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啊？感谢各位啊！前情提要，我男朋友之前一直住我家，我们就每天都见到。但是最近我家来朋友来亲戚，他就要回自己的出租屋。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提起今晚想住他家，和他多待一会儿。他先是说觉得他合租的房子人太多，环境不好，怕我不方便，合理啊。然后说自己呢晚上想看看游戏直播，我能感受到他不想让我去之后，我就也非常不想去他家了，感觉自己有点太依赖他，一片痴心，很可笑。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比如我见面后想回家打电话，他会觉得没必要啊，就是见个面回到家还想打电话，他觉得没必要。我想让他早点回家，他更想和同事打球等等，我真的觉得很伤心。但是理智下来想，是我太过于依赖他了吧？我暗暗下决心，以后再也不会给他打电话或者去他家了。戒掉依赖是我自己的课程，但是我内心还是非常别扭。我一直在告诉自己，专注自己想做的事，但越这样越拧巴。道理我都懂，但真的做不到。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打心底里成为理性且独立的人呢？以及我男朋友这样是不是没有我爱他那么爱我呢？泪眼婆娑啊，泪眼婆娑啊！你俩不同频啊，也可以这么说吧。对，没有你，没有你爱他那么爱你。你俩也不同频。不光是没有你爱他那么爱你，他也没有按照你希望他爱你的方式爱你，就是量不多，形式也不对。你希望的那种爱的形式呢，他也给不了。你这种爱的形式呢，他也未必受得了。算了吧，七夕是个分手的好日子，分了吧，算了吧。啊，你想想七夕是啥节？朋友们，七夕不是牛郎织女一年见一次吗？这吉利吗？你俩如果七夕这天分手了以后谈的恋爱是不是365天能见364天？这不是你所期待的吗？你不就是想天天跟对象在一起吗？七夕这天你赶紧分手，吉利一点。分了吧，分了吧，别想了，别琢磨了。我们这个酒加赠蜡烛的就剩7瓶了，起泡酒，甜的，甜口的起泡酒，加赠这个香薰蜡烛的就剩7瓶了。桂花小麦好不好喝？好喝，也不甜，就是有点花香。多少度？7度，7度，你别小瞧这7度，上头晕。牛肉有什么推荐？牛脆脆，今天的第一名，其实是每天的第一名。还有5分钟发券啊！5分钟发券，5分钟发券。感谢大家关注。
我今天播完应该要有个一段时间不播了，后面有点事儿，所以今天多播一会儿。后面有点事儿，要出差啥的。停个5、6天差不多，还好是吧？还好，5、6天还好吧？还好吧？其实我以前动不动也是5、6天不播，我只是不跟你们说而已。我比较诡计多端，我不说你就感觉不到。出差，前两天不是拍了个那个广告嘛，得去给人家出现一下啥。哎，对啊，我拍广告那个客户不打算赞助我一个不发热的电脑吗？我这个直播经常因为手机发热卡出去，不赞助一个吗？是吧？啊？分了吧，刚这个节目分了吧，别想了，还有3分钟发券了。但前男友比我大20岁，是我勇敢追求的，非常快的拿下，体验非常好。我本身就是为爱非常勇敢的人，大哥人是非常好，我在这段关系里似乎也越来越好。后面就是夸大哥的，大哥有点大佬气质，温文尔雅，又有点受伤的委屈状态。大哥经历了离婚，比较受伤，甚至有点木气，所以我希望成为他的一道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它就像是一道疤，像雾像雨像飞沙，像空气一样难抓。哎，这里也没有一道光，为啥要唱这个？也不知道。在一起后就描绘之后的生活，彼此也在细节中影响对方的生活方式。庆幸有他，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希望，想要正大光明的在他身边，有名分，有资格，能骄傲的拉着我爱的人的手。我是一见钟情，但不是一时冲动。哇，后面还有这么长，还有1分钟发券啊！咱们把券先发了，后面这信太长了，我感觉不妙，这封信不是很好驾驭。喝点薏米水，冷静一下。我听到名分这两个字的时候，头有点晕。他是一道光，现在晃得我眼前一片黑。名分，我冷静一下，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名分，这一道光照得我眼前一黑呀、还有1分钟发券啊，朋友们！哇，一道光，一道光，这道光把我照亮了，把1点半的我给照亮了。发券了哈！抢到券的朋友们，不知道买啥的，给大家过一遍我们今天的前10名。第10名我还记得呢，差不多记住了。第10名是这个板筋啊，板筋一口一个，厚切了，非常好吃。第9名，好了，有点记不住了，哎，就牙刷吧，无所谓吧。这10个大概是啥？我记得，电动牙刷非常方便，一个按钮3种模式。这一圈呢是你牙的4个区域，你都刷干净了就都是上面这白灯，没刷干净就再刷刷，把这红灯刷白了就好。第8名是
看看吧。这也没记住呀，为什么要吹牛？没记住啊！啊，这起泡酒，但起泡酒的礼物已经送完了，不知道你们还买不买？已经那个送的香薰蜡烛已经送完了。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超干条，4斤牛肉出1斤。内蒙的朋友呢，我们小时候都吃这个，牙口好吃，牙口不好别买啊，硬，但是贼香，越嚼越香。再往上呢是我们的奶脆片，1包20个，小时候偷吃奶粉的那个味道，干干的、脆脆的，非常好吃，有点甜。再往上是这个锅巴，黑芝麻粒儿，上面是好吃。前4名是大西梅，这个西梅呢是一大包，40包小包，都是这样的，一个大个的，没有籽儿。你需要记住的就是第一，它的配料表就2个字，西梅。它的注意事项就1句话：每人成人每日3到4颗，不要吃多。牛板筋很好咬。前3名一个是老朋友，1瓶100出头，2瓶170出头，都送毯子的维司令甜的白葡萄酒，送这个。第2名是今天卖的很猛，3000可能要奔4000单了，这个薏米水，成分是水、薏米、5指毛桃，没了。不甜，奶香味的。第1名不说了，都认识。第1名大家都知道，买自然味就行了。第1名。咱们接着读这个，哎呀，读这个有名分的这个吧。买原味的。我是一见钟情，但不是一时冲动。他似乎不太相信。我几次出差，似乎给了他脱离出来思考的机会。他跟我提了分开。他的意思是我们之间呢年龄差距太大了，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会有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就要刹车了。他是当时说的是退回做朋友，冷静冷静。我也以为是我飞速进展太快了，因为我觉得相见恨晚。毕竟我们没有年轻时候就相遇，但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是蓄谋已久的离开。哎，那次是你的离开，那歌词好像有这个什么蓄谋已久。蓄谋已久的离开。分开后，我找过他3次，仅限于节日祝福。最后一次，我发现他把我微信删了。把我微信删了。之前的恋爱呢，要不就是我提分手，要不就是相看两厌了。这是我第1次被分手。这就好比80岁第1场水痘啊！我年轻时候没什么，我这个年纪要命了呀！但他为什么不相信我可以陪他一直走下去？因为他自己也走不了多久了啊，比你大20岁啊！我该怎么让他相信我会一直爱他，并且不会让他再受伤害？你还搁这不想让他受伤害呢？谁删的谁微信？人家删的你微信，你还想不让他再受伤害呢？看把你能的，姐妹儿，咋不能死你呢？真有本事！咔，给你微信删了，说我怎么样才能让他不再受伤害？你别找他，他就不再受伤害了。人的微信给你删了，你还琢磨啥呢？我是不是得快成长出10年的阅历才能到他身边啊？来不及了，你成长出10年阅历，他又长20年啊！我甚至在设想，在多年后出现在他面前说“锵锵”，哈，还有音效。你看我当年说的，我都做到了。我一直爱你，哇，天哪！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再见到他？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我给你念完吧。
都是成年人，为什么不能相见一笑泯恩仇啊？但我就是喜欢大叔，我谈过的男友都比我大，现在我不再年轻了，我已经把定位定在离婚男士身上了。大哥真的是我心里最爱和最好的答案，我该怎么办？但我是一个为爱勇往直前的人，并且我只有上头了才能爱下去。这样的特点需要改吗？这样的特点不需要改。这样的爱好能不能改改呢？如果你说你已经不再年轻了，我不知道你说你不再年轻了是多不年轻。如果你真的是不再年轻了，我就假定你已经挺成熟的了。咱同龄找不着成熟的男的吗？咱们能找个同龄的成熟男的吗？非得是年纪大才叫成熟吗？姐们儿，你要干什么？姐们儿，看到我胸口的字了吗？这个下面刷屏的这些弹幕说话太难听了，姐妹别看啊，别看啊，姐妹看了你容易头晕，别看了，说话太难听了。啊，我觉得你可能是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你就是喜欢成熟的男性，但你错误的认识呢，就觉得大叔才是成熟的男性。完了，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你这个认识是对的，但如果你说你自己都不再年轻，你可能已经成熟了呢，那你就应该能找到跟你一样成熟的同龄的成熟的男性。但是你这么一说呢，又让我觉得你其实并不成熟，你可能只是不再年轻了，但你有点还是不够成熟。你能不能先成熟起来？从不要再喜欢大叔开始，可能是你成熟的开始。你可能还是觉得自己喜欢大叔，才有一种潇洒，才有一种为爱不顾一切，才有一种年轻的感觉，才有一种献身的那种青春的、潇洒的、勇敢的、冒险的感觉。你可能是觉得这样，是吗？你是不是觉得喜欢大叔才能让自己感受到年轻呢？会不会是这样？我不知道，有可能。如果你真的成熟呢，就不要老觉得，我觉得一个人哈，把自己限定为我就是喜欢大叔，就不够成熟。你怎么知道呢？你成熟以后，你怎么能会说我就是喜欢大叔呢？你怎么知道呢？怎么还有1万人啊？哎，朋友们，不约会吗？朋友们，睡吧，差不多了。哼，朋友们，差不多了吧？今天差不多了吧？今天就这样吧。1万位朋友，你们在干嘛？把在干嘛发给你们，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嘛呀？你们，你们在干嘛？你们，报告啊！你们休息吧，我们好吗？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嘛，好不好？行吧，来点个关注啊！新来的朋友，老朋友可以点开这个头像加入一下群聊。我们这样吧，2点行吗？我确实腰疼了，这回不是装的，真的腰刚才就疼了，都不敢说。刚腰疼了，我怕一说你们说我装的，真有点腰疼。我们再播20分钟行吧？20分钟2点把所有券给大家发掉，我们就休息，好吧？真的腰疼了，感谢各位。断掉了，好痛啊！哇，天哪，这个1米水要卖4000瓶了，我的妈呀！哇，天哪，好恐怖啊！哇，天哪，牛翠翠又要卖3000件了，哇，哇，哇！手机也撑不住了，烫，贼烫，我都不太敢摸。
感谢各位啊。我们这样吧，那个我伟大的同事们，你们想想我还有同事呢，我都没问人家七夕节过不过，有点过分了。1点50的时候把所有券发掉，好吧？1点50的时候我们把所有手里剩下的券发掉，然后我再念一会儿信，让大家随便把这券用一用，差不多是吧？1点50的时候给大家发券。蛋总，我想分享一下我和我男朋友的故事。我男朋友是老外，他脑子里没有七夕这个概念，我也就没有告诉他这个节日，而且他现在也不在我身边。我俩在一起1年半了，从去年7月到现在都是异地，中间吵架无数，每次都能当天和好，极少数第2天才和好。现在感情逐渐稳定，他过2天要回来了，我们俩都很开心。想起刚刚认识的时候，我还处于抑郁的状态，每天都有流不完的泪，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俩第一次约会在江边散步聊天，散着散着我就哭了，他就默默地坐我旁边给我递纸巾，夸我，给我讲笑话，直到我笑出来。后来我俩经常在他租的房子的阳台上聊天，互相给对方讲故事。他讲故事的能力很强，自己也在写小说，每次读他写的东西我都能感觉到这个人与我心灵相通。我俩对事物的感受很相似，还都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读书一起哭，哈哈哈。他做菜也很好吃，他给我做了很多自己家乡的美食，讲了好多笑话。这1年他虽然不在我身边，但在他的支持鼓励下，我也开始学着工作和学习之外好好去玩，通过自己感兴趣的事探索自己，探索世界。真的好感谢我的男朋友，让我重新思考该怎么去过自主的生活。马上就要相见了，我好幸福呀！羡慕，好幸福呀！好吧，恭喜啊，恭喜，特别好。好，又有5位朋友获得了加赠的牛脆脆，还有7分钟发券啊！我们7分钟就把剩多少券就给大家都发掉了，大家抢到了就用一用啊！感谢各位，感谢你们。没想到我的七夕竟然是你的直播在陪伴啊！这都是刚刚投的稿，我们刚刚就在直播过程中收的稿，都是今天的。我来给你分享一下我的第一个七夕吧，那是我的初恋。我的初恋比我大7岁，我上大学那会儿谈的。他是高校教师，我是大学生，这能行吗？大家都放暑假了啊，不是一个学校的啊。我们没事就在一块玩，后来顺理成章在一起了。后来又赶上七夕，我们那天呢开车去了隔壁城市吃饭，是不是之前读到过一个？他自己在后面笑，哈哈哈！老上高速或许就是因为江浙沪去哪儿都很近吧，吃逛逛的，到处都是七夕的节日氛围。我俩又热恋，我又年纪小，觉得好开心。其实跟别人的比起来，或许很无聊，很没有新意，但是那是我第一次过情人节，第一次收到花，第一次收到礼物。他送了我一双大牌的高跟鞋，送了我一个美妆的套盒，我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甜蜜呀。后来我们回家的时候，我家附近有个村拆迁了，开车路过的时候，有一片池塘的荷花开了，开得好漂亮。在那片在一片荷塘，皎洁月光。那年初7的月亮虽然不圆，却异常的皎洁。你看，唱没唱对？唱没唱对？皎洁月光，对不对？异常的皎洁，月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我们下车走在池塘边，路不太好走，我滑了一下，他赶紧搂了我。我下意识的低头看了看路，再抬头的时候，他就这么盯着我。那会儿刚刚好上，又是我的初恋，哎呀，我的心跳都停了，好浪漫呐！我那个氛围真的很情不自禁的，两个人莫名其妙的在接吻，这不莫名其妙啊，这个时候不接吻就莫名其妙了。后来不知不觉过了0点，第2天就是我的生日啊，生日快乐！那现在就是你的生日啊，生日快乐，姐妹儿！每年我的生日都是七夕后一天。是的，蛋总，请祝我生日快乐啊！已经祝过了啊，真过分了，已经祝过了。他送我回家的时候，从后备箱又掏出了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哇，太全面了，
那一天我真的是盆满钵满。说实话，那天的荷塘夜色真的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白月光。后来我长大了，越来越觉得很难像以前一样那么喜欢一个人了，好伤感。这个普通又不普通的一天分享给大家，再次祝我生日快乐，谢谢你们。哎，会遇到的啊，会遇到的啊，会遇到的啊，姐妹儿。嗨，越来越难像以前那么喜欢一个人了。你那会儿年轻，你那会儿小，你那会儿小，你那会儿不光没谈过恋爱，你是不是荷塘夜色也没见过呀？姐妹儿，你那会儿年纪轻，你第一没谈过恋爱，第二你连荷塘夜色都没见过，第三你也没收过有人连续送你礼物，都别说是七夕礼物加生日礼物，你也没体验过。你现在呢，随着眼界的开阔，经历的累积，年纪的长大，见过世面了，眼界开了，这是好事儿啊，这是好事儿。现在你觉得你很难像以前那么喜欢一个人了？不是，是我们每个人长大以后呢，很难，眼界开了是很难回去的。你这些东西见过了，你很难被这些见过的东西再打动了。Which is very good， 这是很好的事情啊。对吧？还有3分钟发券啊，我们最后一波券，大家抢一抢，好事儿啊！别老遗憾啊，大家别一长大了，我知道很多朋友长大了以后说，哎呀，我怎么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看什么都新鲜，那么勇敢？哎呀，爱一个人爱的那么深，我为什么不再像以前？这不是好事吗？那什么叫成长呢？什么叫成长？这不是好事吗？对吧？长大了以后有长大了的好事等着你啊！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别老觉得年轻那些就多好。年轻的好主要来自于第一，荷尔蒙分泌旺盛，就是你的欲望是如此旺盛，你的所得是如此匮乏，这就是年轻的美好的全部来源。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匮乏，但是你的欲望旺盛，你欲望最旺盛的时候碰到了你最匮乏的年纪，这就是青春的美好。有啥美好的呀？说白了就是吃不饱。有啥美好的？还有1分钟发券啊，朋友们，还是长大了比较好啊，长大了比较好。长大了多经历经历，多见一见，多体验体验。当然，长大了有长大了的悲哀，是吧？老了也有老了的悲哀，都有，各有各的悲哀吧，也带有各有各的好处，是吧？还有1分钟发券啊！长大的悲哀是啥呢？你不也能听到吗？我们这些来信的一些姐妹，有些朋友见过了，经历过了，觉得自己心死了，动不了了。哎，怎么不知道怎么喜欢人了呢？挑剔是吧？变得挑剔，各种各样的都有问题啊，各有各的问题，挺好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发券了啊，朋友们！欢迎大家，感谢各位。我们今天的这个前10名过一遍，差不多了。一口一个的牛板筋，刚刚谈的那个也是啊，送礼物也行，自己没有电动牙刷买一个，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质量，就一个按钮，有的话可以送父母，非常好用。
就一个按钮，3个档位，够用了。然后呢，那个酒礼物送完了，不知道你们还买不买？这个酒礼物还没送完，这个就是买1瓶也送毯子，2瓶也送，1瓶100出头，2瓶170出头。还有这锅巴，非常好吃，硬硬的超干牛肉干，它不叫抽烟牛肉干啊，超干条，嘎嘎硬，牙口好买，牙口不好别买，好吃。今天的卖的非常好的薏米水，真的快卖4000件了，我估计我这波讲完就卖4000件了，这卖太好了。配料表就是水、薏米、五指毛桃，没了。五指毛桃有股奶香味儿，没有甜味儿，没有甜感。第1名还是牛脆脆，老演员了。感谢各位新来的朋友，点个关注再走呗。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点个关注。薄薄的，风干烤干。老朋友点开我的头像，可以点加入群聊。好吧，还有一个这个蛋糕条卖的很好。我嘴里这个是道具啊，不是烟，抽烟有害健康。10分渴的布朗尼蛋糕条，小土块咬在嘴里呢，碎开又化开，还没那么甜，贼好吃啊！布朗尼不发货，哎，部分地区啊，咱们是主要是看那个快递公司啊，这个你想想，这些商家客户他也很无奈的，他肯定恨不得，有的地方没办法。感谢各位的理解。牛脆脆已经2900件了，我估计马上就是3000件。我看看这个薏米水，薏米水是3847件，估计能4000件。大家刚刚抢到券的帮我用一下啊！你抢到券呢不用，这个没抢到券的朋友会难过的，主要是平台可能会不给我了。感谢大家，这么晚了，咱们七夕你们无论是1个人、2个人、几个人呢，开心啊！这不9000多人吗？我的天呐，为什么呀？这不要2点了吗？怎么还有9000多人？好的，咱们现在2点钟了，七夕这不9000多人一起过吗？挺好的吗？开开心心的啊，随便买点啥，自助下单。你们不会是在陪我吧？但最近家里安排个相亲，从加微信，哎呦我天呐，这客户怎么半夜还醒了呢？行，我们这个冰感枕套客户加赠了啊，加赠5个枕套，买了这个枕套的朋友可能会收到加赠，正好凑一对儿，美好的祝愿是吧？凑一对儿，本来你买了1个是不是？不知道。最近家里安排了一次相亲，从加微信到第一次见面，他在微信上几乎从不和我聊天，目前也就见了1次面。见面时我感觉说话聊天都还不错，但他依旧不跟我聊天。微信上唯一见了面后主动跟我说话，是感谢见面当天我给他带的小卖部的零食，你看看有没有用？哎，反正他就是微信上回我消息很慢。今天七夕，这是刚来的信啊，今天七夕。昨晚我约他今天要不要一起出去玩，他说上周和朋友约好今天去爬山，还说有机会再出去玩吧。我想这就是婉拒我了吧。有个问题，是不是对于男生来说只见1次面就能判断有没有感觉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是想争取一下这段关系的，又不知道如何下手，面对这一个不积极的31岁男人，我该怎么办？算了，你都已经送给他我们小卖部的零食了，这七夕约好朋友出去爬山不理你，算了，
算了啊，这不就最近家给安排一次相亲吗？这不故事刚开始吗？家里再安排几次相亲，男的不多的是吗？再安排安排啊，再相亲相亲，好吧？别琢磨这个，好吧？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的支持哇！为什么还有9000多人？头好晕啊！何德何能啊？我何德何能啊？真不过节吗？你们假装过节也行啊！这趴被窝看我直播，让朋友们知道了咋办呢？你们啊？这传出去以后可咋办呢？你们？故事是这样的，我们是在七夕1个月谈的，那时候纯热恋期，然后我喜欢的心情完全表达不够，好在我有点音乐功底，我给他写了首歌，充分表达了一下我最开始是什么样，怎么样悄悄暗恋他，在一起后有多开心，对未来有什么期许。我天哪，你这歌写的这么完整吗？想听啊！然后我还找了做音乐的朋友帮我把母带处理了，并且在0点的时候发了。我还找个做现场的朋友，在一个酒吧的七夕那天唱给他听了。我在台上看着台下的他唱的，是不是很浪漫？太浪漫了，太猛，他超级喜欢，他必须的啊！而且我后来偷偷看到，是他2023年年度歌单的歌哦！哇，你这歌还发网易云了，姐们儿，这年度歌单都给你囊括进去了。但是，哎，我要说但是了。七夕那天他来看我演出，都没给我准备花，也没准备礼物啊！我当时可失落了。他后面解释说，他不知道要过节要送礼物，我喜欢什么可以跟他说，他直接给我买，怎么办呢？直接说就是很别扭啊。可是逻辑上他也给了回应，好吧，这个事情就这样吧。我后来一直也没按他说的说什么，我也没有要什么。当然他也改变了，后面过节也会送礼物了，但是礼物就是很直男，真的是那种小红书上发的那种把女朋友气哭的那种。我也经常刷那种，实不相瞒，我小时候也送过那种。对不起啊，我们有时候是这种比较愚蠢，慢慢会成长的，而且还都挺贵，反正就是不中看也不中用。哎，怎么办呢？怎么能收到自己喜欢的礼物呀？哎呀，这个要求过分吗？主要是一直我也不喜欢，他还一直买，这也真挺浪费钱的。这得直说，姐妹儿，特别简单啊，姐妹儿特别简单，你相信我，你就直接告诉他你喜欢啥，这是男人最想听的。直男最想听的是啥？清晰明确的 brief。命令、要求，就这种东西，听到了以后就是太好了，终于不用想了，真的很开心的。你就清晰明确的告诉他，你就说我喜欢啥，哎，别买那些了啊。哎，还有券，好吧，又发券了，2点钟最后一波券，我没想到还有券啊，可能是小红书突然补给我了，还有券，朋友们，最后一波券了，真的最后一波，我没想到，我同事突然说2点还有一波券，那个抢券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一下啊，关注了呢，点开这个头像可以加入一下群聊，把这个最后一波券抢了，大家可以，哈哈哈，抢到了，你看我也没想到最后还有一波券了，抢到了券帮我用一下啊，点开这个我的这个购物袋。可以就直接点开销冠吧，都这么晚了，你也不用过脑子了，你就看看销冠，看着顺眼的，直接买就完事儿了，把那个券用一用，你就看看你这个怎么合适。反正这个销冠嘛，就都是卖的比较好，大家口碑比较好的，哎，也不太出错的。确实没了，我都没想到2点还有一波，我真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我不是跟他说1点50发完吗？他怎么还给我留了一手？我同事不会来整我吧？因为我说七夕播的时候，我根本没有问他要不要过七夕，是不是因为我忽略了他的感受？开始内耗了。好吧，本场的卖的非常好的那个销冠给没放进去的是这个薏米水，真的4000件了，太吓人，3953件，真的太猛。这个薏米水的配料表只有水、薏米、五指毛桃，好喝，没有甜，没有甜感，没有甜味儿，就是香味儿，有股奶香味儿，五指毛桃那个奶香味儿。当然了，还有我们的一直卖的好的牛脆脆，我看看牛脆脆怎么个事儿，3000，牛脆脆，真的离谱，离谱，太离谱了，太离谱，太离谱！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的支持，何德何能，非常开心跟大家度过一个什么？度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周六啊，非常开心跟大家度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周六啊，以后还会跟大家度过很多一样的周六的。感谢大家啊！今天这个牙刷也还挺狠的，已经自己有电动牙刷了，可以买一个送给朋友、送给父母，很好用，主要是很简单，就一个按钮，这父母也能用的。感谢各位，刚刚最后一波券已经发了，今天就这样吧。我的腰跟我说，再播他就离开我，我的腰太痛了，真的腰真的太疼了，真不是开玩笑的。你喝点养生水，我这都喝完了，一嗷嗷喝进去。好吧，刚刚那个抢到券的朋友帮我用一下，反正你就点开销冠嘛，点开新品看一看，凑一凑，差不多就用掉了。感谢你们，还有8000多人，我再读封信吧。我的妈呀，8000多人。但我在德国留学期间认识了他，他在国内工作，我们在同一个论坛写诗。某天我发帖，有没有人能分享月亮？他留下个联系方式，我们迅速的恋爱，3天好像说完了一辈子的话。诗人，这是诗人。后来回国我们就同居了，他说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结婚。我不太懂结婚。今年是我们认识的第4年。某天他说可以睡前给我读小说。小的时候我爸妈在我睡前给我讲故事，我突然有家的感觉。我们在纪念日，就是互相分享月亮的那一天，登记结婚了。我们都很喜欢你，从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喜欢你。我想和蛋分享这个故事，想得到你的祝福。哇，肯定祝福你啊！这作为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也太美好了。你文笔看得出来是写诗的。我们都很喜欢你，从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喜欢你。哇，太感人了，太感动了！哇，这读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恭喜啊，祝福你们啊！哇，哈哈哈，好开心啊！恭喜你们，肯定祝福你们啊！太好了，非常美好。
祝福祝福。太好了吧，太感动了，你们可能还没我这么感动是吧？哇，太感动了。找一找，我想搜一首，看看有没有跟月亮有关的诗啊，我再搜一搜。我想搜一首这个，你不是分享月亮吗？搜一首乌青的，还没有，哥们还没写，看看有没有一首合适的。没搜到，哎，好奇怪啊，没注意到，魏乌青还这么不愿意写月亮。非常幸福，非常幸福。但我一时真的，哇，我不会哦，我现在直接能想起来的只有博尔赫斯那个。博尔赫斯那个太著名了，都听过吧？跟月亮有关的那个，给你们找一下。嗯，哪去了？你们是不是都能找到？哎，我这个书太乱了，我找不到了。叫啥来着，朋友们？对吧？我大概能背几句，我背不明白，我还是直接念吧，我找找吧。什么荒郊的月亮是吧？哇，博尔赫斯好爱学月亮。面前的月亮，哎，考验我的 AI 的时候到了，找不到。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对，就是这个。这个太著名了，这应该你稍微看过博尔赫斯，应该都知道这个。可能没看过博尔赫斯，也看过这个，写太好了。送给这个刚刚的朋友，刚刚这个朋友感动我啊，他们的故事。哎，这怎么？故事就是两个人在一个写诗的论坛上彼此认识了，然后他们呢在一起了以后呢，一开始说要结婚，然后那女生说我不太懂婚姻。现在不是我没法这么给你讲，他那个语言还是挺诗意的，我给你再读一遍吧，他那个语言很诗意。
后来我回国，我们同居。他说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结婚。我不太懂结婚。今年是我们认识的第4年。某天他说可以睡前给我读小说。小的时候，我爸妈在我睡前会给我读故事，我突然有家的感觉。我们在纪念日，就是互相分享月亮的那一天，登记结婚了。我们都很喜欢你，从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喜欢你。我想和蛋分享这个故事，想得到你的祝福。文笔非常好，一看就是诗人。非常好，非常感人。哎，对，我给你一个久久的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这个是吧？就是这个，找不到了，你们是自己搜搜吧。博尔赫斯荒郊什么玩意儿的？我望着孤月的背影什么玩意儿？哎呀，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我给你贫穷的街道，绝望的落日，破败荒郊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的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这写的太好了，这是最著名的几句啊。其实这首诗很长，大家可以搜一下。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你就搜这句就行了。博尔赫斯，王永年译本。好吧，今天就这样吧，太晚了。拜拜，朋友们，晚安。下个周六见。哎呀，也不一定啊，是吧？不敢轻易的承诺，反正下次见，下次总会见的。祝你们周末愉快，每天开心，感谢大家，下次再见，好好睡觉，做个好梦。睡前读读博尔赫斯，一般都会做好梦的。拜拜啊，晚安。